沈飞和两位夫子告辞之后，又去看了楚玉红几兄弟。红儿，你家的铺子经营的怎么样了？楚玉红笑容满面，他听了沈飞的意见，他家的铺子卖的是纪念品，好些香包挂件上都是熊猫图案，很受小孩子喜欢。陆氏三人的女工都是很出众的，所以绣一些小动物真是手到擒来。除了荷包挂件等物品，楚玉红还擅长书画，在扇子上画上水墨画。总之，一些小纪念品都是围绕熊猫馆的。六婶，生意很好，城外因为那段路好走，京城的百姓出去游玩更喜欢来宝华山了。那就好。熊猫馆那边你帮着六婶盯着，到时候收上来的门票钱给你1成的份子钱。谢谢六婶。客气啦，以后张管事就不在那边了，熊猫馆还是要你帮着六婶盯着的。没问题。楚玉红回答得非常爽快。沈飞只接了花花和小叶子2人回去的，因为小福宝不在书院。回去的路上，沈飞问道：花花，小福宝说没说他去了哪里？没说。娘，哥哥经常跑出去。花花斜睨了一眼小叶子，这丫头还真是个告状精啊，就是不知道哥哥回来会不会收拾她。娘，我最乖呢，信不信？是啊，你最听话了。沈飞的心思没有在小叶子身上，而是想着小福宝。这小子逃课也不是1次2次了，但是他问先生的时候，2位先生都夸赞小福宝聪明，功课很好。沈飞叹了一口气，这孩子大了还真不好管。此时被沈飞惦记的小福宝却是出现在宣阳坊，这里是曾经的荣王府，两边的邻居正是司家和杨家。司家因为司太傅告老还乡，这里的宅子已经卖了，倒是杨家还住在这里。去把唐次忠带进来。是，世子。小福宝在学堂的时候就接到了消息，说唐志忠想见自己。这个留在宣阳坊的病人，沈飞完全是忘得死死的，主要是没了好奇心。唐国公一族差不多都被灭门了，这个病人属实没什么吸引力了。可是小福宝却是时刻的派人盯着呢。很快唐志忠就被带了进来，他看到小福宝的时候已经不震惊了，毕竟看的次数多了，已经习惯了。你们全都退下吧。拜见荣世子。你可以说话呢。唐志忠现在手脚都能活动了，他也没想到能好得这么彻底。经过这几年的养伤，他不仅手脚都能动了，就是舌头都长出来了。谢王妃赏赐的神药。小福宝也好奇，没了一半的舌头新长出来的是什么模样。你张开嘴，我看看你的舌头。唐志忠有点尴尬。唐志忠虽然不好意思，也是张开嘴巴把舌头伸了出来。小福宝就是看了一眼，发现就是普通人的舌头，也不好奇了。行呢，和正常人的一样呢，没啥意思。唐志忠恶寒，得回没成怪物，天知道这么多年他求了多少次菩萨，希望菩萨保佑他能恢复正常，不要变成怪物，否则还不如没舌头呢。小福宝好奇心散去，就关注正事了。所以说当年你是什么时候和那个烈种被换的吧？唐志忠一直在养伤，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唐国公府现在的情况。世子，我的家人现在如何了？小福宝知道，要是不给他解答，他或许也会有所保留。现在已经没有国公府呢，假的唐国公犯上作乱，已经都被处死呢。早该想到的，没了也好。小福宝有些不忍，这人当年为了他上位也是出了力的。也不是全死呢，李的2儿子唐志毅就活着嘞，现在已经有了1个孩子。至于李的夫人陆氏和唐知轩2人，心思歹毒，残害皇室，已经被处决呢。唐家剩下的孩子也不是李的种，都是反贼缪家驴孽的，就和反贼一起被处决呢。唐志忠开始听到2儿子还活着，还有了孙子的时候，心中欢喜。但接下来又听到了妻子陆氏和小妾们的遭遇，脸上又古怪起来。他双眼冒火，顿时就感到了头顶绿油油的。世子怎么知道哪个人是我的孩子？毕竟那个柳之武和我容貌很像。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总之我们自有办法。既然这样，从时间来判断，就能看出当年北地战乱，我中了敌人的圈套，
刘志武就是那个时候替换了我。至于当时战事拖那么久，想必是刘志武故意引先帝御驾亲征。至于目的，世子应该知道了。小福宝点了点头，这事儿他已经猜到了8、9不离10。他今天过来不仅是问当年他们被替换之事，而是有其他的事要问。啊，这事啊，我知道呢。本世子还有话问你。世子请吩咐。当年先太子的后人，你真的处理干净呢？唐志忠原本面无表情的脸闪过慌乱，内心一颤，同时双目死死地瞪着小福宝。世子问的是何人啊？唐志忠有些怀疑小福宝的身份，毕竟他才一个6、7岁的小娃娃，问的却是先太子。毕竟先太子的名讳在元成年间可是忌讳呢。还能有谁？当然是楚勤乾。他的幼子楚进贤有没有后代存活？当年先太子战败后，楚成彦顺利登基，先太子所有的子嗣和妻妾全部都被斩首。谁料10年之后，竟然得知当年太子送了一个幼年的儿子出逃，而且此人还在民间纠集势力，打算利用先太子的旧部推翻楚成彦的地位。楚成彦立即派了唐志忠暗中追查，花了2年时间才找到人，自然也是在暗中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了。至于为什么要赶尽杀绝，那就是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皇位从来都是血腥的。楚成彦相信，要是楚成乾上位，他楚成彦势必也会身首异处的。小福宝想起过去的一切，有些无奈。荣王府被一股暗中的势力袭击，小福宝已经查了，不是邻国的动作，想来想去，只能怀疑到先太子一脉上。小福宝目光锐利地看向唐志忠，让他的心咚的一下乱跳了一拍。唐志忠回忆起当年的事，想到当年只有1人没有被砍头，但那么高的山坡上，想必那妇人也活不了的。唐志忠又有了信心，绝对没人生还，只有一名普通妇人掉下山崖，其余人都是我亲手解决的。唐志忠的话和其他人的口供是一样的，他没有撒谎。小福宝的脸色好了起来，难道真的是他猜错了？那位苏先生不是先太子的后人？小福宝在来审问唐志忠之前，已经偷偷派人询问了当年和唐志忠一起行动的人，2人说的口供都能对得上。小福宝不再揪着这件事不放，问道：如今你是想回唐家，还是住在这里都随你，但是从前的名字不要再用呢？谢世子，在下打算去找义儿。他们一家如今在西城外的村子生活，有人会送你回去。是。小福宝这一趟来并没有解惑，心中也是有些烦闷。世子要不要派人跟着唐志忠？不必呢，他现在虽然身体可以行走，但功夫已经废呢，也没有必要盯着。小福宝说的不错，唐志忠虽然身体好了一些，但身子骨还不如一些老农强健，毕竟他遭受多年囚禁和殴打，不可能恢复如初。至于为什么不把唐志忠被人替换的事公告天下，说白了就是国公府唐家确实有错，要不是老国公当年造的孽和罪臣之女有了牵扯，也不会有后来的事。那个假的唐国公柳志武算起来也是唐家的血脉，唐家的这个国公之位是不能恢复的，无论唐家立下多少功劳都挽回不了的。傍晚，小福宝回家的时候，知道沈飞今日亲自去了学堂接他们下学，他还以为沈飞会教训他一番，谁料沈飞就连他去了哪里连问都没问。爹，你怎么没有问我下午去了哪里？脚长在你身上，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爹，你生我气呢？没生气，你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娘也不是想束缚着你，只要你安全就好。好，娘，我知道呢。行了，妹妹和弟弟们都在等你回来开饭呢，咱们快去吃饭吧。沈飞牵着大儿子去吃饭，小福宝也任由沈飞牵着自己，他在娘亲面前永远都是好大儿。沈飞和小福宝进来的时候，3胞胎已经坐在饭桌前等着了。寻儿见到小福宝这么大还被牵着，就在脸上刮了刮。羞羞脸，大哥羞羞。义儿看了小福宝一眼，本来想照着3哥的动作做一遍的，谁料看到小福宝绷着的小脸儿就闭嘴了。只有寻儿不知道害怕，小嘴儿继续打趣：大哥羞羞。小
小福宝坐在椅子上笑道：老三也长大呢，快3岁呢，娘亲，看来要给老三启蒙呢。沈飞看了一眼3胞胎，其实他们才2岁半，启蒙是不是早了点？寻儿只知道姐姐们每天都会出门，好得不得了，她都羡慕好久了，于是立即开口：娘，我要启蒙去上学。恒儿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寻儿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叶儿也不想闷在府中，娘，我也想上学，和姐姐们一起。小福宝见状勾了勾嘴角：好呀，娘，3胞胎一起送过去吧。我听说这3个小子顽皮得很呢，经常钻狗洞，精力好得不得了。送去学堂，让夫子好好的教一教。恒儿看到小福宝的笑容，总觉得瘆得慌。还有3个弟弟的身子骨强健，看样子也是学武的好材料。以后每日就让他们跟我一起学武吧。小福宝看到2个弟弟非常捧场，只有一个沉默着。他仔细辨认了一下，知道这是老二了。二弟是不想去吗？我看3弟和4弟都积极得很呢。小老二恒儿被点名了，也不装鹌鹑了，他知道大势已去。大哥，我也同意。老三寻儿和老四叶儿见二哥都同意了，心里开心。毕竟往日3兄弟中，他们都最听二哥的话了。沈飞见几个孩子都已经说通了，他也不反对了。行，那以后就这样。不过3胞胎上学的日子就定在3天后吧，正好过完庙会。娘，咱们家也去逛庙会吗？我想去。去，娘带你们都去。小孩子们知道这次能去庙会，也是开心的不得了。王伯父太偏心了，有好东西都给哥哥，完全忘了咱们3个。是偏心。你们说父王能不能给咱们3个弄上个一模一样的马？都说是稀有了，这马红州里都没有，还一模一样的。小老二恒儿摸着下巴看着雪儿，双眼亮晶晶的。也不是不行，哼哼。二哥，你有办法。放心，二哥保证给你一模一样的雪儿，不过过程可能有点慢。二哥，等我自己能骑马的时候就送我就好，我不挑。叶儿看了一眼恒儿，什么话也没说。小福宝没想到楚敬宗会亲自牵马过来，扬着小下巴问道：你怎么过来呢？你们一群小孩子在这儿，没有大人怎么行？我来看着你们骑马。你就是法贼一周王吗？楚敬宗满脸黑线，这臭小子是谁家的毛孩子，怪没眼色的。你是谁家的？我父亲是出尊鹏，我爷爷是转安侯。哦，他们家的。算了，那老头不好惹。他决定不搭理这个毛都没长齐的毛孩子。三伯，你能带我骑马吗？超级快的那种。小叶子觉得护卫带着他骑马一点都不快，没意思的很。楚敬宗自己的孩子都害怕他，他倒是没想到弟弟家的小闺女竟然不怕他。他罕见地笑了出来，双手在身上擦了擦，然后弯腰把小叶子抱了起来。哈哈，好，三伯抱你，感受一下骑马奔腾的感觉。此时宝华山半山腰处，裴先生带着福宝书院的学生坐在凉亭中歇息。孙展成站在一边看着山下热闹的场景，也忍不住了。先生，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才下山啊？其他几名学生赵潇等人也看着裴先生，毕竟他们都知道了沈父子在山下已经准备好了吃食，让他们过去呢，他们早就等不及了。不急，山上景色不错，切莫心焦气躁。学生们也不敢再催促。这时候一阵零碎的脚步声逐渐靠了过来，来人年纪大约40岁，但头顶没有白发，看着很是年轻。他身后跟着一众学子，他们身上穿着是统一的服饰，看着还挺唬人的。裴楚兄。裴楚见到来人的时候仔细辨认了一下，才认出眼前的人就是他要等的人。他立即从椅子上起来。宋义兄，好久不见呢。裴兄真是太难约了，直到你来京城之后，在下多次相邀，裴兄就是不肯给在下这个面子。宋丽一点也不客气，上下打量了一番裴楚，发现不过尔尔，
嘴巴上也没了顾忌。本来以为裴楚投靠了荣亲王权势很大，可是今日见到他如此寒酸的穿着，还有那小猫3两只的学生，宋丽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两人寒暄几句之后，宋丽就忍不住了，直言不讳地问道：听说裴兄今年有好些学生要考国子监的算学，不知道是哪几位呀？也让我看看他们是否有那份才学。哈哈，宋山长，这些孩子都是我们福宝书院的学生，不过单方面的考教就算了，不如让他们和你的学生比较一番吧。哦，裴兄请说，怎么个比法？宋丽带来的那几名学生，有几名是宋丽的学生，私下拜师的那种。我是赵文浩，愿意赐教。裴兄，我这弟子正是赵国公的小孙子，从小聪明，算学很是厉害，不知可否和你的弟子比较一番？哈，原来是国公府的小公子，宋山长好福气。裴楚转身看了几个弟子一眼，你们几人谁愿意出来比较一番呢？阮策这时候站了出来，对算学他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沈夫子说过他是大禹朝最厉害的老师，那么他们几个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在下阮策，愿意和你比较。好，咱们互相出题，你先出题吧。好，823减347加259减525是多少？快问快答。赵文浩一整个懵了呀，这尼玛没有算盘怎么算得出来？还快问快答，耍人玩吗？赵文浩憋红了脸，一时间就尴尬起来，场面也是静悄悄的，很是尴尬。宋丽面色僵硬，他生气的道：裴兄，你这弟子不老实呀，怎么能出如此难的题目为难人？区区小儿随口说出几串数字，谁能算得出来呀？裴先生还没开口，年龄最小的孙展成开口了：结果是210。你一个小孩哪里轮得到你说话？况且你随意说出一个数字就对了。我师弟说的对，结果就是210。那我随意出个数字，我不相信你们就能回答出来。阮策现在的自信心更大了，沈夫子果真没有骗他，宋山长的得意弟子竟然败在了小小的心算上，还真是有意思。听好了，1238减去562加上389减去248是多少？快速回答。赵文浩也不清楚，他就是随意的说了几个字，为难阮策。他怀疑他们之前是商量好的数字在作弊。阮策在心中算了一下数字，又复算了一遍，因此并没有立即给出答案。哼，你们就是骗人的，答案怎么不张口就来了817，赵兄看对不对？赵文浩又懵了，对不对？尼玛，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沈飞并不知道裴先生和宋山长在山上已经比起来了，他此时正在山下搭台子，没错，是真正的舞台的那种。台上已经放了好多个奖品，奖品从1到5都有，当然也少不了熊猫馆的纪念品、代金券、门票等私货，为的就是吸引人来熊猫馆游览或是购物。1等奖是上好的砚台，2、3等奖也是上好的笔墨纸砚。总之，除了夹带的私货之外，都是一些和学习有关的。奖品和考试的题目都是他一人出的，只要有学子答出来就可以获得奖品。这次的活动完全是沈飞独资办的，当然前期是花钱的，效益得在之后才能看出来。张老哥，你说王妃投入的银子会不会打水漂啊？还看不出来，不过王妃眼光还是有的，咱们看不出门道，或许王妃有她的目的。算了，几万两已经花了，不差今天这点礼品了。不过看这人气，没准王妃的决定没错，就是可惜了，这3天熊猫馆不收门票钱。是呀，可惜了。2位管事正在感慨呢，楚玉红悄悄地走了过来。刘管事，张管事，我有件事和你们商量。洪少爷，有事请吩咐。张管事折煞我了，我如今就是个庶民。洪少爷是有了什么主意？张管事，今天的人太多了，熊猫馆不收门票，马场那边我觉得可以。我看好些人跃跃欲试想要骑马，咱们不如今天就可以卖门票。张光真眼睛一亮，君子6艺其中就有骑射，可是马匹是个稀罕物，不是谁家都能有的，更何况适合人练习骑马的地方在京城本就很少，他们这儿可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好，洪少爷聪慧，想得不错。
好，那我这就派人去安排。这时候马场的围栏外已经聚集了好些人，贫穷百姓有，京城高官子弟也有，他们同样被拦在外面，心中很不服气。大胆！我祖父是司农司卿，你敢拦我？这样的话可不少，好些半大少年都是京城的高官子弟，他们看着几个小不点在马场里悠闲的骑马，早就羡慕了。这时候楚玉红快步地走了过来，他没觉得吵闹的人烦，反而是内心欢喜。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一吊一吊的钱呢。众位都不要吵了，我们马场可以进去，每人只需要花费500文就可以骑2刻钟。2刻钟的时间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就要花500文，其实不便宜。但是在这些富家公子眼里，这点钱当然不算什么。哎，原来是要收钱呀！早说呀，才区区500文，竟然如此磨磨唧唧。是，来，咱们有要进马场的，在这边排队交钱。马场的入口人不少，沈玉在人群中小心地打量楚敬宗，仔细地把他的样子记在心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仇人的真面目，眼中的怒火想隐藏都隐藏不住。他的手紧紧地攥成拳头，强迫自己不要冲动。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是动手的好时机。况且以他现在的实力，也杀不死他，还很有可能被这贼人发现。沈玉努力地压制着情绪。小福宝带着小叶子去找沈飞了，毕竟玩了好久，也都饿了。沈玉看到楚敬宗离开，才松开攥紧的拳头。其实他在太学，福宝书院就在隔壁，他要是有心，可以接触楚玉红那几兄弟，甚至豁出命来也能伤了那几个孩子。可是沈玉都没有行动，他知道自己的仇人是楚敬宗，至于他的孩子，他不想动。那些小孩都是无辜的，沈玉分得很清楚。他没有铲除楚敬宗所有亲人的意思，只想要楚敬宗一人死，哪怕是没了这条命，他也在所不惜。陈青山把沈玉的眼神收在眼底，什么也没说。此时半山腰处的裴先生接到了沈飞的口信，不再和宋山长打嘴仗了。宋山长带来的弟子在这里被福宝书院团灭了，他们在算学上真的比不了福宝书院这几个学生。沈飞当初收的这10个学生还真是考出来的，挑的都是有天分的，加上有了沈飞那种后世数学知识的传播，青山书院的学生完败。宋山长，时候不早了，咱们还是下山吧。宋立算是看出来了，他们被算计了，因为他们出题都是围着算学，这是他们的强项。裴兄，刚才的切磋都是围绕着算学，科举考试不是只有算学这一块，还有四书五经，还要做文章以及吟诗作对。我觉得之前的比试不公平。我想和阮策比作诗。在下今日已出够了风头，还是下次吧。该死的，好气啊！宋兄，荣王妃在山下也设了台子，只要有人能答对题，就能获得奖品。1等奖可是上好的陶砚，咱们不如去山下看看。陶砚是陶砚，1块陶砚可是值几百两银子呢。是呀，王妃真是大方。都别和我抢，陶砚是我的了。众位学子开始叽叽喳喳讨论起来。早知道山下有比赛，谁还在山上打嘴仗啊？至少山下的比赛不一定都是算学，他们一定能发挥所长。山长，咱们快下山吧。咱们去吧，我看山下很热闹，还有人在马场赛马呢。那好，裴兄，那咱们就下次再切磋，下次比作诗。裴楚淡笑不语，哼，下次没有下次了。诗词不是他弟子的强项，难道送给你找虐？他又不傻，谁愿意陪你玩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蹲下，快蹲下！寻儿是想要骑羊，马太大他骑不了，这小羊的高度正适合他。可是羊羔怎么能听得懂？此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羊叫，一直咩咩的叫个不停。师弟，快帮我按住他，我要骑上去。一儿嘴角轻轻抖动，还是认命的过去帮着寻儿按住小羊羔。寻儿有了外援，一下子就爬上了小羊的身上。哈哈哈！我终于也骑马了，快起来，驾驾！可是小羊羔根本起不来，寻儿看着小，其实还挺重的。小羊羔继续发出痛苦的喊叫。花花和恒儿两人坐在一边看着这边的闹剧。发现没？
师妹生的孩子都挺虎的。啊，是啊，不聪明还挺闹腾，像他们。护卫已经被打发得远远的，于是两人也是放松下来聊天。恒儿说完又是一脸黑线，现在想起来了，老三寻儿和他一模一样的脸，以后要是闹出笑话，外人很难分出来是谁做的，他们只会记得荣王府的3胞胎。哦，这寻儿得好好教育才行。我打算自己搞点钱，用作研究的经费。不习惯啊，总要钱也不好啊。也对，他从前忘性就大，除了对实验记性好之外，其他的时候那脑子时拧时不拧的。哎呀，咱们这辈子是他生出来的，所以他下意识就把咱们当他的孩子，做事的准则也是根据他的标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是啊，咱们这辈子就是他的孩子，他怀胎10月辛苦生下来的，怀孕的辛苦都是他经历的。其实算起来，咱们还是欠了师妹的。咱们要是不来，师妹她会有属于她真正的孩子，就像寻儿那样的，对她是全心全意的依靠和信赖。是啊，要是没有上辈子的记忆，该有多好啊。花花，你的性格可以改一改。我不是说你从前性格不好，而是你太冷漠了。这辈子是新的开始，不能被上辈子的情绪压抑啊。新生就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新生？对，新生，放下别扭，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需要钱，可以大胆的向他要啊。没那么简单。小叶子的眼睛贼得很，要是被他发现我私下有钱了，那个丫头一定得炸毛。而且她现在一点都不好骗。恒儿想到从前总喜欢偷偷捏他脸的姐姐，也是很无奈。那你想怎么赚钱？至少搞个庄子吧，私有的庄子，我还可以用于研究我的种子，顺便还可以卖钱。那我和你一起吧，咱俩一起买庄子，我也研究点东西。恒儿来到大禹巢快3年了，还没有做实验，也是技痒难耐。不过从他出生就没去过实验室，因为只要他提出进实验室，就表示要和沈飞摊牌了，不能装糊涂了。你想清楚了，要进实验室啦？算了，长针噎着有没用啊，我绕回去摊牌吧。走吧，把学儿带上，那个羊快被他压死了。是啊，这小子太闹人了，晚上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和他说说，我从一出生就在给他儿子擦屁股。花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行呀，你就用这个由头要一个庄子吧，他保准给你。必须的。此时沈飞正在楼上的酒楼招待杨夫人和朱夫人，并没有因为孩子没回来而着急，毕竟孩子们身边都有护卫，也丢不了。台上的比试已经正式开始了，沈飞出的题分了少儿组和青年组，毕竟2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考试的题目也不一样。最先开始的就是少儿组，今日来庙会的人不少，好些夫人更是带了家中的儿子和女儿，现在知道有活动，小孩子们都跃跃欲试，因此这些夫人就在酒楼中休息，然后还能从窗户看到外面的情景。哎呀，王妃真是好想法，这个奶茶的味道真好，还有这小豆子软软的，很有嚼劲儿，我太喜欢了。杨夫人虽然也喜欢，但是喝的就比较含蓄了。味道确实是不错。2位姐姐要是喜欢，我可以送你们些奶茶粉，回去你们可以在家自己泡着喝。啊，那谢容王妃了。这时候下人领着花花和3胞胎一起上楼了。薰儿见到沈飞立即冲了上来。娘，我都想你了。咱们才一会儿没见就想我了？伊儿也凑了过来把薰儿挤开。娘，还有我呢。这2个一模一样的小孩看着就很讨喜。沈飞拿出帕子给2个小孩擦汗。哎呀，小公子们还真是好相貌啊。这时候花花和恒儿也走了过来。娘，我们回来了。娘，2个孩子这2声娘给沈飞给整愣神了。沈飞没想到一向别扭不肯喊人的师兄师姐竟然会叫他娘，他整个人都傻掉了。花花这时候很无奈，走上前。娘，怎么没看到小叶子？沈飞从愣神中醒来，这时候还有外人在，不是问话的时候。小叶子和福宝一起在楼下看比赛呢。花花听到之后快步地走到窗户前，踮起脚尖往下看，果然看到了在下面大喊大叫的小叶子。
小叶子正在卖力的鼓掌，小巴掌拍的也是啪啪作响。花花看到小叶子没事，也就放心了。这时候，外面传来了铜锣的声音，杨夫人立即站了起来。比赛结束了，我们下去看看。方姐姐说的对，咱们也下去看看比赛结果。走吧，先下去瞧瞧，看看谁是第一名。这时候卷子已经被收了上去，一众小孩从小台子上下来。临时主持人张光真走上台。各位，少儿组的结束了，现在有请青年组的参赛者。青年组的年龄是11岁到18岁的学子，请各位上台。这次参加青年组的人明显要多一些，不像是少年组只有30多人，青年组差不多快100人了。青年组的人会这么多，也是因为今天来庙会的人多，还有一些学院的夫子带学生们来踏青玩耍。宋立的学生就有好些人都参加了，贡献了10多个人呢。福宝书院的几个孩子自然也上台了，他们可都是冲着奖品去的。众位学子落座之后就开始计时间，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围观的人可不少，其中不乏朝中的官员也在。户部侍郎今天就是带着夫人一起来的，他的小儿子参加了少年组的比赛。他看到卷子被收走之后就走了过去，想看看是何人批改的卷子。谁料就看到了两鬓有了白发的裴楚正在批改卷子。你是裴师兄？不知你是？师兄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琼州邓京啊，我的老师是琼州方怀修。你也是老师的弟子？是呀，师兄，咱们是一个老师呢。师弟呀，师兄我很想和你叙叙旧，奈何还有好些卷子要批改。哎，师兄不着急，我来帮你批改，咱们一起动手啊，也能快些。邓金自信满满的开口，他可是正儿八经考上来的，如今还是户部侍郎，实打实的高官，批改个少儿组的试卷还不是小菜一碟。师弟，这一份给你，有劳了。没问题，师兄。邓金拿过卷子仔细审题，突然他傻眼了，这题是谁出的？如此刁钻。邓金看裴楚快速的批改试卷，嗫嚅开口：师兄，不知可有答案呢？这照着答案批改能快些呀。裴楚并没有怀疑，他一拍脑袋：对，师弟说的对，王妃送卷子过来的时候，答案也送过来了，师弟你看看吧。师兄，这卷子不是你出的？不是，这题呀是王妃出的。邓金木呆呆地接过答案，整个人像提线木偶一样，他缓缓地坐在椅子上。不仅少儿组是王妃出的，就是青年组的也是。师弟啊，我离开琼州多年，等咱们批完了畅谈一番。好，师兄。邓金看着少儿组的答案，看到上面一些奇怪的字符，心中好奇，但他什么话也没问。他对照着答案开始批改试卷，卷子只有30多份，加上是2人一起改的，很快就批改完了。邓金完全没注意到他小儿子的卷子，想也知道成绩不怎么样。不是他儿子不聪明，是因为好些知识他们没有教过。他此时就盯着朱玉安的卷子，有点傻眼。谁不知道朱坤鹏是个酒囊饭袋，可是他的小儿子竟然只有1题没有答出来。那小子也才5、6岁吧，可他的小儿子已经9岁了。邓金又把自己儿子的卷子拿了出来，2个孩子的卷子做了一个对比，真是一比一个不吱声，这差距太大了。邓金心中七上八下的，又有些怀疑，难道他真的低看了荣王妃？那是一个一直藏拙的人。是了，荣王妃怎么能是普通人？他是个能血染霄云观的狠人，又能当朝让左安怀招供的奇人。没点本事怎么能开福宝书院，还偏偏开在国子监旁边？论起来，京城哪个书院有这样的牌面？师兄，这朱义安是你的学生吗？是，我是他们的启蒙先生。哎呦，师兄啊，当年老师就曾夸奖你年少成才，要不是多年被耽误啊，朝堂必有你的一番成就。没想到你成了夫子，竟然能教出如此厉害的学生，师弟佩服呀。师弟过誉了。师兄啊，不知道小儿能不能去你们学院上学呀？哈哈，当然可以，只要学弟放心我们福宝书院就好。邓金就是户部的，户部的人算账必须厉害。
他虽然才看了几份卷子，但也看出来了一些孩童是个好苗子。好啊。两人一起把卷子整理好，分出了名次顺序。少儿组的第1名是孙展成，他踩了个尾巴，正好是10岁，就被分到了少儿组。第2名是朱玉安，第3名是杨少奇，第4到第10名能获个纪念奖，第15名到最后1名能获个参与奖。总之不会让这些孩子白参加，都会有小奖品。两人才把名次安排好，就听到了铜锣的声音。青年组的也结束了，师弟能否再等一会儿？好啊，师兄，我也想看看青年组的答卷呢，没准能看到些好苗子呢。很快，张光真就把卷子送了过来，还顺便把名次取走了。裴楚和邓金两人批阅青年组的试卷，张光真拿着名次再次走上台。众位稍安勿躁，我现在就宣读笔试的名单。第1名孙展成，奖品是青石鲷鱼陶砚1块，竹雕云龙馆雕毫笔1支，八宝奇珍墨1块，白棉纸1份。第2名朱玉安，端石云纹砚1块，斑竹馆玉笋笔1支。第3名杨少奇，青石鱼子纹砚1块，白棉纸1份。第4名到第14名是纪念奖，名字分别是……张光真把名字念了一遍。奖品是熊猫馆门票1张，熊猫抱枕1份，竹笔筒1支。第15名到第32名是参与奖，名次是……张光真又把名字念了一遍。奖品是熊猫馆门票1张，代金券1张，熊猫玩偶1只。台下的人听到只要参加了就有奖品，好些人家都在后悔。他们没想到荣王府会这么大手笔，就连成绩不好的人也都能有奖品。等着领奖的小孩一个个扬着小下巴上台开始领奖。正在一片祥和的时候，突然有人提出了质疑声。前3名都是福宝书院的学生，福宝书院又是荣王妃开的，那些小孩是不是提前知道答案呀？是呀，这么说这比赛是不是漏题了？不公平吧？沈飞向着说话的人看去，就见那人穿着山青色的袍子，一看就是书院的学子。是谁质疑比赛的公平性？可以上台来说。沈飞这话说出去之后，台下乱糟糟的声音倒是没了。我们举行比赛只是为了今年的庙会增添乐趣罢了。荣王府家大业大，还不至于为了区这几个奖品玩弄虚作假那一套。是啊，那可是荣王府，富得流油呢。咱们脚下踩着的地都是荣王妃修的呢。你这么一说也对，那砚台虽然名贵，但王府修路建房子也都花了几万两，也没必要为了几个奖品作假。荣王妃，不知道可否把孩子们的卷子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呢？当然可以，张管事，把孩子们的卷子都拿过来。是王妃。诸位不要急，你们选出10人来看看学生们的卷子，同时要是质疑前3名的实力，也可以出些算术题来考这3个孩子。我来，我当这第1人。来人正是青山书院的学生王海胜。宋丽也没想到他的学生会冲出去，还说出了质疑之言，这让他的脸色不太好。毕竟王海胜穿着青山书院的学子服饰，好些人都能认出来的。宋丽这个山长不得不站出来。老夫也来看看少儿组的题目究竟是什么。不过福宝书院的算学确实不错，老夫在山上已经领教过了。宋丽和裴楚两人带着学子在半山腰论学，好些行人是见过的。众人听到宋山长这么说，质疑荣王府作假的声音倒是弱了下去。除了2人之外，还有几人也走进队伍中，一起跟着看着众小孩的卷子。其中有1名中年人，正是都水监的官员，他跟在队伍后面仔细地看着卷子上的题目，见到上面的三角形还有上面算出的角度，双眼冒光。他一下子就拿起了那份卷子，看到是孙展成的名字，激动地大喊：谁是孙展成？你站出来！这名官员正是都水使者曹茂恒。都水使者全面监督都水监的各项工作，包括水利工程建设、河道治理、航运管理等。曹茂恒作为长官，治理河道、水利都是要负责的。可是桥梁的角度问题里面是有门道的，何种角度不容易被河水冲垮，都是要计算的。现在竟然发现一个小小孩童就算出了3角的弧度，让曹茂恒心中震撼。我就是孙展成。你找我弟弟有什么事？曹茂恒见到自己吓到了小少年，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在下是都水监曹茂恒，刚刚失态了。围观的众人听到他还是个官，就更好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他这么激动？孙展成，我再画一个三角的图形，你能否算出它的角度和弧度？大人，请出题吧。沈飞站在台上看着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少儿组最后一题对小孩来说是有难度的，只有这样的题才能分出层次，否则第一名就会有好几个。曹茂恒没有犹豫，立即把图形画了出来，交给了孙展成。孙展成两兄弟一起走了过去，开始看题目。这时候青年组的成绩也出来了，张光真在台上宣读了比赛成绩。当然，成绩最好的人还是福宝书院的学生。太好了，竟然算出来了！你们两个真不错，将来必成大器。在我们书院大班，我俩是最菜的。宋丽一个踉跄，脚下不稳，差点没摔倒了。国子监祭酒孔孝孺正在皱眉思索，就连敲门声都没听到。敲门的声音更大了，孔祭酒这才抬起头来。进来。大人，算学博士孟海福求见。让他进来吧。是。很快孟博士就走了进来。拜见祭酒大人。孟博士不必客气。你来是？大人，这是京城最近流行的试卷，我做了一些题目，但下官不才，只做出几道，还有好些题在下没有研究透啊。孔祭酒心中微微惊讶，同时内心还有些打鼓。这个孟博士该不会是来向我请教的吧？孔祭酒瞄了一眼被他扣起来的卷子，内心竟然有些慌乱。他老孔做到了祭酒的位置，在国子监他就是一言九鼎，最大的官了。若是今日被人知道他被试卷难住，那他的脸要往哪儿搁？孔祭酒扫视了一眼孟博士，心中则是给他记了一笔。孟博士并不知道孔祭酒的心理活动，见孔祭酒没有开口，继续道：大人，今年算学的考题已经出了，按照这个难度，那么福宝书院学生的底子岂不是要把名额包圆了？大人，咱们今年考试题目要不要难度加大一点？他这话出口之后，就在小心地观察孔祭酒的脸色。他之所以会有今日一问，完全是受了好友宋丽的嘱托。孔祭酒现在放松了，这孟博士不是来和他请教答案的，面子保住了。不必改动了，咱们算学就是要招收算学的天才，既然这方面突出，不管是哪个书院出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一句话孔祭酒没有说，提高难度你能提高多少？你自己还好些题搞不明白呢。看来福宝书院他要亲自拜访一下了。是，大人。孟博士拿出了自己的卷子，刚想打开，就见到了孔祭酒拿起茶杯喝起茶来。孟博士心想，祭酒大人这是端茶送客的意思啊。他又把卷子小心地折了起来，收在了袖子里。孔祭酒喝茶的动作不变，眼神却注意着孟博士的动作。见他把卷子收了起来，松了一口气。大人，那下官就先离开了。孟博士离开之后，孔祭酒急忙把茶杯放下，又把刚才研究的卷子拿了出来，盯着空着大半的卷面，内心焦躁不已。不行，他明日就得去福宝书院请教一下那里的先生，否则要是让人知道他堂堂国子监祭酒都答不出来，那岂不是闹了笑话？孔祭酒看了看天色，也不早了，今日先回家吧，暂且躲一躲。孔府也在东城区，因此到家也就只用了1刻钟的时间。大人，四房的孔先生来了，已经等候多时了。孔祭酒很好奇，好好的这人为什么会来？哦，我知道了。孔祭酒换了一身常服才去待客厅。六哥。孔先生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动，主要是他的双腿已经废了，起来并不容易。九爷爷。孔祭酒点了点头，示意小孔先生坐下。六哥，您今日来是有何重要的事儿啊？孔先生这时候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孔祭酒。孔祭酒的眉头一跳，该死的，他有种不好的感觉。那熟悉的纸张太你妈好认了，这是荣华斋的纸，他研究了一下午，不会认错的。
孔继久没有接卷子，而是装糊涂地问道：六哥，这是什么？九弟没听说宝华寺那边的比赛吗？这是我买的卷子，发现里面奥妙不少啊。九弟是国子监的祭酒，难道都没听说？孔继久心想，该死，装糊涂都不行了。孔继久无法，不能再装糊涂。哦，原来六哥说的是这事儿啊，我听说了。九爷爷，试卷中的题我也看了，好些都没搞懂。这福宝书院果真这么厉害？小孔先生对荣世子和荣亲王还有印象的，2年前荣亲王可是闹了笑话的。九爷爷，福宝书院的先生是何来历？听说这人叫裴楚，从前您听过吗？福宝书院的先生我也未曾见过。不是卷子的事儿，这其中的奥妙很深。我听说啊，福宝书院的学生已经使用了那番邦的数字，还有啊，那叫公式的东西又是什么？九弟，你身为国子监的祭酒，不能不知呀。孔继久神情一凛，是啊，这东西是从何处传播进来的？还是谁研究发明出来的？孔继久觉得这事儿大了，不是他丢不丢脸的事儿了。看来不能再偷偷自己研究了，要去进宫禀明皇上才行。六哥说的对，这事儿不小，我得进宫禀告皇上才行。这事儿啊，可大可小，事情你控制不了的时候，也不能藏着掖着。是，六哥说的对。孔继久虽然是3品大官，但是在族兄面前也是会恭敬几分。谢六哥今日的提醒。孔继久知道他狭隘了，想得没有孔老先生长远。他看了一眼孔老先生的腿，要不是当年六哥得罪了先帝，被革去了功名，成了白身，想必六哥在官场上的成就会比他还远。唉，时也命也。荣王府，你们想进空间了？我的身份你早就知道了？知道了。咱们之前经常在一起，你和师姐的小习惯我还是了解的。啊，好吧，暴露就暴露吧，他早就不想隐藏了。不管过去我是什么身份，我这辈子都是你的儿子，你不能厚此薄彼，只当寻儿和叶儿是你儿子，要对我和他们一视同仁。沈飞没想到师兄适应的这么良好，他反倒是有些怔愣。怎么，你不同意？恒儿的眼中一下子蓄满了泪水，他都已经开口叫娘了，师妹竟然不同意，他难道是嫌弃自己？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上辈子都过去了，太遥远了，咱们只管这一辈子。那就好。恒儿其实早就接受了重新投胎的事实，毕竟这辈子除了多些记忆，他真的是新生的，慢慢的从婴儿大小长到2岁半。那我和花花想要个庄子做实验。现在这是春耕的时候，我想实验一下我那高产的水稻。咱们家在辽东郡和北平郡倒是有不少地，只是那边的距离有些远。那不行，最好是近郊的田地才行。家里的2个庄子不合适。你父亲倒是有植田，那个地方行不行啊？也行，只要是水田就行。娘，我想在马场那边也要个动物实验室，你那么多钱，帮我建一个呗，要个豪华气派的。他觉得这声娘有点贵。好，诚心在城外建造一个实验室。他们一家有3个喜欢搞科研的人，花花和恒儿总不能一直躲在他的空间里，那样也不方便，还不如在城外建一个呢。只不过距离可以选得远一点，别实验室再发生意外把熊猫馆给炸了。沈飞想到爆炸，还是把自己心里的疑问问出来了。你们2人要投胎，为什么不选别人的肚子啊？那样咱们也不会这么别扭了。我们当然也想像你一样，直接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重新活了。是啊，那你们为什么不呢？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不行啊！我俩和师父3人的魂魄困在实验室里，又没办法和外界沟通，我们唯一能重新活命的机会，就是通过你的肚子。所以我肚子里有了孩子，你们当初的魂体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哦，是这样啊。那师父呢？3胞胎是3个男孩子，师父怎么没在？
哈哈，师傅过不了心里那关。反正我出奶的时候，他说他不要重新投胎。好吧，那个老头不愿意就算了。沈飞已经打定主意不生孩子了，那避孕药他已经研究出来了，已经吃了一段时间，没有怀孕的迹象，说明这药好使。行了，你们先回去吧，等你爹回来，到时候带着花花去植田那边看看。还有实验室的建造，那可不是小事儿。恒儿，你先自己规划一下，到时候还得去工部找人设计。好，好。广安侯府，广安侯头一次这么仔细打量小孙子朱玉安。往日他把目光和精力都用在大孙子朱玉明身上。玉安，你真的只有最后一题不会，剩下的都做了？祖父，我在学堂都学了的，会做有什么奇怪的？弟弟，你也会心算吗？朱玉安对了对手指，他的心算不是很厉害，现在只会2位数的心算。会吗？什么心算？玉明，你好好说说。朱玉明就把看到的事情说了一遍。祖父，就是这样，福宝书院的那几个学生随意出几个数字加减的，就能快速给出答案，很是厉害。广安侯听到朱玉明的说法，看朱玉安的眼神更热切了。玉安，你也会吗？朱玉安点了点头，然后又伸出2个小手指。我不厉害，我只能算出2位数算术。广安侯愣了一下，然后笑呵呵地揉了一下朱玉安的小脑袋。那祖父就考你2位数的好不好啊？好，祖父你出题吧。广安侯还没开始，朱玉明就忍不住了。29减去34是多少？55。45加上23是多少？68。朱玉明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旁边人。大少爷，小少爷的结果都对。广安侯心中咂舌不已，这还是他的孙子吗？玉安，不错，不错。朱玉明显然也是很惊奇，这个小弟不简单，至少他不能张口就来。不能这么出，大哥你要这么出题才行。67加上45减去29减去38是多少？或者98减去34加上45减去29是多少？这要赶紧的玩才行啊！像你刚才那么问没有难度。朱玉明略显尴尬，怎么办？他这个大哥在弟弟面前再次丢脸了，这弟弟压不住了呀。广安侯则是一脸吃惊地看着肉墩墩的小孙子，这是我孙子，我的孙子。广安侯突然觉得废物儿子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至少生的孩子是个聪明的。安儿不错，不错，算术如此天才。祖父不是我聪明，是我书院的夫子厉害，还有沈姨也厉害，他教了我们好些新知识呢，可有意思了。夫子厉害，安儿也聪明。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大孙子，有些后悔当初送的不是这个，不过现在也不晚。广安侯这一瞬间已经有了决断。小福宝从皇宫回来之后，最先问了府中的事。徐慧，府中一切都正常吧？这次进宫还真不是小福宝主动去的，是皇上把他叫过去的，原因无他，当然也是因为卷子的事儿。小福宝自然是对皇上一顿夸沈飞，就差说他娘是天才了，可以无师自通云云。皇上只能一言难尽地看着小福宝，不再追问沈飞怎么会的那些知识。不过放弃追问原因，不代表皇上会放弃那些先进的知识。在知道福宝书院只有2名夫子，而且还算不上有才华的时候，他直接给福宝书院赏赐了2名夫子，明面上是来当夫子的，实际上是来偷师的。小福宝知道了皇上的小心思，他也不在意，反正夫子的俸禄是皇上掏钱。没有什么异常，只是2小姐和2少爷去了王妃的院子，3人在院子里待了好久才出来呢。李说只有花花和恒儿2个孩子，其他的孩子不在。不在。小福宝想到花花的异样，他知道花花和娘亲来自同一个地方，一个非常先进的世界。可是二弟恒儿呢？这小子从前很正常啊。走吧，去墨轩院。小福宝刚到墨轩院，就听到了叫声和闹声。下人见到是小福宝来了，也没有通报，毕竟3胞胎还小，没什么隐私可言。小福宝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老三寻儿骑在金毛身上，
金毛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趴在地上。金毛起来，驾！金毛没有动作。伊尔，你快命令他。伊尔翻了一个白眼。他也不是人，听不懂人话。熊儿觉得没意思，从狗身上下来了。伊尔，咱们玩打仗吧。行吧。于是两个小孩拿起小木剑，开始比比划划地玩了起来。小福宝进来之后并没有打扰两个小屁孩，观察了好一会儿，发现这俩货都是真小孩。不过只有老三和老四，那老二呢？小福宝走了过去，让打斗的两个小不点儿停了下来。大哥！老三寻儿仰着小下巴看着小福宝，他平时虽然淘气，但是见到小福宝的时候就老实了起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下意识地觉得在这个家里可以惹恼父王和娘亲，但是哥哥不行。寻儿，你玩什么呢？我在和伊尔玩打架。哦，寻儿是喜欢练武？我不喜欢练武，我喜欢玩。小福宝抽了抽嘴角，好吧，现在还小，不着急，慢慢练。都是王府的孩子，楚家的下一代必须文武全才。练武也是很有意思的，从明天起，你们三个就早起和我一起练武，好不好？寻儿很想说不好，但是看到小福宝的眼睛之后又不敢了。他看了伊儿一眼，想让弟弟帮帮他。伊儿自从小福宝来之后，就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谁想到竟然被点名了。他目光幽怨地看了一眼老三寻儿。小福宝也注意到了伊儿。你想练武吗？很有意思的。伊儿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身板，无奈点头。哦，我想。那就好。怎么只有你们两个？恒儿呢？恒儿，快出来，大哥找你。恒儿本来在房间里仔细地画着他的实验室，他要趁着这次新建实验室把空间弄得大一点，谁料就听到了寻儿的喊声。恒儿，恒儿！我来呢，找我什么事？我不是说不要打扰我吗？恒儿刚出来就发现了背着小手的小福宝。恒儿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哥哥，他也听花花提过，这个哥哥能量很大，是可以命令太子的存在。皇上和太子两人都对这个哥哥好得不得了。他虽然好奇这个哥哥有什么能力，但他自身也有秘密，所以很少往小福宝的身边凑。小福宝想到徐慧的禀报，看着恒儿直接问出了口。你和娘亲是来自同一个世界？恒儿懵了，我操，搞这么大的吗？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整个小人都呆住了。小福宝见到弟弟这个呆愣的模样，笑了出来。来吧，咱们俩单独谈谈。恒儿看着小福宝的背影，他终于觉得寻儿说的对，大哥这个人有点恐怖。恒儿，什么世界？哪里的世界？寻儿不懂。哪也不是，你和叶儿继续玩吧。寻儿见二哥不解释也不追问，知道二哥把恐怖的大哥带走了也是好事儿。叶儿，咱们接着玩。叶儿收回探究的眼神，拿起了小木剑，心不在焉的和寻儿玩了起来。小福宝直接去了内室，恒儿也紧跟着进来的。你怎么发现的？小福宝当然不会告诉恒儿，全府上下只要他想知道，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很容易呀，你和花花一样，都不像真小孩。你觉得你和外面那俩小不点儿一样吗？恒儿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双脚也够不到地的大哥，这一刻害怕倒也是少了。哼，他也没比自己大多少嘛，怕个球啊。哦，那为什么猜我和花花来自同一个地方？因为你俩更熟吧，你的特别很好猜。恒儿不纠结这事儿不放了，知道了就知道了，以后行动更容易。他也不站着，这样好像小福宝在审问他一样。既然知道了身份，谁还惯着谁呀？那你呢？你又是谁？小福宝的身子一顿，刚刚慵懒的身子都僵硬了瞬间，但很快就掩藏了自己的情绪。我是谁？我当然是你们大哥。哈哈，既然知道我不是真小孩，你该不会忘记了自己曾经说了什么吧？哦，什么？我怎么不记得呢？我可是从出生就带了记忆，给你提个醒，我刚出生那会儿，嘿嘿嘿。小福宝心想，该死的，百密一疏，忘了这一茬。小福宝现在懊恼不已，
想要怪娘亲为什么生出来的孩子都是小怪物，可是又不舍得。小福宝仔细的思索，好像说的也不多，他装作镇定的样子，满不在乎的道：李出生的时候像个红猴子一样，丑得不得了，我一定是骂李来着。哼，这个大哥绝对是故意的。既然你记不起来了，我就帮你回忆回忆。你那时候脑气横秋的和我交代后事，还说以后荣王府就交给我了，我就是世子了。你记错了，我没说。恒儿没想到这小福宝敢说不敢认。你脸皮太厚呢。小福宝是坚决不承认的，他现在身体倍儿棒，世子之位是不可能换人的。你那时候才多大，和我一样大小就懂得那么多呢，还说什么让荣王府去北地，远离朝局，不被牵连等等。哼，我看你身份才有问题，你该不会和我一样也带着记忆投胎吧？小福宝承认他大意了，在双胞胎和三胞胎小的时候他就暴露了。那时候带着花花和小叶子进宫，花花老老实实的坐在一边听他训斥太子的时候，他就暴露了。不过花花的嘴巴很严，没有在娘亲面前暴露他的底。可是这老二恒儿的嘴巴严吗？小福宝不确定。我从小就聪明，天生的。恒儿只是炸一下小福宝的，他就是觉得这个大哥不简单，炸一炸他，看他能不能露出马脚，而且怀疑他带着记忆，但他也不知道小福宝前世的身份。他也问过花花，但花花只是摇头不肯多说，或许花花也不知道。恒儿也不寻根究底，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哼，你说是就是吧。不过等他有了真实的数据，他一定狠狠地敲他这个大哥一笔。哼，咱们且看吧。小福宝本想和弟弟好好谈谈的，但差点被这小子给试探出老底，以后得更小心了，谨言慎行才行。就是小婴儿也不能放轻松，尤其是娘亲生的宝宝要特别小心。小福宝眼珠一转，一个想法出来了。明天早上你和群儿他们一起和我起舞吧，锻炼锻炼。行。早饭过后你们三个一起和我去学堂吧。我就不用了，我在我们那里学你很高档。杨亲在大禹曹也是文盲。哈？况且你不去，学儿也会闹着不去，你必须要去。好吧，我也去学堂。你们三个年龄也大呢，该给你们配专属护卫呢。恒儿狐疑地看着小福宝，这个大哥操心的真的比父亲都多。和小福宝比起来，那个在军营的父亲好像成了摆设一样。小福宝出门，那身边的护卫和随从个个人高马大的，气势看着都吓人。恒儿可不想自己身边都是小福宝的人。我们还小，没必要了吧？小福宝一愣，然后就想到了其中的关键。哦，那等娘亲给你安排吧。说完从椅子上下来，走呢。于是转身离开了。恒儿看小福宝那有些落荒而逃的样子，摸着小下巴琢磨起来。大哥要是带着记忆投胎，那他上辈子是谁呢？嘿嘿，值得深究啊。况且大哥到底怕什么呢？带着记忆投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哇。沈飞并不知道孩子们的事，他正在给唐之灵写信，让他抽时间回来一趟。毕竟花花试验田的事情迫在眉睫，错过了时间，水稻的成熟度就没了。植田和私有田产不一样，真不是你自己说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的，必须要朝廷同意才行。所以这件事还要唐之灵亲自去工部屯田司说一下才好。彩霞，你让江儿把这封信尽快给王爷送去。是，王妃。彩霞刚走，就有小丫鬟禀报二少爷来了。恒儿，让他进来吧。沈飞不明白，这都要睡觉了，恒儿找他干什么？娘，我找你有事。什么事啊？你说。大哥今天说呢，要送我们护卫的事，我想问问王府的护卫都是哪里来的？你说那些人啊，可能都是皇上赏赐的吧。恒儿一拍脑门，他就是想的太多，还想着来问，早就该知道，问了也是白问。小福宝给你，那你就收着呗，他身边的人都蛮厉害的。恒儿当然知道，他还想着抓大哥的把柄呢，怎么能要他送来的人？那样他还能偷偷做成什么事儿？恒儿从前听说娘和小福宝是一伙的，他还不相信呢，现在真的知道了。哦，我知道呢。不过江二、江七、江八、江九这4个人是你外公送过来的，他们曾经是江家的护卫。啊，那我想要江七、江八、江九3人行吗？
行儿和义儿，我们3人1人1个，选他们3人当贴身护卫。沈飞不明所以，他好奇地看着恒儿。你和你大哥吵架了？没有，我就是看江七他们好。嘿嘿。沈飞显然是不信的，但是也不反对。行，那就把他们给你。嘿嘿，太好了！大哥说明日就带我们3人一起练武和去学堂。沈飞想到小福宝曾经那么排斥上学堂，抓都抓不住，现在倒是想让3胞胎去了，还真是有难同当啊。行，去吧，去学堂也好，还有的玩。小福宝上床前听到徐慧禀报，笑了出来。小脑儿也算是有脑子的，不错，不撒挺好。徐慧淡笑不语。暗卫还是要准备，不要让小脑儿他们知道就好。是，世子。小福宝挥了挥手，徐慧也退了出去。小福宝躺在床上也觉得新奇，娘亲的孩子还真的不简单。不过聪明总比傻的好，娘亲和那人还真是来享福的。小福宝想到唐志玲在军营已经待了快2年了，不知道能不能派出去练手。文官的路子是不行的，那小子觉得没有成就感，那就走武官的路数吧，不知道能不能顶得起来。小福宝叹了一口气，不再继续想唐志玲的事。此时军营里，唐志玲都快就寝了，被人通报说是府中有人送消息，立即穿衣服出来了。隔壁的帐子里的朱坤鹏听到动静也出来了。荣亲王怎么了？没事，家中来信了。这么晚送，是有什么急事？这时候一个小兵跑了进来。王爷，府中的信。唐志玲把信打开之后，快速的浏览了一下，知道是件小事，放心了。你去告诉送信的人，我明日就回复。是，王爷。何事啊？这么着急回府？不是什么大事儿，家里京郊没有水田，所以想利用我的植田种水稻。这事儿确实不大，你明天是不是就能请假了？请假回去。那我也请假，和你一起走。你有什么理由？我也看我的植田，不行啊。好吧，论起脸皮厚，还真得服气朱坤鹏。唐志玲不知道朱坤鹏死皮赖脸的跟着，还真让他捡了个大便宜。到了秋季的时候，还真的跟着大丰收了。1日一早，唐志玲请好了假，就和朱坤鹏一起骑马回城了。唐志玲没想到朱坤鹏那么蹩脚的理由，上面都答应了。唐志玲骑马回府之后，立即换上了居家常服。王妃呢？这个时辰还没起来？王爷，王妃早就起来了。咱们王府近日接到了好些帖子，好些官家夫人求见。王妃今日不曾睡懒觉，她正招待官夫人呢。怎么回事？好好的，为什么来见王妃？小厮就把京中发生的事和唐志玲描述了一遍。王爷，咱们福宝书院火了，好些官员家的孩子都想送到福宝书院启蒙呢。唐志玲还没想到会有这一出，她摇头失笑。3胞胎呢？府中怎么静悄悄的？3位小少爷被世子带到福宝书院了。世子说3位少爷到了启蒙的年纪。好吧，带走就带走吧。王爷，还不止如此呢。还有什么事？王爷，世子要带3位少爷习武，闹了好些笑话。3公子特别淘气，把世子弄得都没办法继续练武，所以就放弃了。唐志玲想到那个场景也觉得好笑，在心里把小福宝好一顿嘲笑。唐志玲知道孩子们都不在，沈飞又在招待客人，就不在府中停留了。她直接骑马去了书院。很快唐志玲就到了书院。唐志玲来学堂的次数不多，但是孩子们的教室还是能找到的。原本还以为学生不多，只有家中的小不点儿和杨家朱家的小孩，谁料竟然看到20多个小娃娃。唐志玲仔细地辨认了一下，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和沈飞很像的小男孩。这是北京王府的便宜小舅子到了。查了一下，北京王府的8个小娃娃也来了，还真是稀奇。这时候一个身板结实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给唐志玲行礼。王爷。你是？王爷，属下江涛，是北境王府的人，以后护送小主子们上学堂。原来是江先生，这边请。两人去了后院，落座之后，唐志玲率先开口。王爷在南疆那边还好吧？北境王这2年又被派遣到了南疆防护，北面的突厥人老实了，南疆又蠢蠢欲动，因此北境王又率兵出征了。王爷在南疆一切都好，王爷知道大小姐开了书院，就吩咐了要把府中的少爷和小姐送过来。
只是那时候天气还没暖和，王妃怕孩子们不适应，就没送过来。江涛没有说实话，其实是老王妃和萧王妃信不着沈妃办的书院，就没把孩子送过去。如今福宝书院出名了，老王妃就松口了，直接把孩子送了过来。唐之陵也没寻根追底，来就来吧。孩子们还小，还得先生多留意，以免磕着碰着了，你也不好交代。王爷放心，我们主子交代过了，小孩子打闹玩耍，磕碰难免。况且小公子们将来或许也要上战场的，就要皮实些。这时候就听到了摇铃声，唐之陵知道是下课了。下课了，过去看看吧。说完，两人一起离开了后院，向前院学堂走去。唐之陵刚出现的时候，三胞胎一眼就发现了。爹，你来啦！唐之陵立即蹲下，接住冲过来的小炮弹。爹，我好久没见你了，好想你啊！乖儿子。伊儿不干了，他扒着唐之陵的裤管。爹，还有我呢，还有我！唐之陵没有办法，只能弯腰把伊儿也抱起来。就这样，唐之陵一边一个抱着两个小娃娃。唐之陵这时候很庆幸，三胞胎只有2个粘人的，恒儿很懂事，要不然他还真抱不过来。爹，还有我呢！小老二恒儿也一改从前的模样，在唐之陵面前也像个小孩一样，缠着他不放。唐之陵心情很好，他离开家里，孩子们还是想他的。不仅是三胞胎，北境王府的几个小孩子也齐齐的喊姐夫，向唐之陵跑了过来。江晨义等几个小孩见到唐之陵抱着三胞胎，眼睛里面羡慕的不得了。北境王不在府里，孩子们没有男性长辈亲近，见到三胞胎被唐之陵抱着就很羡慕。江晨义眼巴巴地看着唐之陵，让他一低头就看到了江晨义眼中的羡慕。唐之陵把义儿和寻儿放下，把江晨义抱了起来。来，让姐夫抱抱。姐夫好大哇！你排行老几啊？我是老3江晨义。唐之陵感觉这孩子有点轻，他明明比三胞胎还大半岁呢，还没三胞胎重呢。有了江晨义打头，北京王府的其他孩子也分别让唐之陵抱抱。不行，这是我爹，不是你们的。你爹是我姐夫，当然可以抱我。是啊，3只都行，我们为什么不行？寻儿看了一眼江晨义，见到那张跟娘亲很像的脸，开口道：这个哥哥像我们家人，我爹可以抱他，你们不是就不行？不是，我们都是你舅舅，不是你哥哥。是，你说错了。几个小孩子叽叽喳喳的，唐之陵顿时感觉头痛。他把江晨义放下，然后又哄了哄其他几个小不点儿，总算在上课之后才脱身。唐之陵暗自打算，以后啊，这学堂他还是少来。哎呀，小舅子太多也是有点麻烦。王爷安好。啊，夏先生不必得礼，我今日来是找花花的，带他出去一趟，不碍事吧？王爷，花花郡主极其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那劳烦先生把花花叫出来。是，王爷。夏先生走进教室，带出来的不仅只有花花，还有小叶子。爹，你要带妹妹去哪儿？我也要去。爹爹要去工部，小叶子你还小，不适合去。那妹妹呢？她比我还小呢，她怎么可以去啊？爹，要不然爷带着小叶子吧。唐之陵听到这声爹，心中狐疑。他已经发现了，这小姑娘都是尽量避免称呼自己的，现在怎么变了？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唐之陵是开心的。那好吧，那就一起走吧。不过小叶子，我们可能会出城哦，你当真要去？我去，我一定要跟着。小叶子不知道，她去过一次，以后就都不想去了。于是唐之陵就带着2个小姑娘去了工部屯田司。工部是唐之陵的老东家了，这里好些官员都认识唐之陵的，见到他立即纷纷上前打招呼。哦，王爷好。王爷，您来是为了何事啊？难道我夫人那边出了什么事儿吗？唐之陵一愣，这才想起来小厮说沈妃在招待官夫人。无事，我今天找你来是说植田的事情。那就好。王爷，您的植田今年可是有了变动啊。我来是想和你说一声，今年我植田中的水稻，我们王府自己出种子。李泰刚刚走近，就听到唐之陵这句话，立即眼睛一亮。荣亲王，府上可是有了新的良种。李泰觉得他又可以刷功绩了。李尚说，
我想选几块距离京城近的水田做实验。哦，荣亲王，实验田可是有风险的，不能让您一家受累。我的植田呢，在京郊也有，我身为工部的主官，必须要以身作则，把我的植田也算上吧。唐之灵觉得自己竟然在李尚书的身上看到了贾尚书的影子，他不确定自己家中有多少良种，于是低头看向花花。实验田是有土质要求的，若是大人的田地合格，也可以做实验田。李尚书听到奶乎乎的小声音，低下头才看到花花。荣亲王，这就是荣王府的小郡主吧？哎呦，竟然如此聪慧，对种地还有讲究呢。啊，是的，这是二郡主，小名花花，她喜欢呀研究花花草草的。李太也没奇怪，他觉得这小郡主应该是受到了荣王妃的遗传，毕竟这小郡主完全继承了荣王妃的容貌。荣王妃就很会种地，京城的酒楼茶肆的青菜几乎都是荣王府包了。于是众人就把官员植田的舆图拿了出来，开始讨论哪块适合当试验田。花花人虽然小，但是她是小郡主，别人也没驱赶她。小叶子早就觉得无聊了，她本来以为外出会很好玩呢，谁料还没有书院有意思呢。在书院她还有好些小朋友，能玩的东西也多。小叶子慢悠悠地在皇城中走了起来，当见到一个人脚步匆匆地往一处走去的时候，她立即哒哒地跟了上去。司农寺。司农寺卿甘伟见到部下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好奇地问道：到底是何事如此慌张？大人，荣亲王去了屯田寺。去就去了，有什么奇怪的？大人，荣亲王亲自来屯田寺，好像是要拿植田做试验田的，种植高产的水稻。高产水稻？哼，水稻的产量完全比不上小麦，还高产。大人，下官听说那水稻可以达到亩产2000斤。什么？2000斤？你没听错。是，荣亲王是这么说的，下官亲耳听到的，预计亩产2000斤左右。甘伟终于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内来回踱步。这不可能，从古至今就没有这么高产的水稻。水稻亩产300-400斤都算是高产了，在北方水稻也才亩产100-200斤，现在竟然传出亩产2000斤，简直是痴人说梦。甘伟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又觉得对荣王府来说不能按照常理推算，毕竟现在大禹朝大面积种植的玉米就是荣王府鼓捣出来的。你仔细说说，试验田是怎么回事？司农寺前朝是掌管屯田司的，可是现在被分在了工部，随之官员的植田都分给了屯田司管了，以至于司农寺倒成了摆设，只管着皇上的皇庄，权力一下子就缩水了。大人，要是那什么水稻真的能高产，皇庄今年没有种植，皇上会不会怪罪下来？若是不阻止屯田司的种植，咱们是不是也要加入啊？姚文卓是打着阻止不了就加入的原则，总之不能让工部屯田司一家有功劳。他们司农寺也担着一个农字呢，这是天下表率呀。要是真有什么新品种，那也应该是他们司农寺首发呀。甘伟有片刻的心动，但是想到了今天见的老友偷偷给他透露出来的消息，甘伟的焦躁又少了一些。今年咱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必受屯田司影响，种植还是以耐旱的玉米和小麦为主。大人，这要是到了秋季，他们出了高产的水稻，恐怕又是屯田司的功劳了呀。哼，恐怕那时候就不是功劳，而是笑话了。走吧，咱们也去工部瞧瞧去。说完就率先跨过门槛，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姑娘。你是谁家的小娃娃？我是荣亲王家的。甘伟很尴尬，这背后说人还被人家的小孩给听到了。不过看他这么小，应该听不懂大人说话吧。走吧，我带你去找你父王。你这么小，到处乱跑可不乖哟。好。于是甘伟就牵着小叶子给唐之灵送回去了。此时唐之灵也选好了地块，才意识到大闺女丢了，正想出去找呢，就见到司农司的甘大人亲自牵着小叶子走进屯田司。爹，这老头来看你笑话来了。甘伟听到小叶子毫不客气的拆台，在心里抹掉了小叶子可爱的印象。这丫头恐怕脑子也不笨。荣亲王，李尚书。唐之灵听到小叶子说笑话的时候，还没想明白什么笑话。甘大人提起过本王？荣亲王，下官并没有提起王爷，只是见小郡主来了司农寺，才把她送回来的。
不对，我没说谎，他们不是这样说的。小叶子把听到的一些话说了出来，当然他去的时候只听到了后半段内容，然后又学话道：大人，要是到了秋季，他们出了高产的水稻，恐怕又是屯田司的功劳了。哼，恐怕内容就不是功劳，而是笑话呢。小叶子学得有模有样，还一副我没说谎的样子看着唐之灵。父王，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甘伟有点尴尬，完了，丢大脸了。该死的，这小丫头记忆力怎么这么好，竟然一字不差。这小丫头难道是过目不忘？花花仔细地瞧了一眼小叶子，这小丫头还有这一手，还真没看出来啊。看来以后还真糊弄不了她了。唐之灵有些生气了，他好歹也是亲王。看来本王在甘大人眼中不过是个笑话罢了。甘大人，可是对本王有什么不满呢？下官不敢。甘伟非常后悔为什么要亲自来送荣王府的小郡主，他要是不来也不会被质问。小叶子个子小小的，一抬头就对上了甘伟的眼神。甘伟看到小叶子圆溜溜的眼睛，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样子，可爱的紧。他决定不被这个小孩的外貌给骗了。这小丫头看着像个傻乎乎的白馒头，但她是个汤圆，馅儿黑得很。父王，这老头嘴巴抖个不停，是不是生病了？不敢就好。唐之灵也不想甘伟出事，否则御史台的御史又有事儿可干了，一定会抓着他不放的。甘伟这时候才把腰直起来，他虽然面无表情，但内心已经积攒了情绪。工部尚书李泰琢磨着小叶子说的话，唐之灵没想到的，李泰一下子就明白了。在朝堂斗争方面，唐之灵这个小菜鸟怎么比得上他们这些职场老油条？荣亲王恐怕是误会了，甘伟嘲笑的不是他，而是他李泰呀。甘大人的消息好灵通啊，我们工部才有的决定，甘大人已经知道了。李尚书过奖了，在下也是听说屯田司有了高产的良种，听说有那亩产3000斤的水稻，本官今日来不过是想要观摩一二罢了。李泰满脑子问号，3000斤，甘伟是不是疯了？谁也没说过3000斤啊！李泰也没见过高产的良种，他只是单纯的相信荣王府，想要跟着荣王府的步伐，他只想在后面喝口汤罢了。只是他没想到甘伟一下子就点出了亩产3000斤的结论。甘伟这厮是把在荣亲王那边的气撒在了他身上，这话可不能接，要是承认了，到了秋季达不到，他岂不是要闹笑话？甘大人说笑了，都是试验天，还没结果呢。其他的成果呀，一切都是谣传啊！甘大人可切莫被那些以讹传讹的小人给骗了呀！哦，是这样呀，那是本官听错了。多的话甘伟也不打算说，他是一点也不想劝李泰的意思，反而希望今年屯田司拿越多官员的职田当试验田越好，到时候那结果就够李泰喝一壶的。职田的一半收益可是归国库的，另一半是归官员的。国库减产那是得罪皇上，得罪朝廷官员，那暗中给李泰使绊子的人也不会少。哼，他就静静地看着李泰吃瘪就好。不过水稻能高产的消息，他一定会好好的帮他们宣传的。到时候没有达到，哼，总有他们好果子吃。下官还有些公务，就先告辞了。唐之灵淡淡的点头，李泰则是道：甘大人慢走，有空啊常来我们工部坐坐啊。甘伟一甩衣袖，大踏步往外走去。小叶子记起沈飞让他在外面要讲礼貌，他立即喊道：老爷爷。老爷爷喊的是我吧？至少这几人中就他的年纪最大。老爷爷再见。哼，不能再被这小丫头给骗了。甘伟脚步不再停留，快步的离开了工部。父王，老爷爷好像生气呢。李泰没忍住，终于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荣王府的小郡主气人是有一手的。花花这次是坐在马上的，感受风吹在脸上，让她一直平静的脸也露出了笑容。她觉得等她再大一些也要学骑马，骑马的感觉太好了。舞台叔叔，咱们快点超过父王和妹妹。好。太好玩了。一行人在街道上快马飞驰的样子被茶楼上的几个女子看得清楚。哎呀，
没想到荣亲王这么英武，马骑得这么好，从前还真没有看出来呀。一个娇俏的女子打趣地看着旁边的人，这人不是别人，这是甘伟的小女儿甘芳蕊。甘芳蕊不动声色地摸了一下额头细小的疤痕，这个疤痕是怎么来的，她记得清清楚楚。女子的容貌有多重要，她怎么能不在意？小妹妹，我听说算起来你和荣亲王还是亲戚呢。萧韵秀刚刚那一瞬间只看到了一身月牙白袍子的人，面容倒是没看清楚。她才跟父亲从琼州回到京都，倒是没见过荣亲王。萧韵秀紧紧地攥着帕子没有开口，倒是旁边另外一位女孩开口了。干姐姐，这算起来荣亲王是我和韵秀姐的姐夫呢。萧韵秀正是萧家三房萧学林的女儿，萧学林是萧婉玉的弟弟，算起来萧韵秀也算是沈妃的表妹。萧韵秀只是沉默着也不开口，很难让人猜出她的想法。哎，这说起来啊，在京城表姐荣王妃才是最受闺阁小姐们羡慕的呢。这荣亲王好歹是个亲王了，可是整个王府后院就只有表姐一人。虽说表姐童年被人换走，吃了些苦，可是自她成亲之后，可真是享福了。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荣王妃受宠啊？哎呀，荣亲王真是个好男人，真是把表姐疼在心里了。姚春墨本来是有意把这话说给萧韵秀的，可是说着说着他自己也酸了。王府后院一个小妾没有，就他一个人独大，这满京城的找去也没有像荣亲王这么痴情的。哎呀，表姐生了6个孩子，那既有双胞胎的女儿，又有3胞胎的儿子，还真是让人羡慕啊。这肚子怎么就这么会生呢？姚春墨意识到自己说偏了，又立即拉回来。哎呀，都是女子，还真是同人不同命啊。这有的人呢是先甜后苦，有的人啊是先苦后甜。人这一辈子啊，命运还真是琢磨不定啊。姚春墨是老王妃家那边的亲戚，萧韵秀才进京城，没什么朋友，姚春墨主动凑了上去，萧韵秀也就和姚春墨结交起来。姚春墨的父亲正是司农寺的姚文卓，甘芳蕊是甘伟的老来女，姚春墨自幼就和甘芳蕊相熟，两人要更亲密一点。这次把萧韵秀约出来见面，互相认识也是有目的的。姚春墨注意到他说先苦后甜和先甜后苦的时候，萧韵秀的表情变了一下。甘芳蕊也注意到了，他给了姚春墨一个眼神，两人互相递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好了，不说荣王府的事了，咱们说些别的。我才来京城不久，好些事都不清楚，两位姐姐能否给我说说？甘芳蕊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话题引出个头就好，至于怎么做就看萧韵秀自己了。毕竟在琼州死了未婚夫的女人是她这次回京就是找婆家的。可是她婚前死了未婚夫，这名声有损，高门大户怎么会选她当儿媳妇？想必萧韵秀自己是清楚的，她要是不想嫁个乡野小子，就只能去给人家当妾。可是她是萧家女，就算当妾也要找个门第高的不是？荣亲王不就是好人选？毕竟京城人都知道荣亲王好拿捏，从他被荣王妃拿捏的死死的就能看出来。沈妃，喜欢我送给你的大礼吗？甘芳蕊端起茶杯，轻轻地啜了一口，小心地观察着萧韵秀的神色。她相信萧韵秀动心了。此时唐之陵等人已经出城去了京郊的田地，花花到了这里就开始吩咐几人挖土，还要分别放在不同的袋子里。小叶子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有趣，后来慢慢的就觉得无聊了，看着四处空旷的田地，立即放下小铲子坐在田埂上。哎呀，爹爹骗人，出那一点都不好玩。小叶子觉得以后他都不想黏着花花了，花花的生活太无聊了。花花要选的试验田有好几块，为了不引起种子的串联，地块还要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众人都在忙碌着。唐之陵远远的就看到小叶子那粉色的小身影，所以也没有管他，让他自由玩耍。终于日头偏西的时候，几人才把选好地块的土壤采集好。唐之陵和花花慢慢向小叶子走近，就看见远处那小身影猫着腰撅着屁股，不知道在那儿捅咕什么呢。小叶子，你干什么呢？小叶子听到声音立即转头。爹，你看这东西好可爱。唐之陵双眼瞪大，看着那长着白毛尖嘴猴腮的东西，哪里可爱了？小叶子，你在哪儿抓的白耗子？
花花看到小白鼠倒是没有害怕，前世做实验经常用这东西。爹，这耗子好可爱，咱们带回去吧。唐之灵皱着眉头，刚想拒绝，就听到花花开口了：带回去吧，养着玩。唐之灵有洁癖，自然很讨厌那些小动物之类的，所以他也不靠近小叶子，而是让武丹出马。武丹，你抱着小叶子，咱们回府。荣王府的待客厅，以后你就听二郡主的吩咐。是，王妃。马海被请进王府，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的。毕竟主子成了王妃，对种地也不感兴趣了，好几年也不去庄子桥了。王妃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照看水稻的秧苗的。马管事，这本子你拿好，要每3天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会查看的。郡主，小人没念过几年书，记录的可能不太好。沈飞这才想起他这些仆人文化不高的问题。马海，你现在有几个孩子？王妃，小人有3个孩子了，弟弟家也有2个。沈飞想起来，当初是给他们父子3人一起买的媳妇儿。哦，那你父亲有没有再生？我爹也新添了1儿1女，小人现在有2个比我儿子还小的弟弟妹妹。沈飞有点尴尬。好吧，是他的锅，给马老爹也买了媳妇儿。不过这马家也算是人丁兴旺了，是好事儿。马海，那你回去一趟，和你弟弟和大哥家都说说，孩子可以送到福宝书院上学，学点知识，不当文盲。还有啊，你闲着的时候呢，也把字慢慢学起来。谢王妃给小儿学习的机会。在沈飞眼中，确实是没有太多阶级观念，学校嘛，自然是穷人富人都有，无所谓的，所以送几个下人的孩子去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事儿还留下个小小的隐患。王府墨轩院，小老二恒儿正摸着小下巴，想着怎么取雪儿的乳腺细胞。这事情有点难办，毕竟雪儿被保护得很好，大哥的人一直都小心地照顾着呢。想要雪儿批量生产，还需要不少母马。就是不知道实验室中的那批仪器他能不能用。不过老师又不在，他或许可以打开老师的实验室先用用。恒儿，你怎么不出来玩？薰儿发现现在恒儿变了。恒儿，你是不是不喜欢薰儿了？二哥我呀，正想着赚钱给你买好吃的呢。好，薰儿要多多的。二少爷，我回来了。进来吧。二少爷，这是这次卖的钱。这次是你吗？二少爷，那书铺的老板还想多要几套题，咱们之前送去的卷子在京城都卖疯了。没问题，3天后你再送去几套。二哥，你好有钱呐！恒儿有些得意，他的嘴角轻轻翘起，他也觉得自己很聪明。恒儿终于查完了银票，他这次算上分红的银子，一共得了2800两银票。看到薰儿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怎么你也想要？薰儿想吃好吃的，得要钱买。恒儿抽出1张50两的银票递给了薰儿，拿着吧。谢谢恒儿。一直不说话的叶儿也默默地走了过来，伸出了小手。恒儿看着一向有点沉默的四弟，这个弟弟不活泼呀，要是和薰儿综合一下就好了。不过他也没厚此薄彼，也拿出了50两银票放在叶儿的手中。这次叶儿也笑了出来。剩下的钱，恒儿转身回到房间存好，然后又拿了3个10两的银子，用衣服兜着出来。江七，这是赏赐你们3个的，每人10两。二少爷，给我们的？是给你们的。江七很是迟疑，总觉得这钱收得烫手。恒儿看出了江七的犹豫，开口道：收下吧，你们是我们的护卫不假，但是也有家也要照顾，只要你们尽心照顾我们3兄弟，我保证吃香的喝辣的。二少爷，我们保证以后只听您的吩咐，你说东我绝不往西。我等也听从3位少爷的吩咐。现在就有个事交代你们，你们去城外马场把雪儿的血给我弄点回来。二少爷，雪儿是皇上赏赐下来的，伤不得呀。你们用这个抽1管血就好，放心，不会伤了雪儿半分的。这东西好像针灸用的针呀。恒儿给江七3人介绍了针管的使用方法，然后又拿出了另一支。
这一关找一个木马，也抽一管血回来。是，二少爷。行呢，你们快去快回，我着急用。是。江七等人离开之后，恒儿拿着早就画好的图，打算去找沈飞。我要去主院，你们去吗？我不去，我也要把我的钱藏起来。说完，不管恒儿，立即哒哒地跑回自己房间。叶儿想了想，也拿着钱离开了。恒儿也无所谓，他要和沈飞商量实验室建造的问题，只有2人也好。此时，沈飞看着手中的帖子，皱起了眉头。他没想到萧家竟然会给他送帖子。萧家虽然算是他的外家，但2家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这好好的萧家为什么要凑上来？恒儿进来的时候看到沈飞这样，好奇地问出口：皱皱眉头干嘛？这样会显脑的。沈飞把帖子递了过去。萧家没听说过。沈飞简短地把自己和萧家的关系说了一遍。就是这样，萧家勉强算是原生的外祖家，但我来了这么久，萧家从来没有冒头，这一次突然来了帖子，很是奇怪。无事献殷勤，准没别好屁。你现在都是王妃了，既然不想去掺和，就拒绝呗。哎呀，还真是越大人越傻了。我是王妃啊，不去，别人也拿我没办法。哦，你看看，这是我实验室内的布局，城外的实验室要抓紧造了。恒儿，你看啊，城外那块地要重新盖不说，而且你做实验要出城，要跑那么远，还不如把这实验室设置在城内。恒儿一听沈飞这么说，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怎么，我那声娘还不值一个实验室？当然不是啦，我是觉得城外太远了。我在京城还有2处房产呢，一个在东城，一个在西城，这2处院子都很大，你要不去看看，选一处直接当实验室，收拾收拾，很快就能投入使用的。若是这样，我还不如在王府选一个院子呢，那样更方便。那不行，王府的孩子多，实验室的东西危险，不能在王府内做实验。那好吧，就选那个近一点的吧，东城区那个。沈飞见银子保住了，心中欢喜。那个宅子就是从前的府邸，也大得很，你看了一定会喜欢的。恒儿想到要做的实验也要加快进行，新建实验室没个2年确实是建不好。皇宫内勤政殿，朝中的几名大臣和恭亲王都在，几人议事已有几个时辰了。兵部尚书陈景这时候站出来道：启奏陛下，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调动粮草运往南疆战场，以解断粮之危急呀。皇上，臣以为陈尚书说的不错，烧毁我军粮草的奸细要查，但是解决北境王的困境更重要。皇上气愤地在桌案上捶了一拳。刘爱卿，户部现在还能拿出多少银子？回皇上，朝廷还有2453万两白银。皇上，北境王率领的10万大军粮草没有及时补上，恐怕只能坚持10天了。皇上，粮草只怕要在各个郡县筹集，调动粮草的人也要派个有分量的才行啊。皇上也沉思起来，这人必须要有身份，还不能贪，不能看重钱财。那各位爱卿觉得派谁去调度粮草最稳妥呢？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刑部尚书陈昭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此次的军需运粮官唯有荣亲王最合适。陛下，臣以为不妥。这荣亲王啊，虽然在西营训练过些时日，但恐怕难以担任军需官的重任呐。皇上刚才听见有人要推荐唐之陵的时候，有片刻的动心。他这个弟弟啊，能力要是再强点就好了。荣亲王是皇上的弟弟，此次派他去筹集粮草，地方官员也不敢违逆啊。哼，荣亲王底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若是去了，恐怕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你竟敢如此看低荣亲王，不怕荣世子找你麻烦？几人各执一词，皇上见此也是头疼得很。人选之事明日再议，众爱卿先退下吧。是陛下。这时候冯保禀报：皇上，荣世子来了。爱卿，你这是有什么高兴事啊？是件开心的事，大
大快人心的事，让冯宝拿点酒上来，咱俩喝2盅。这不行，你才6岁，喝什么酒？等你再长大点再喝不迟。拿点果子酒吧。皇上一看小福宝这架势，就知道这酒一定是要喝了。冯宝，送点果子酒和好菜上来。是陛下。等人都走了，小福宝熟门熟路地走到旁边的隔间。有什么好事啊？拓跋叶南死呢。皇上想到唐之灵的身份，又看到此时开心的小福宝，一时不知作何感想，也不知道说什么。那死娘们竟然这么会藏，找了4年多才把人找到。哼，不过他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嘿嘿。小福宝这段时间早出晚归的，就是接到了边境的消息，找到了拓跋燕兰。现在人已经进京，还被他亲手给解决了。小福宝心中的郁气终于是散了出去。哼，敢算计他的人，他不会让他久留，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人挖出来。那荣亲王那里要不要告诉他？告诉他干什么？那女人的事还不值得他操心。皇上一噎，好吧，这都是你们家的事儿，他操哪门子心呢？行了，不说这事呢，酒怎么还不上来？皇上看到小福宝这样，就以为他还不清楚早朝上的事，更不知道南疆的情况。皇上本来还以为小福宝知道了宫里的消息才立即进宫的，现在知道是他误会了。皇上这时候心中竟然有些欢喜，他知道小福宝的真实身份不假，关心小福宝也是真情实感。但他是皇帝，要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小福宝的监视之下，皇宫中任何风吹草动，小福宝都门儿清，那皇上自己也坐不住了。自古以来天家无父子，皇上不是刚登基那会儿了，经过6年的时间，他现在正是年富力强，想要一展抱负的时候，朝中大权都在他手上，他成了真正的帝王。这时候殿外传来敲门声，应该是来了，朕去看看。去吧，要是没来就再催催。皇上自以为隐藏得很好，可是哪里逃得过小福宝的眼睛？小福宝当了一辈子的皇帝，皇上的想法他一清二楚，这也是他这2年不轻易插手朝局之事的原因。他有想要守护的人，娘亲是他的软肋，还有那些弟弟妹妹都是他这辈子的亲人，但是他们至于皇上就没那么重要了。小福宝不会冒险，所以有时候就算皇上的决策差强人意，小福宝也不会出手，不到颠覆大禹朝的程度他都不会管。南疆战场的事小福宝自己知道，只不过他觉得这都不是大问题。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无论是国库还是皇上的私库都有钱，粮草没了就拨银子买粮食，又不是难事。小福宝这个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冯宝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群小太监，几个人把饭菜都摆在桌上。皇上这时候拿了几封折子进来，挥了挥手，你们全都下去。冯宝带人又离开大殿，皇上直接把折子送到小福宝的手边。你看看这几封折子，都是南疆那边的消息。小福宝没有接，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果子酒，小小的抿了一口。味道真好。皇上心想，这小福宝怎么不好奇呢？他难道都不关心朝局了吗？南疆那边出了点事儿，我军的粮草被烧了，北境王的军队怕是只能坚持10天了。小福宝装出惊讶的样子，放下了筷子。什么时候传回来的消息啊？折子是昨晚传回来的。哦，那你是怎么想的？小福宝没有顺着皇上说，或是提什么意见，而是问了皇上的想法。这让皇上有些傻眼，他完全没料到小福宝是这个态度。难道边境的战事还不如拓跋燕兰那女人值得你注意吗？瞧你今天的开心劲儿。说呀，你想怎么做都说出来。皇上算是看出来了，小福宝是真没有想操纵他当个小太上皇的想法，可是这心情怎么不上不下的呢？真是噎得慌。现在当务之急是拨银子下去，就近购买粮食，然后快速送往南疆前线。你的想法不错，可是这钱不少，而且得派个得力又有身份的人去压着，否则这钱拨了下去，到了谁的腰包
就不知道了。小福宝见皇上总说些屁话，一点也说不到点子上，不耐烦地皱起了小眉头。说重点。有人推荐荣亲王去。小福宝放下小酒杯，淡淡地扫了皇上一眼。我就是这么一说，您也就这么一听就好了。嘿嘿嘿。小福宝沉默着不说话，让皇上的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这恭亲王的年纪大了，否则他去正合适。军需官的人选没有选出来，刑部尚书就建议了荣亲王。朕觉得荣亲王的身份确实合适。哎呀，朕还是想差了，荣亲王没有经验，恐怕镇不住那些地方官。再说去战场也是危险啊，这人选还得再斟酌。也好，派荣亲王去吧。这人选再斟酌斟酌吧。啊，派荣亲王去？你才多大年纪，这耳朵就不好使呢？皇上也为难住了，不知道小福宝是不是真生气了。哎呀，这个度啊，真是太难拿捏了。皇上仔细瞧着小福宝的小脸，想看出小福宝的真实想法。可是小福宝怎么能让皇上看出来？老奸巨猾了一辈子，情绪怎么能被他摸透呢？朕觉得荣亲王不合适，况且此行路途遥远，这要是出了意外……婆婆妈妈说哪派他去就派他去，他又不是纸糊的，没那么脆弱。你真舍得？让广安侯跟着给荣亲王打下手。广安侯？顺便让朱坤鹏也跟着。广安侯手底下扭人，广安侯府在兰江的郡县，还扭不少的产业，那老家伙会出力的。皇上心里又有点酸了，这是要给小六送功劳啊。想到唐之灵的身份，再看看小福宝，皇上放弃了。这辈子算起来，小六和小福宝才是一家人，是亲父子。不过这招借力打力也不错，值得学习。那好，这次就派荣亲王去，朕会派一队禁军亲自护送荣亲王。行，就这么定呢。另外，把归德将军杨策也给算上，让他领着禁军吧。皇上心想，这配置是不是太高了？一个广安侯，一个归德将军，单独拎出来哪一个，好像都能独立完成。回到荣王府之后，小福宝才吩咐道：徐慧，派人查一查刑部的陈昭。世子，陈大人是有哪里不妥吗？现在还看不出来，你让令策找几个探子进陈家探探。啊，是世子。小福宝仔细回想陈昭的升迁史，可是没有丝毫疑点。小福宝叹了一口气，嘴里喃喃自语道：唉，难道是我想多呢？城外西郊大营，唐之灵和朱坤鹏齐齐跪在地上接旨。微臣领旨。唐之灵接过圣旨，小心地拿在手里。等宣旨太监离开之后，他才凑到唐之灵身边。之前真的没听到半点风声？没有啊，我不是每天都和你在一起吗？哪里会知道？这就奇怪了，皇上怎么想起来重用我了？难道皇上也发现我的雄才大略，能为良将之才？唐之灵也想不通呢，自然没注意到朱坤鹏的自得。说实话，他的内心活动和朱坤鹏差不多。不管怎么说，证明咱们实力的时候到了。荣王府，沈妃听到唐之灵要出差，惊得瞪大眼睛。真是皇上下的圣旨？是，王妃，王爷确实是这次筹集粮草的主官。沈妃转悠了几圈，心里有了个想法。乔杉见沈妃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转，还以为她在担心唐之灵的安危。王妃，王爷这次出行，皇上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的，不仅让广安侯做王爷的副手，此外还派了归德将军杨策率领一队禁军跟随，此行算得上是万无一失啊。沈妃听到乔杉这么说，眼睛更亮了。乔杉，你说我能不能跟着去？乔杉一整个石化了。沈妃完全没看到乔杉那目瞪口呆的样子，她伸开双手活动了一下肩膀。哎，来这个古代总困在京城，真是没意思的很。王妃，此行的困难是路途遥远，你若是不怕辛苦，想必大概也是可以去的吧。
乔杉最后那句更是小心措辞。乔杉认为沈飞的身体娇弱又不会功夫，去了也是受苦。沈飞不知道乔杉想差了，他是想到了现代的爸妈有些想念，想到爸爸，意识到这辈子的老爹对他也不错的，又是原主的亲爹，那四舍五入也是他的亲爹，他爹都要断粮了，那他怎么能不去救？去，必须去。没有也许和大概，我必须要去。乔杉吓得一个激灵，去就去呗，王府谁还管得了你啊？乔杉，你去看看王爷回来了没有？是王妃。乔杉离开之后，沈飞才想起来家中的孩子们。小福宝大了，不用担心了。花花是师姐，有着成年人的灵魂，她也不用担心，闹不出什么事儿。小叶子嘛，是个粘人包，应该要费一番功夫。三胞胎嘛，恒儿是师兄，问题不大。寻儿和叶儿更依赖奶娘一点，她这个娘反倒是更像个玩伴。总体来说，除了要解决小叶子，其他几个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沈飞给自己做了一番心理建设之后，就兴冲冲地去了前院。他要等唐之灵回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尚书府，陈家一处院落内，陈大人果然好手段，皇上已经同意荣亲王出行了。本官已经答应你们的要求了，出面向皇上进言，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陈大人，这事小人怎么做得了决定，还是要看我们主子怎么吩咐。陈大人，你要记住，你能安稳地坐在这尚书之位，是我们主子仁慈，否则按照那位的手段，你们全家早就身首异处了。大不了鱼死网破。哼，鱼死网破，好啊，鱼死网破，看看咱们谁的损失更大。反正我们主子如今已是洁身一人了，而你呢，陈尚书，你的小孙子才出生吧？我去瞧过，真是可爱的紧呐。鱼死网破，切，你敢吗？不，他不敢。现在已经不是他辞官就能解决的了。他身后有陈氏家族，他有亲人，陈家百余口人不能跟着他搭上性命。是本官想差了。哼，尚书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听他们主子的。陈大人明白就好。我可以试试给你们帮助，但我不能总是开口，否则皇上也会起疑的。放心，我们主子比你明白，我们又不让你做多冒险的事儿，只是想你在关键的时候左右一下皇上的想法罢了。陈尚书感受肩膀的重量，心中更是燃烧着一把怒火。他堂堂的大禹朝的尚书，正三品的官，竟然被人如此看轻。好了，我先走了。陈尚书看着男人从窗户利落地翻了出去，眸子闪过狠厉。那证据他一定要找到，否则还会继续受人威胁。那位也要找到他的藏身位置。主院内，唐之灵照例先去沐浴了。今天唐之灵回来，晚饭可以一家人一起吃。李嬷嬷，晚餐通知厨房，要准备的丰盛一点。王妃放心，老奴亲自去厨房交代，多做几样王爷喜欢吃的菜。好，交代厨房再添一道狮子头，小福宝爱吃。是，王妃。小福宝刚进主院就听到了沈妃的吩咐，心里美滋滋的。娘亲还是最喜欢她的。小福宝快走几步进了内室。娘，我奶奶。仔仔来了，快过来。仔仔，最近在学院乖不乖啊？夫子讲的都会吗？感觉你好像挺忙的啊。小福宝这些日子忙着报仇杀人呢，确实是来主院的时候很少，加上他有意隐瞒自己的行程，沈妃是半点消息都不知道。娘，我功课很好，夫子都夸我嘞。功课好是必须的，你是我儿子，一定也是随了我的聪明才智啊。这时候门外传来了噔噔的脚步声，还有时不时的尖叫声。小福宝一听这动静就知道大部队来了。我赢了，雪儿，你要把你那12人生肖玉素给我。不帅，大姐比我大，跑得当然快，这比赛不公平。小子，你想赖账？寻儿想到他的新玩具，根本不想给小叶子。我想赖账，我反悔了。哼，那就给你看看我的厉害。
于是2个小孩子就这么扭打在一起。伊尔，快过来帮忙！伊尔不是很想管，但是寻儿已经向他伸出了尔康手。最后没有办法，伊尔只能过去帮忙。花花和恒儿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打在一起的小豆丁。花花，快来救我！花花也不是很想帮忙，她这个姐姐多淘气，她是知道的。你们为什么打架？寻儿这小子说话不算话，你快来帮我！这时候，沈飞和小福宝一起走了进来，看到打成一团的小豆丁，也是很头疼。住手！沈飞平时笑呵呵的，但他真的发起脾气的时候，孩子们还是怕的。你们3个都给我站好！说，为什么打架？谁先动的手？娘，是姐姐先动的手。娘，是弟弟不讲信用，输了就不认账。是你先打我的，你是姐姐，一点也不尊了。哎呦！2个小不点儿就这么吵了起来。沈飞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也是头疼的很。小福宝这时候也听明白了，他背着小手走了过来。都不要吵啦！学儿，李斯来子汉，要说话算话，输了就得认。12生肖玉塑给小叶子。寻儿不想答应，但看到小福宝沉着脸，又看了看沈飞，也没有帮他说话的意思，只能点了点头。好，听大哥的。小叶子听到小福宝这么说，心里美滋滋的。大哥还是向着他的嘛，呵呵。小福宝自然看到了小叶子那得意的小表情。小叶子，你是姐姐，不能欺负弟弟，以后啊也不能总动手，明白吗？小叶子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这次是他占了便宜，于是点头。我知道了。小福宝看了小叶子一眼，这妹妹还得找个教养嬷嬷来磨一磨她的性子。哎，娘亲什么都好，就是在养孩子上没有经验，她得帮着点娘亲。唐志玲沐浴过后也来到了主院，看到几个孩子都在，也是心中欢喜。都愣着干什么呢？爹，你回来啦！唐志玲好些日子没见到孩子们，也是心中想念，就这么问了一些孩子们的近况。小叶子和寻儿都是争着回答了。沈飞这时候凑了过来。你这次去执行任务，什么时候出发？明日一早就要出发了，南疆那边等不及了。沈飞没想到这么匆忙，他也想跟着去呢，那岂不是准备的时间不多了？唐志玲，你说我和你一起去怎么样？你想一起去？当然，我去了还可以帮你忙呢。你别忘了我有什么东西啊。对，还真的可以。那你和我一起去吧。不行。娘，是吃好吃的吗？寻儿也想去。花花、恒儿，你们把他们先带走，去别的地方玩。小叶子看出小福宝生气了，现在也不敢再撒娇，于是也跟着其他孩子走了出去。仔仔，你为什么要反对呢？娘，这次筹集粮草路上很是奔波，况且很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能去。没事，有危险我躲进空间里啊，还能带着你爹一起进去。小福宝竟然无话可说。况且不是说战事紧急吗？而且前线已经快断粮了，咱们可以在京城带些粮食放在我的空间里，路上轻车简行，也能很快。沈飞说了很多好处，竟然让小福宝想不到拒绝的理由。对啊，你空间里的确是可以放一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我去最合适不过了。小福宝见说不通，两人只能道：那我也去。去呗，一起去。想去就去，要是不习惯路上的奔波，你还可以待在空间实验室里。那就这么决定了。本来让唐志玲自己去的时候，会给她这么高的配置，也是觉得这次朝中有人提议唐志玲去，有些蹊跷。这次出行或许不会很太平，但是去战场嘛，哪有没危险的？可是现在娘亲也要去了，那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了。至少她跟在娘亲身边也能安心些。行，那就这么决定了，咱们分头准备吧。小福宝撂下这话之后，就立即转身离开了主院。他要离开京城，还要瞒着点皇上，否则他绝对出不了城门。沈飞见小福宝脚步匆匆的离开，也是有点奇怪。你说仔仔是不是有点怪？好像有什么事瞒着咱俩呢？那小子的秘密可多着呢。可能是想着出门太激动了吧。沈飞耸了耸肩，不再想小福宝的异常。唐志玲，
你担任军需官，那你说咱们家的粮食能不能趁着这一次一起卖了？咱们家的粮食？对呀，这几年咱们家产的粮很多，现在仓库里的还有庄子里的粮食都囤积了好些呢，正好趁着这一次都卖出去。也不是不行。这俩人说做就做，也不管现在已经到了下午3点多了，还是决定出城去把庄子上的粮食都收了。与此同时，王府还派了人去京城的粮铺收粮食。整个王府因为唐之灵的命令立即行动起来。广安侯府，侯爷，荣王府动起来了。什么叫荣王府动起来了？侯爷，荣王府的下人在全京城的粮铺开始收粮食呢。爹，荣亲王还真是行动派啊，现在就做准备了。京城的粮食充足，价格不高，现在就买粮食再合适不过了。荣亲王还真是聪明，我都没想到这招啊。谁料广安侯满脸黑线，他教训不了荣亲王，倒是看着眼前洋洋自得的儿子很是生气。聪明？我看是瞎聪明。哎呦，爹，干嘛气我？从京城到南疆距离有多远？你不知道吗？啊，这么远的距离怎么运粮食啊？这人力物力得多少钱？还有你是能变戏法啊，把京城的粮食运到南疆，等你到了那边，南疆的士兵人都饿死了，在京城开始收粮，简直是瞎胡闹。爹，你说的好像也对啊。广安侯看了一眼糟心的儿子，想到更糟心的那一位，他还不好教训，强忍着怒气。你赶快去荣王府，让他立即停止收粮。还有，也要委婉地和荣亲王说一下，不要自作主张，大事也要和我商量商量，不要自己蛮干。广安侯真的不想这么说的，谁料那草包王爷也不按常理出牌，还没和他商量，自己就干起来了，这不是瞎胡闹吗？一时间广安侯心累得很，到底是谁让他接了这么烫手的山芋？哼，要是让他知道是谁和皇上提议的，他一定给那人好看，真是太损了。萧红卓正在密室中和朝中几位官僚商量要事，就被下人禀报百盛粮铺的萧掌柜到了。让他在偏房等我。是，大人。人离开之后，甘伟才开口：大人府上可是有何要事？是粮铺的掌柜来了，不是什么大事。萧大人，萧掌柜此次来或许和荣王府有关，大人不妨出去看看。甘大人何出此言呢？屋中的几人都是萧红卓拉的小团体，萧红卓为了二皇子已经在秘密布局了，因此他也在悄悄地拉拢朝中的官员，希望这些人能支持二皇子。当然他现在拉拢的官员地位都不太高，除了新拉拢过来的甘伟职位高一些，但他很有耐心，他的目的是在6部都要安插自己的人。荣亲王和太子的关系好，因此萧红卓选人的时候也是选那些和荣亲王不对付的人，甘伟就是最新进来的，两人品级一样，他也格外重视甘伟的意见。甘大人不妨说一说你的想法。荣亲王成了军需官，按照他的脑子，现在开始在京城收粮也无可厚非。在京城开始收粮，不可能吧？放在荣亲王身上就没有不可能。这荣亲王不靠谱，广安侯可不是，他不会允许荣亲王胡闹的。户部郎中裴海中也好奇呢。荣亲王不一定听广安侯的。好，本官就先去见见萧管事。萧红卓来到偏房，萧管事立即行礼问安。参见大人。不必多礼，你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大人，荣王府的长史来了百盛粮铺收粮，咱们卖不卖？要卖多少？萧家在全国都有粮食铺子，前几年小福宝就罚了他一次，让他出粮草给北地。萧红卓一直记着这笔账呢，收拾不了小福宝，收拾他老子也是好的。自从知道荣亲王成了这次的军需官，萧红卓就在做准备，这次一定要狠狠地吃荣亲王一笔，一定要卖高价粮给荣王府。不过那些是打算到了亭州再卖给他的，岂料他竟然真的在京城就开始收粮了。萧管事见到萧红卓一直没有反应，小声提醒：大人，咱们卖吗？京城金谷和宝丰两家粮铺卖了吗？金谷粮铺背后的东家是赵国公府，而宝丰粮铺的东家是郑国公府。
这两家的粮铺还能和萧家粮铺较量一二，其他家的则是小铺子，萧红卓完全不放在眼里。大人，这两家都卖了。我来的时候，粮铺的伙计已经开始往荣王府运粮了。好，真是太好了。卖，咱们也卖。你快去通知，藏在庄子粮仓里的粮食也都卖给荣亲王。大人，这是不是太多了？庄子的粮食可是有2仓的，这时候卖了可是亏了。京城的粮价不比外地呀。哎，不妨事，你尽快去安排，一定要把粮食卖给荣王府。快去。是，小人这就去。荣亲王，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栽个跟头。萧红卓觉得自家的管事还是太保守了，不像赵家和郑家的管事那样机灵。那2个粮铺可是迫不及待的卖粮，一定也是想坑荣亲王一把。萧红卓想到唐之陵这么多仇人，心里美滋滋的。他一脸笑意地回到了待客厅。陈大人猜得不错，萧管事确实是为了荣王府收粮的事来的。我已经让萧管事一定要卖粮食给荣王府了。大人高见呐，趁着广安侯没反应过来，坑荣亲王一笔也是好的。这圣旨今日才下，荣亲王还没去户部要银子呢吧？自然，荣亲王初次办差，还不懂里面的门道呢。他收粮啊，一定是花自己的银子。好，好，到时候一定要让荣亲王吃个哑巴亏。你在户部也卡一卡他。大人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屋子里的其他人也跟着笑了出来。甘伟坐在一边并没有跟着笑，他则是在心里忖度，荣王府应该不会那么幸运。不会，他们应该不知道这个消息。提前收粮应该是误打误撞。看着满脸笑意的萧红卓，甘伟还是把想提醒他多留点粮食的话咽了回去。他们2人才结盟还不到时候。沈飞和唐之陵2人最先去的城外自家的庄子，把5仓的粮食都让下人灌进了袋子里，准备收进空间里。空间里放了好些箱子，那些都是银子。为了和粮食区分开，必须要把箱子从基地的操场上挪走。沈飞和唐之陵2人一趟又一趟地搬着箱子，也是累得满头是汗。箱子都搬到了1楼的仓库里。沈飞，咱们王府怎么有这么多钱呢？钱的来路可多了，最多的呢是小福宝给的。唐之陵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哎，这空间以后也不能乱放了，收拾起来还真是麻烦。这俩人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躲在空间里干活。他俩不知道朱坤鹏和广安侯找人都要找疯了。朱坤鹏最先来到了荣王府，被府中的下人告知王爷和王妃出城了。朱坤鹏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城外的庄子，但是庄子的人告诉他，王爷和王妃交代了任务之后人就离开了。朱坤鹏没有办法，又立即返回王府。谁料府中的下人告诉他，王爷并没有回府。朱坤鹏这下傻眼了，看着粮食一车一车的往荣王府运，他整个人都麻了，不敢再耽搁，他只能回去禀报给老爹。爹，荣亲王找不到，现在京城3大粮铺都在拼命的卖粮食给荣王府，怎么办呀？广安侯知道京城3大粮铺都在给荣王府运粮食，就知道糟了。他气愤地踢了朱坤鹏2脚。哎呀，这该死的！爹，干嘛踢我啊？广安侯气得拽断了2根胡子。他倒是想踢荣亲王，但是他敢吗？这气儿只能是撒在自家儿子身上。广安侯知道荣亲王那边阻止不了了，但这次的差事不能搞砸了，南疆战事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否则敌人突破边境，那遭殃的就是大禹朝的百姓。你再去找人，告诉王府的下人立即停止收粮。还有，见了荣亲王，告诉他这钱他自己出，朝廷的拨款不会给他这次胡闹买单的。去。广安侯说完也不管呆愣住的儿子，他要找刘尚书把拨款要到自己的手里。本来他是这次的副官，那款项不应该在他这儿的，可是荣亲王瞎胡闹，他也就没有顾忌了，否则还没出发，差事就搞砸了。皇宫内，勤政殿。皇上，宫外传来消息，荣王府在大量收粮。怎么回事啊？皇上满脸问号，这时候收粮干什么？这小六是怎么回事？
奴才听说京城3大粮铺的粮食都是一车一车的运往荣王府。不闹，去，把荣亲王给朕叫进宫来。是。唐之灵和沈飞2人在空间里待了1个多时辰，才搬完那些箱子，把实验基地的操场全都空了出来。行了，唐之灵，咱们出去吧，得尽快把粮食放起来。行，那我出去之后安排一下，做做样子，否则粮食突然没了，庄子里的人也会怀疑的。好，都听你的。于是夫妻2人又分头行动，唐之灵找人运粮，沈飞收在空间里。这么一忙活，2人又忙了1个时辰才结束。等2人回到荣王府的时候，就看到坐在大门口一副生无可恋的朱鲲鹏。朱鲲鹏，你怎么在这儿？你小子跑哪儿去了？我找你都要找疯了。你哭了？呸，谁哭了？天上也没下雨呀。那你脸上那一滩是个啥？朱鲲鹏没有时间和唐之灵打嘴仗，立即拉着他的手。荣亲王，你不能收粮食了。我爹说粮食不能现在收，咱们要轻车简行，到了亭州那边再收粮食，否则时间上来不及。啊，我知道啊。你知道你还收粮食？京城3大粮铺都动起来了，一车一车的往你府中运粮呢。是吧？太好了，我先去看看有多少了。沈飞说完，不管唐之灵2人，快速往王府的库房跑去。唐之灵的心情也很好，嘴角带笑，这让朱鲲鹏更生气了。哎，你怎么还笑啊？我都要愁死了。哎呀，放心，不是大事。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爹说了，这次你私自收粮的钱，我爹是不会从朝廷拨款里给你扣的。咱们这次的差事很重要，不能胡闹。那钱我爹要用在刀刃上。广安侯是个好官。你到底听清楚没？你在京城收粮食的钱都要自己掏腰包了。还有啊，我爹已经去了户部，那钱或许就到了他手里。到时候就算我求情都不行，你最好有心理准备。哎呀，我知道，没事。唐之灵想到空间那么多银子，就算自家掏了也无所谓嘛，哼，9牛1毛罢了。况且这粮食运到了南疆地界，那价钱真是成倍的往上涨，到时候按照亭州的价钱再卖给广安侯，嘿嘿，谁吃亏谁占便宜还说不定呢。皇宫内，广安侯和户部尚书一起进宫了。皇上听到了广安侯的打算，也是很满意。他已经不想见唐之灵了，省得被气出病来。顺便趁此机会给唐之灵一个教训，让他长一下记性。广安侯，此次购置粮草的银子就放在你这边，不要给荣亲王。是，陛下。想到什么，皇上又目光锐利地看向广安侯。这里面的银子，朕要知道每一笔花的去处，这账目可要算清楚了。是，请陛下放心，臣一定会记得清清楚楚的。广安侯，不知道你这次是如何打算的？粮草全部从民间收购，恐怕一时之间很难凑齐吧？爱卿可是有何好方法呀？皇上，臣打算在郡县开官府的粮仓，先紧急送到南疆战事，以解北境王的困境。官府粮仓？刘尚书的眉头一挑，他心中有些担忧，但他不能把这个隐忧说出来，只能祈求那些地方官员屁股底下是干净的。是，事态紧急，只能先用官府粮仓的粮食，但臣会在朔方、延安、弘化等郡县收粮，到时会补上官府县衙的粮仓的。好，就按照朱爱卿的办法去做吧。是，陛下。皇上烦恼的问题解决了，加上想偷偷给唐之灵个教训，心中有点小暗爽。皇上绝对不会承认他是在和唐之灵争宠，皇上还不知道他以后会有多后悔今日没有召见唐之灵。好了，两位爱卿先退下吧。是陛下。广安侯和刘尚书一起出了大殿，往宫外走。侯爷，我觉得你这边也不能把重心都放在官府的粮仓之上，毕竟……剩下的话刘尚书没有说出来。两人在朝中共事多年，刘尚书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毕竟好些话在皇上面前不好说。地方官员的府衙有没有粮食，这还真不好说。刘尚书也是点到为止，毕竟贪官嘛，哪个郡县都有一些，天高皇帝远的，谁也控制不了。多谢刘尚书提醒，
我们广安侯府在那边也有些产业，就算个别府库没有粮食，也能及时补充，我想问题不大。那祝侯爷这一趟一切顺利。很快，从京城3大粮食铺收来的粮食，还有他5个粮仓的粮食，就占了半个操场。唐之灵看到这些粮食，也是吓了一跳。沈飞，这粮食是不是有点多呀？是有点多。唐之灵，你察觉没有？那3个粮铺有点奇怪，争先恐后的卖咱们粮食。是很怪，不过就算是剩下，咱们也能卖出去吧？亏不了吧？应该是亏不了。大不了咱们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的郡县卖出去。沈飞想到新研制的东西，叫道：唐之灵，你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什么呀？唐之灵立即跟了上去。唐之灵快步跟着沈飞去了2楼，来到了沈飞的实验室。当当当当，看看好东西。这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2把你先别动，比较危险。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没有改动过的，我先给你试一下。快点，我看看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走，咱们先出去，到外面试试。沈飞拿起气枪，动作迅速的上膛，对准靶心射了过去。啪的一声，正中靶心。武丹就在一边，他当然能感觉到速度有多快。他在心里暗暗盘算，自认那东西要是打在他身上，按照他的功夫，他躲不掉。武阳把圆盘从树上拿下，看到一个小铁块一样的东西钉在了树上。王妃这东西有点厉害呀。怎么了？王爷，这东西的速度太快了，要是打在人身上，岂不是能射入身体之中？放心，这是气枪，不是真枪。再说了，这个子弹也不是真的。这要是真枪，比武丹厉害10倍的人，我也能一枪爆头。真是脑浆子都能打出来。什么真枪假枪的？灵儿，你手里的黑棍子是什么啊？跟着一起来的吝策早就听到了院子里的动静，他快步地朝那棵树走去。等看到了留在树上的子弹，伸手摸了摸，眸色中闪现惊喜之色。灵儿，这东西我能玩吗？沈飞，先别管仔仔了，先教我。仔仔，这气枪太大了，你人小玩不了，到时候我给你找一把小的玩。好吧。唐之灵接过气枪，在沈飞的指导下开始瞄准，然后发射。虽然唐之灵没玩过大枪，但是他在军营是练过射箭的，虽然没有射在靶心，不过还是在靶子上的。射偏了。很厉害了，你是第1次打，以后熟悉了就准了。小福宝没有闲情看这对活宝父母腻歪，他的眸子里都是对气枪的热切。王爷，不知可否让在下看看呀？令护卫长，你看看吧。吝策很聪明，他刚才已经看到沈飞教唐之灵的动作，所以很快就调整好姿势。上膛之后，啪的一声正中靶心。嚯，令护卫长好厉害啊，正中靶心呢。小福宝心里已经有了想法。灵，这东西不是真枪，那真枪是什么啊？这是普通的气枪，就是通过压缩空气或者是瓦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枪。气枪的动力主要有3类：弹簧活塞、气动的，还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我在书院的时候讲过，你还记得吗？我知道。灵，那真枪是怎么造的？和现在的气枪长得一样吗？真枪我也没有见过，不过真枪是靠火药爆炸产生气流差的动能推进弹丸的，和气枪的原理不一样。沈飞说的一知半解，让小福宝有些迷惑，但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明天就要出发了，他可以在路上再仔细问问。灵，那真枪咱们可以生产吗？我觉得用在军队上很不错呢。你呀，还真说到了点上了。不过想要研制枪可没有那么简单，这事儿得交给皇上才行。火枪不比刀枪那种冷兵器，朝廷明令禁止百姓私藏铁器，就是害怕有人造反呢。咱们荣王府要是偷偷的造枪，恐怕皇上会把咱们家夷为平地，皇上的皇位都要坐不稳喽。灵，这气枪你给我呗，我找人研究看看。走，带你们看看更好玩的。气枪不过是顺带的，那个东西没啥意思。唐之灵也好奇地看着沈飞，感觉他竟然变成了好战分子。唐之灵不知道，沈飞自从经历过生产时候被刺杀，可是老惜命了，没点武器傍身，他怎么对付大禹朝这些会飞檐走壁的能人？
3人进了空间之后，沈飞指着改良版的气枪：“你们看，这一块的枪口是不是大了一些？”唐志玲和小福宝齐齐点头。为什么？原因在这儿，这个子弹不一样，这里面是毒气，只要向敌军的队伍发射出去，那些人就全都昏迷了。真的这么神奇？那人中了毒气也会疯吗？不会，我改良了，危害没有那么大了，这你放心。那就好，之前的太霸道了，伤人太多。所以我才改良了嘛。我可是大好人。那是不是双方都会迷倒了呀？会，所以这个东西只能在双方没有交战之前射到敌军阵营，到时候这个东西就能派上用场啦。好啊，那等咱们去了南疆战场，拿出来试一试，看看效果。我就是这么想的。小福宝站在一边呆愣愣地看着沈飞，娘亲幸亏是他的娘，否则别人或许真的保不住他。小福宝不再看沈飞的沾沾自喜，他走到一边看着那个小手枪，像个小玩具一样。娘，这个怎么这么小啊？哦，那是玩具小手枪，你要是喜欢就拿出去玩吧。小福宝握着玩具枪，心里的活动却是不少。他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小脸涨得通红，目光前所未有的坚定。翌日一早，沈飞就起来了。他们出行的队伍还真是轻车简行，只有一辆马车。马车上放了一些唐志玲的行李，做样子还是要的。而且这个马车也是为了给沈飞和小福宝准备的。毕竟小福宝不能一直困在空间里，他已经进了沈飞的空间里，还有这一路上的行李和吃穿用度都收在沈飞的空间里。实验室有大冰箱，沈飞还收了烧鸡、烤鸭、肘子、红烧肉等，放在大冰箱里冷冻起来。就是干粮饼子都收了好些，放在冷藏里。为了隐藏，沈飞也戴上了人皮面具，变成了一个小厮的模样，跟在唐志玲身边。荣王府的护卫跟随，众人一起去了城门口集合。广安侯和朱坤鹏两人早就带了侯府的护卫在此等候了。见到荣王府只有一辆马车的时候，终于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文鹏，你做得不错，荣亲王还真听劝，收来的粮食果真没有带来。爹，荣王府那几万担粮食可怎么办呢？都留在府中，那不是赔了？哼，不用你瞎操心。今日京城的酒楼上还有不少人看着荣王府的队伍，他们早早的来就是想看荣王府的笑话，看着他从京城就开始运粮。可是等来的就只有一辆马车，根本不是车队。少爷，荣王府真的只有一辆马车呀？快去查一查荣王府是怎么回事。广安侯。荣亲王眼神扫到了一旁的令策，广安侯的眼眸一缩。令将军，您这是？令某如今是荣王府的护卫队长。广安侯一时竟然无言以对，先帝的黑甲军首领竟然到荣王府当一个小小的护卫队长，这话说出去谁信呢？皇上果真重视荣亲王这个异族弟弟呀！一时间广安侯的心理活动不少，不过这也不妨碍他瞪了一眼自家的傻儿子。这小子这2年几乎天天和荣亲王在一起，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都没有告诉他。朱坤鹏见老爹又瞪他，也是很疑惑，他挠了一下脑袋，满脸问号。他什么也没做，怎么又惹到老爷子了？众人寒暄没一会儿，杨策带的禁军大部队也来了。3方人马会合后，广安侯看了一下人数，总觉得队伍有点臃肿了。有皇家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就运个粮食，属实不用这么多。随着命令下达，大部队开始出发。这次是急行军，因此快马奔驰，众人的速度倒是也快。队伍离开了长安城，很快就没了影，只留下一片尘土。荣王府一行人走得潇洒，倒是让想看热闹的人抓心挠肝的。好些大人虽然没自己亲自来，但也派出了家中子弟或是管家来打听消息。谁料昨日还大张旗鼓收粮的荣王府，今早却是放了个蔫屁。昨日那收粮食的阵仗，整个长安城都惊动了。还有广安侯世子流着眼泪满城找荣亲王，阻止他收粮的事，瞧见的人可不少。那一车一车的粮食送进了荣王府，恐怕荣王府都得堆满了。可是一早来见，好家伙，荣王府就派了1辆马车，就1辆，就这么轻车简从的离开了，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众位看热闹的人见队伍离开，也立即回去报信了。东宝啊，
小六已经出发了吧？皇上，荣亲王和广安侯在城门会合之后，大军就快速出城了。这次是急行军，这时候想必已经到了安定郡了。没闹出什么笑话吧？皇上，荣亲王是轻车简行，只带了1车的行李，让好些想看笑话的大人都失望了。朕也是没想到，赵国公和萧红卓这俩人还有穿1条裤子的一天。这俩人平时斗得像乌眼鸡一样，现在算计起荣亲王倒是目标一致了。不过这两家的算盘是打空了。皇上揉着太阳穴，想到钦天监的说法，他的眉头依旧紧锁。哎，或许小六这次误打误撞还真的做了件好事。官道上，军队在快马飞驰着，杨策率领着禁军在前面打头阵，广安侯则是带着广安侯府的人在中间，最后的才是荣亲王的队伍。没办法，沈妃给荣王府拖了后腿。沈妃每天都在王府养尊处优的，可没遭过这个罪。刚开始骑马的时候，她还跃跃欲试的，觉得很新奇。可是半天下来，沈妃觉得双腿已经不是她的了，大腿内侧真是火辣辣的疼。沈妃就算戴着面具，也隐藏不了她的苦瓜脸。唐之陵虽然骑着马，但是视线也是频频地看向沈妃。朱坤鹏从前面的队伍骑马过来，一下子就逮到了唐之陵的目光，他也顺着视线看了过去，发现那是个面容阴柔的小白脸儿。朱坤鹏目光狐疑地在唐之陵和沈妃两人之间打量，越看眼中越凝重。荣亲王，咱们到前面说会话。唐之陵又担心地看了沈妃一眼，温柔地叮嘱道：我一会儿就回来。朱坤鹏直接打了一个激灵，看唐之陵的眼神更古怪了。走吧。朱坤鹏又看了一眼沈妃之后，也快速离开。唐之陵追上之后问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唐之陵突然靠近，让朱坤鹏躲了一下。哎，说话就说话，别离我这么近啊！喂，你怎么了？发什么疯呢？我才没发疯。总之你以后不要对我动手动脚。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动手动脚？对你？还有，你那什么眼神啊你？唐之陵发现朱坤鹏一直往他的下半身看，也古怪起来。他急忙驱使枣红马拉开和朱坤鹏的距离，一手环胸。你该不会有断袖之癖吧你？朱坤鹏无语死了，真是离了个大谱。他喜欢女人好不好？我看你才是断袖之癖呢，你刚刚一直盯着一个小白脸瞧呢。你胡说些什么呢你？哼，我胡说，我刚才瞧得真真的，你的眼睛都要粘在那小子身上了。我可告诉你啊，咱们俩将来是要做亲家的人，你可不能瞎搞。没有小妾不要紧，你就好好的宠你的王妃，别往身边安排男宠。要是被人发现了，我也跟着丢脸。我告诉你，本王才不是断袖，你不要胡说八道。本王告诉你，本王喜欢女人。哼，最好是这样。说完也不管唐之陵，快马追了上去。唐之陵看朱坤鹏走了，郁闷地回到了队伍。哎呀，真是要散架了。后面的路你就在马车里坐着吧，别出来了啊。好。其实要不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早在出城的时候就进车休息了。唐之陵这次出行没带女眷，沈妃自然不能一开始就坐马车，那样城门口检查的人就会发现沈妃的存在。荣亲王出行没带婢女服侍，反而带了一个白面小子，这事儿一定会被人诟病，因此沈妃才跟着队伍骑马。谁料广安侯着急赶路，这一路都没有停下歇息的意思，沈妃也不得不咬牙的坚持着。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才让队伍停下来的。爹，咱们什么时候能到驿站呢？什么驿站啊？你当是郊游啊？咱们干令带的充足，这几日要日夜兼程。朱坤鹏有点着急，他真的有事往京城送消息啊。爹，不用这么急吧？少废话，你再去催催荣亲王，让他们那儿加快速度。广安侯说完，不再搭理儿子，而是去找杨策去了。他要派一队先锋先去各郡县收粮。朱坤鹏蔫头耷脑的又回去了。他现在的焦急真是没有人能理解。沈妃进了马车后，就把小福宝从空间放了出来。良妻，是不是很累呀？没事，好多了，就是许久不骑马了，缺少锻炼。不过出了京城也是好的，总闷在京城也是没意思的很。小福宝也笑了出来。上辈子他是皇上，被困在小小的四方天中，去的地方也不多。
他最多的时候就是站在大禹朝的舆图前，看着他的整个江山，可终究是没有亲自踏遍整个山川。这次出来，他竟然有些小窃喜。娘，等我再长大一点，咱们就离开长安城，想去哪就去哪。行倒是行，就是这路啊，真是太破了。要是全都是水泥路还好点儿，否则太遭罪了。小福宝很无奈，修路可不容易，只要修路，百姓就要服徭役，想要全是水泥路，那得多少银子？小福宝想都不敢这么想。况且要是修得太通畅了，他们走方便了，敌人打进来也方便了呀。大禹朝没有硬实力之前，道路还是不能修得太平顺。唉，不知道王府里的几个孩子有没有想我？花花，咱们快回家吧，我想娘呢。小叶子，咱们再住一宿，明天直接去学堂好不好？不行，我要回家，我要找娘。今天天都快黑了，明天再走。不行，我现在就要见到娘。雪儿已经3天没见到娘了，我要娘。寻儿，奶娘在呢，找她好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奶娘，我要娘，我就要娘。花花看着哭得凄惨的小孩也是很头疼，往日没看他多粘人呢，怎么人不在了就找上了？叶儿本来是不闹人的，见哥哥哭了也立即哭了起来。我想要娘要娘。花花看到眼泪有点少的叶儿，真是一言难尽。这小子总是慢半拍，还爱学人。花花，你说娘去了哪里？什么呀？娘就在王府呀。不对不对，娘一定是丢了。哼，花花，你是个坏孩子，你是个大坏蛋，一点也不担心娘。乔山叔叔，咱们快回府。花花见劝不住了，也对着乔山点了点头。于是一行人就离开了庄子，赶回了荣王府。皇宫内勤政殿，皇上看着几个臣子脸上面无表情，其实心里已经嫌弃万分。启奏皇上，如今这长安城的百姓恐慌，都是荣亲王造成的。既然王爷购买的那批粮食没有运往南疆，那是否能请荣王妃出面，把粮食再卖给京城3大粮铺啊，以解百姓的恐慌啊？是啊，皇上，如今稳住百姓恐慌才是重中之重。如今从江南运粮食回来还要有段日子，不如荣王府把收去的几万担粮食再平价卖给3大粮铺。哦，几位爱卿都是这么想的吗？赵国公和萧红卓都没有动，这就是他们的意思。没坑到荣亲王，反倒是让郑国公捡了个便宜，他们心里很不爽。皇上，臣觉得可以去荣王府问问，看荣王府是否愿意出售。但臣以为如今再平价收回来实为不妥，如今粮食价格已经涨到了75文一斗啊！赵国公没想到郑国公会拆台，这老小子想干什么？郑国公才不管赵国公用什么眼神看他呢，哼，都是国公爷，谁怕谁呀？他女儿也是太子的良娣，又孕育了皇长孙，他的底气足得很。郑国公的话让皇上的脸色好了不少，总算还有一个明白人。不管怎么说，荣王府的粮食就相当于是他自己的，哼，还平价卖给他们，脸是真大呀。郑爱卿说的不错，荣亲王出钱又出力的，好不容易收出来的粮食再平价卖出去，这要求属实过分了些。皇上，臣当初卖给荣亲王是30文一斗，现在如今臣愿意花40文一斗收回，这样荣亲王只不过是来回之间就赚了10文呢。赵国公，你觉得你的要求荣王妃会答应吗？当然是不能啊，否则他也不会进宫求皇上啊。赵国公看了一眼皇上这个便宜妹夫，知道这次是求错人了。3位爱卿的意思朕已经知道了，只是这件事朕也做不了主，朕总不能下旨强迫荣王府卖粮吧？
至于京城粮价居高，爱卿们也不用着急，朕会下旨府衙的粮仓出售粮食，百姓们看到有粮，就不会引起恐慌了。赵国公和萧红卓互相看了一眼，都知道他们的算盘是落空了。官府放出的粮食，他们可不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收购，况且官府的粮食都是有限制的，每人每月只能买20斤，这样也就那些普通老百姓会去排队买粮。两人这次来哪是为了京城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低价收回卖出去的粮食罢了。那些粮食可真是把他们在京城仓库的压箱底儿都卖出去了呀！哎呀，真是亏大了。尤其是萧红卓，他哪里知道广安侯不按常理出牌，那老小子竟然直接越过了荣亲王，亲自向刘尚书要了粮草的款项。他听到户部送来这个消息之后，就知道他想让荣亲王吃个哑巴亏的计划失败了。如今还真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最后三人离开勤政殿的时候，赵国公和萧红卓都是一脸的沉重，反倒是郑国公表情倒是轻松一些，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没抱多大希望。郑国公悠然的态度一下子就刺激到了赵国公，他快走几步追了上去。郑国公，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临阵退缩了？是啊，老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竟然背后捅我一刀，简直阴险啊！两位还真有意思，咱们的立场从来都不站在一块儿，又不是好友，我捅你一刀不是很正常吗？萧红卓想起来了，他们只是短暂走到一起的倒霉蛋而已，他们背后的势力永远不能一致。他是二皇子一派，那俩家伙是太子一派。想到这里，萧红卓连赵国公也不想搭理了。庶子不足与谋，哼！萧红卓气呼呼的先走了。赵国公这时候反应过来了，他一副哥俩好的样子来到了郑国公身边。郑国公，算起来呀，咱们的利益才是一致的。郑国公从前在赵国公面前弱势，那是因为没有外孙，现在不一样了，但是他也没有反驳。就目前来看，太子没有登基，他也不想和赵国公闹翻。赵国公记得就好，不要和萧红卓走得太近，那人损主意多着呢。赵国公一愣，然后才点了点头。在赵国公看来，郑国公也不遑多让，这老小子也不是什么好鸟。于是来之前还抱团的3个人，刚出了皇宫，小团体就这么解散了，3人直接是分道扬镳了。皇上，郑国公3人路上似乎有些争执，3人出了宫门口，立即就分道扬镳了。哦，朕知道了。不和？好啊，这才是他想要看到的。要是臣子们全都抱成团，他才要担心呢。皇上这时候已经领会了小福宝说的平衡之道。皇上，前去荣王府的人回来了。哦，见到荣王妃了吗？那丫头不是个老实的，最近有点反常啊。皇上，荣王妃说。皇上，荣王妃不在府中啊。什么？那荣世子呢？府中的其他孩子呢？皇上，荣世子也不见了。皇上踉跄地倒退了几步，一时心绪不稳。他不清楚荣王府是出事了，还是他们主动离开了。皇上想到荣王府曾经受到了袭击，心里就开始发慌。快派禁军全城搜救。是陛下。不行，朕要亲自去荣王府看看。冯保不敢耽搁，把任务和禁军统领说完之后，就跟着皇上出宫了。皇上天黑了急匆匆的出宫，还是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坤宁宫，皇后已经准备好了饭菜，等着皇上来用晚餐。初1和15，皇上还是会给皇后面子的，不会翻任何人的牌子。这时候，大宫女翠环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皇后娘娘，奴婢听小安子说，皇上出宫了。哦，去哪个方向了？皇后娘娘，小安子说那方向看着像是荣王府。皇后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她告诉自己不要多想，皇上和荣王妃不可能有任何事，之前的那些谣言不过是污蔑皇上罢了。可是心里越想强调，越是容易往歪处想。毕竟荣亲王才离开长安城，你这个大哥就去人家王府，还是天黑的时候去的，怎么能不让人怀疑？娘娘不如去太子那边打听看看，太子和荣世子关系好，想必会知道内情。轩儿或许真的知道。
荣王府前几日闹出了那么大的阵仗，收了那么多粮食，况且国舅爷也才出宫。娘娘，你说皇上是不是去荣王府说这事儿去了？皇上已经交代了，在娘娘这儿用晚膳，想必是去荣王府也是临时起意。对，徐嬷嬷说的对，荣王府应该是发生了大事。走，咱们去东宫，让太子出去打听看看。是，娘娘。皇上去了荣王府，荣王府的下人呼啦啦的跪了一地，大气儿也不敢出，小心翼翼的跪好了，就怕皇上牵连他们。徐惠，荣世子呢？徐惠是知道小福宝的去处的，他默默地拿出了一封信递了上去。启禀皇上，这是我们世子给您的信。皇上打开信，快速地浏览一遍。胡闹，简直是胡闹！小福宝的信上交代了，他和沈妃两人跟着唐之灵一起出门了，去南疆战场。岂有此理！南疆多危险啊，这小福宝怎么能去呢？洪宝，快去把禁军统领叫来，去追人。皇上，世子这次出门暗中已做了万全的准备，而且他还交代了让皇上不必找他。皇上顿时就感觉一股无名火窜到了天灵盖，这一家子还真当出去旅游了。他要怎么办？把小福宝抓回来吗？说实话，他不敢。皇上气得又转悠了几圈，看到跪在地上的徐惠，上前就是踹了一脚。你这该死的奴才！世子既然留了信，为什么不早点送进宫去？要是早一点，人没走远，他还能把人给追回来。现在都好几天过去了，都走远了。来人啊，把徐惠抓下来，给朕重重的打！徐惠爬起来之后，又老实的跪好了，又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信。皇上，这是世子的另一封信。皇上恶狠狠地瞪着徐惠，一把拽过那封信，快速地打开，只见上面写着：别动我的人，不要拿他们撒气。皇上两眼冒火，该死的，真的好气呀！太子脚步匆匆地来到了荣王府，就看到皇上气呼呼地在那转圈圈。王府的下人跪了一地。父皇，发生了什么事？皇上瞪了一眼太子，不想说话。立即有小太监小声把事情和太子说了一遍。太子人也愣住了，这福宝弟弟还真是任性。不过皇婶也是，怎么能跟着一起去？只有荣王妃和世子去了，那其他的孩子呢？徐惠，其他的孩子在哪儿？还没等徐惠回答，皇上就听到了哭声，一连串的脚步声，夹杂着小孩喊娘的声音传了过来。娘娘，你在哪儿啊？娘！皇上扭头看过去，就看到了几个小不点儿。寻儿跑在最前面，眼睛红红的，是真的伤心了。他也不管前院中跪着那么多人，也不管皇上和太子，直接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往主院跑去。后面的几个小孩也是一连串的跟了过去。皇上抽了抽嘴角，哼，跑的队形还挺整齐的。参见皇上。皇上并没有叫起，他正生气呢。乔杉，你就没什么想说的？乔杉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他曾经是皇上的人，可是如今，不说也罢。乔杉的头抵在地上，一言不发。皇上确实是生气的，可是火气又不知道向谁发。那些原本他派来给小六的人，目的是监视他，可如今这些人的心全都变了。皇上都搞不懂了，荣王府有什么魔力？其实皇上不懂，能被当人看，谁还愿意继续做狗啊？皇上还在沉思，就被后院的哭声惊醒。皇上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皱起眉头。按照这个哭法，这嗓子还要不要了？皇上抬起脚步向后院走去。娘不见了，不见了。花花，你是大坏蛋，你把娘藏起来了。小叶子，你不要胡说，他那么大的人，我怎么藏？你故意替玉去庄子看稻苗，就是想骗我们过去。花花心想，这个姐姐可以啊，这都能想到。皇上才进来就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对话，他的目光对上了花花和小叶子两人。花花，你事先知道你母妃要离开吗？不知道。皇上发现这小丫头小小的一个竟然不怕他，这感觉怎么说呢，很奇怪。小叶子也不怕他，
但那是一种无知无畏的傻大胆。可是花花这小孩不一样，他直接弯腰把花花抱了起来。花花的身子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过来。黄伯父，我真的不知道。真的？那你为什么要带着弟弟们去庄子？花花就咬准了，他什么也不知道。皇上再问他就不说话，反正是小孩子，皇上也拿他没办法。寻儿自从皇上进来之后就停住了哭声，他看着皇上身上的袍子和父王有点像，都有小蛇在上面，于是来到了皇上身边。我要娘，寻儿要娘。皇上低头对上寻儿惨兮兮的小脸，特别是三胞胎和小福宝是有7成像的。皇上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他把花花放下来，抱着寻儿。你是老几呀？我是老3。走吧，和黄伯父进宫。你们和朕一起进宫，等你们父王和母妃回来之后，再送你们出宫。皇上说完，不管花花的欲言又止，大踏步地离开了房间。皇上亲自带着荣王府的小主子们离开，王府的下人都不敢拦着。只是在离开的队伍中，乔杉和乔宇立即跟了上去，奶娘们见状也跟在了队伍后面。哎呀，终于是休息了。感慨完了，沈飞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猪肘子。仔仔，出来吃东西了。小福宝的身子直接出现在车厢里。娘，这肉还是热的。真好吃哎！不远处的朱坤鹏耸动了一下鼻子。荣亲王，你闻到没有？有肉味。没有，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肉？我看你是太馋了，出现幻觉了都。朱坤鹏又伸长脖子，仔细地嗅了2下。不对，是肉还是卤肉？朱坤鹏闻着肉味就想起身去找，唐志玲一下子就急了，一把拉住了朱坤鹏。哎，都说是幻觉了，哪有肉啊？这句话唐志玲差不多是扯着脖子喊了。沈飞和小福宝终于听到了唐志玲的声音，两人都停下了吃肉的动作，互相对视一眼，然后直接从车厢中消失了。到了空间里，小福宝轻轻地拍了一下胸脯。还好没被发现。娘，咱们以后别在外面吃肉了。哎呀，我这不是想着你爹闻到肉味了就知道来车厢里吃了吗？谁料猪柿子的鼻子这么灵。朱坤鹏本来就是酒廊饭袋，那鼻子灵着呢。唐志玲虽然拉着朱坤鹏，但是根本拉不住他。朱坤鹏已经吃了好几天的干粮，早就馋得双眼冒金星了。哎，这味道怎么淡了？唐志玲猜到沈飞一定是已经躲起来了，慢悠悠地来到朱坤鹏身边。哎呀，就说了是你出幻觉了，你还不信？哼！朱坤鹏又跑了几步，发现这肉味确实没了。难道真是我臆想出来的？那当然了，不过咱们还有5日就到汀州了，到时候啊可以吃点好的。也不知道我爹收粮食顺不顺利。广安侯比咱们有经验，我觉得问题不大。况且呀，你爹的主意很好的，先开官府的粮仓，咱们后续再把粮食给补上，不过只是刀把手的事儿，问题不大。你说的对，我爹我还能不放心啊？朱坤鹏咬了一大口干粮，给他噎得够呛。不是，我觉得我之前真的闻到了肉味。唐志玲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这肉的事儿就过不去了是吧？唐志玲这几天可没饿着，休息的时候就去沈飞的空间里打牙祭，哪里懂得朱坤鹏的苦楚。哎，好了，都这么晚了，快回车厢睡觉吧啊！明早啊还得早起赶路呢。朱坤鹏见到唐志玲毫不犹豫地去了车厢，他的眼睛就眯了起来，那个小白脸儿好像一直在车厢里没出来。哎呀，荣亲王啊，不干净了！飞鹰，世子，我让你给京城荣王府送去的信，你送了吗？世子，属下前2日就送了，还是用的飞鸽传书。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还没动静？小福宝就不着急吗？朱坤鹏不想和唐志玲撕破脸，那日他已经追问过了，那家伙死不承认的，他也不能闹得太僵，但又不能看着小伙伴继续执迷不悟，只能期盼他们王府内部解决了。皇上带着5个孩子进了皇宫，终于让寻儿几个不哭了。他们很聪明，听了解释就知道沈飞不是丢了，是跟着父王出门办差了，他们只需要在皇宫等着就好。这3个小家伙也接受了。
黄伯父，我饿。好，咱们这就吃饭。龙宝，你快去让御膳房多准备一些吃食。皇上，您之前给坤宁宫传话，在那边用晚膳，皇后娘娘想必还在等着呢。皇上这才想起来这一茬，5个孩子进宫也要知会皇后一声的。好，那就去坤宁宫吃，让御膳房多送几个菜去坤宁宫。是，陛下。父皇，弟弟妹妹要不要送去东宫？我来照顾。皇上没有一口答应，主要是皇上知道太子的情况，现在太子妃的性子变了，皇上还真不敢把这5个孩子送到东宫。不必了，这5个看着都不是个老实的，你恐怕没时间照看他们。太子小心地看了皇上一眼，咱们俩比起来，好像是您更忙一点吧。但是太子不敢反驳皇上。是，父皇。走吧，咱们去坤宁宫。众人到了坤宁宫的时候，皇后早就知道了消息，毕竟御膳房又送了好些食物过来，还有一些专门是为小孩子好消化的菜。皇后此时的心情很好，知道沈妃和唐之灵一起跑了，她那点疑心病又没了，整个人都变得明媚起来。她亲自出来迎接皇上，臣妾参见皇上。皇后不必多礼。皇后站直了身体，看到眼睛红肿的寻儿，这是荣亲王家的孩子吧？这小脸哭的真让人心疼啊。是啊，这小子是个爱哭包。寻儿也不害怕皇后，圆溜溜的眼睛看着皇后。皇上，这孩子这么看着臣妾，可是臣妾哪里不对？这个姨姨长得真好看。皇上，荣亲王家的孩子嘴巴还真甜啊。皇后都是当奶奶的人了，被一个2岁多的小娃娃叫姨姨，心情非常美。我不是姨姨啊，我是你皇伯母。皇伯母长得好看。这孩子真讨人喜欢。皇后自从生病之后，这几年调养得不错，但气质总有那么点忧郁。现在这爽朗的笑出来，让皇上多瞧了好几眼。皇上看着这样的皇后，好像是想起了才成亲的时候，皇后就是这样。皇上一时间想起了很多从前的美好。走，进去吧，孩子们该饿了。太子就这么看着父皇和母后带着六叔家的孩子走了进去，那画面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反倒是他这个亲儿子是个外人。太子进了内室，就见到皇后笑容满面的布菜，没错，就是布菜。太子揉了一下眼睛，怀疑自己看错了，他的母后堂堂大禹朝的皇后竟然亲自给一个小屁孩布菜。寻儿乖巧地坐在椅子上，由于不是宝宝椅，就矮了一些，用餐的时候没那么方便。皇伯母，寻儿要吃那个肉。好，太子没滋没味地拉来了一张椅子坐下了。真不是他和一个小孩争宠，是母后眼里已经没他了。他还没进来呢，几人已经开饭不说，母后一个眼神都没给自己。皇伯母，没有宝宝椅，坐着不舒服。宝宝椅？就是寻儿专属的椅子，高高的，我家就有的。皇后闻言立即对着徐嬷嬷吩咐：徐嬷嬷，让李父去荣王府一趟，把几个孩子常坐的椅子带过来。是，老奴这就吩咐下去。皇上也没料到皇后会做到这一步，他似乎是真的喜欢小六家的孩子。小六和他那不靠谱的媳妇儿就这么一走了之，这5个孩子他得找个合适的人照顾着。原本皇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现在就有点犹豫。皇后啊，小六他们俩去了南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说这几个孩子送到哪个宫里合适呢？皇上，您看把六弟家的孩子暂时先养在我的宫里怎么样？他们实在是可爱。坤宁宫这么多年没有小孩子住了，还怪冷清的。要不2个小姑娘住你这儿，3胞胎朕带走送到皇子所去。皇后看了一眼花花和小叶子，特别是看到花花的时候，心里没多少兴趣，她只是喜欢嘴巴甜的寻儿。恒儿看了花花一眼，这时候大声道：不行，我们和姐姐不能分开。恒儿说完，还偷偷地掐了一下站在椅子上嘚瑟吃饭的寻儿，也想让她拒绝。
恒儿为什么要掐我？熊儿有乖乖吃饭呢。恒儿有点尴尬。好好吃饭，不要扭来扭去的。熊儿习惯了听哥哥的话，不再扭动，而是老实的站好。皇上意味深长地看了恒儿一眼，他又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有主意的是荣王府的老二恒儿。哦，为什么不能分开啊？姐姐们住在皇后这儿，她会好好照顾姐姐们。你们去了皇子所，也会有其他的兄弟陪着你们的。皇伯父，那让姐姐和我们一起住在皇子所吧，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皇伯父，我是喜欢坤宁宫的，皇伯母待我们极好，但我不能和弟弟们分开，在娘亲回来之前，我要照顾好弟弟。花花是想要住在坤宁宫的，她以后还要出宫，住在坤宁宫请旨出宫更容易些。皇上，不如把5个孩子都放在坤宁宫吧，臣妾都能照顾。皇上心里是有些打鼓的，若是皇后有坏心思，那小6家的孩子岂不是团灭？皇上私心里还是觉得把5个孩子分开更保险点，但是都扔在皇子所也不好，后宫的女人手伸进皇子所也很容易。皇上一时之间竟有些拿不定主意。哎呀，都是沈氏瞎胡闹，好好的干嘛要作妖，反倒是让他现在这么为难。这时候一个老太监走了进来。奴才参见皇上。可是母后那边有什么事儿啊？启禀皇上，太后娘娘听到荣王府的小主子们进宫了，想看看他们呢。皇上顿时开心起来，还是母后能为他着想。还有哪个宫有母后的慈宁宫安全啊？好，朕这就带几个孩子过去看看他老人家。等孩子们用完了饭再过去吧。皇后看着寻儿可爱的小模样，心里软软的。若是这孩子是自己的，该有多好啊！沈妃并不知道暗中有个女人想要拐带她的好大儿。她此时和小福宝正躲在空间里看着外面的打斗。没错，他们遇袭了。他们的队伍休息之后，本想养精蓄锐，明早快些出发。谁料来了一队黑衣人，大概有20多人的样子，突然从密林中冲了出来。沈妃本想把唐之灵叫到空间里躲起来，但是朱坤鹏此时紧紧地拉着唐之灵，沈妃也没有办法。小福宝倒是不着急，毕竟才20多个小毛贼，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就这么点人，明面上的护卫队就能灭了他们。很快这些黑衣人都被制服了，死了16人，还剩下5个活口。谁派你们来的？官爷，别杀我，别杀我呀！老实交代，否则你的脑袋可就搬家了。朱坤鹏见到危机解除了，也凑了上来，对着捆绑的人就是几脚。说，谁让你们来杀本世子的？哼，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也不打听看看我爹是谁。唐之灵狐疑地看着朱坤鹏，难道这些人真是老朱的仇家，不是来找他的？唐之灵想到他这些年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城，没有任何敌人，还真犯不着被人追杀。大人饶命啊！小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是有人给我们黑风寨送消息，说你们这支队伍有财宝，我们才来探探路的。探路？黑衣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不是，我们就是想借点钱花花。我们的队伍想必你们也看到了，就你们这20来人就想抢劫我们，真是痴心妄想啊！快说，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是呀，你们暗中的人藏在哪里？王爷，世子，咱们要快点离开这里。这些人想必也不是主谋，我看是问不出来什么的。人全都杀了，然后立即离开。是，王爷。手起刀落，剩下的几个活口全都掉了脑袋。队伍调整好之后，众人都上了马，准备出发。队伍快速的前行，谁料只是走了几百米的距离，就看到了前面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慢慢的，道路两旁的山上也出现了亮光。王爷，恐怕我们被包围了。该死的，哪里来的这么多人？我的命这么值钱了吗？唐之灵有沈妃的秘密武器，倒是不太担心，小命是能保住的。就是荣王府这些护卫还有朱坤鹏也不能有闪失。令策急忙调动护卫，把唐之灵、朱坤鹏和马车围了起来。众人也都亮出了兵器，看着山林中的人。慢慢的，山林中的人一点点的走近，为首的是个非常高大的人，骑在马上看着被围起来的人。你们谁是大玉朝的王爷呀？你是什么人？
高大的男人想看看是谁发出来的声音，可是天太黑了，完全看不出来。王爷，那人看着不像中原人呢。小福宝躲在空间里也意识到不对劲，这次恐怕得通知藏在暗处的人了。李阳，放我出去！小福宝是想出来放信号的，可是沈飞正趴在车窗看着外面的动静，根本没心思搭理小福宝。他听到令策说这些人不是中原人，眼睛就亮起来了。他兴奋地摸了一下手中的气枪，总算是能派上用场了。沈飞向唐之灵发出信号，谁料唐之灵没注意到，朱坤鹏倒是看到他了。你消停点，没看到大难临头了吗？哎呦，好你个朱胖子，一会儿要让你吃点苦头。沈飞瞪了一眼朱坤鹏，就不再看他，而是从车厢里钻了出来。沈飞一出现，就让对面的人发现了。荣亲王，我已经等候多时了。同时一支箭嗖的一下射了过来，正对着沈飞的胸口。快躲开！沈飞刚钻出来，就感觉有东西射了过来，他快速的进了空间，箭直接穿过射到车厢上。沈飞快速消失，又立即出现，这让想叫住他的小福宝大急，他真的是在空间里急得乱蹦。沈飞出现的速度太快，众人就见到他身子一晃又出现了，然后还完好无损。围观的众人都愣住了，一时间场面竟然静悄悄的。沈飞不管别人，扛起气枪朝着左右山林就是2枪。这2声枪响可是给众人吓了一跳，包括王府的护卫。沈飞不管别人的呆愣，又冲前方开了1枪。那是什么？王子，小人也没见过，不过这东西听着声音响，啥也没有啊。沈飞发射的毒气自然的到了他们这上空就爆开了。不对，有一股香味。随着3声枪响，还有空气中弥漫的香味，让双方的人都有些怔愣。沈飞这时候立即发号施令：令策，咱们往后撤，快走！沈飞还没正式用过这次的武器，药效的时间不能确定，所以还是先跑为上。令策看着车厢上的箭矢，也害怕敌人再来一波攻击，立即调转方向，冲！活捉荣亲王！男人想提起大刀挥舞一下，谁料直接从马上掉了下来。王子，你怎么样？为首的男子正是吐蕃4皇子宗正达。杨世安，我们中了埋伏，该死的，我全身无力。王子，属下也是浑身无力啊！中原的汉人真是诡计多端。唐之灵等人快速的后退，跑了几百米之后，后面依然没有动静。再跑远点，远离这片山林，到空旷的地方去。你别瞎指挥，听令将军的。令策虽然也好奇后面为什么没动静，但是也不妨碍他支持沈飞的决定。听沈公子的。沈这个姓氏有点常见啊，那王妃好像也姓沈。朱坤鹏向沈飞的下巴看去，想看看他有没有喉结，可是天太黑了，根本看不清。众人跑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是逃离了茂密的山林路，马车也都停了下来。令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王爷，后面不对头啊，竟然没有一个敌人追击过来。是呀，太奇怪了，我都看到了山林里的点点亮光了，山里一定藏了不少人。唐之灵看了沈飞一眼，知道应该是他做的迷药发挥了作用，于是看向沈飞：咱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那些人昏迷没？好，但是等我一下。沈飞直接钻进了车厢里，然后立即就进了空间。沈飞刚进入空间，就看到了气鼓鼓的小福宝。仔仔，你怎么了？李儿，你没听到我喊你吗？刚才有一丢丢的刺激，没注意。小福宝在空间里急得跳脚，太着急了，喊的次数又多，小嗓子都有点哑了。仔仔，你喉咙怎么样了？哑了？没事。那就好。你呀，好好的待在空间里。娘还有正事要吗？沈飞急匆匆的去了实验室，去拿解药了。李儿，我不要在空间里了，我也想出去看看。也行吧，那就一起出来。沈飞抱着一个红色的透明罐子，带着小福宝出现在马车里。众人好奇地看着沈飞，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是什么。朱坤鹏正看着那红色的罐子，然后就见到马车上又钻出了一个小脑袋。荣亲王，你儿子怎么在马车上啊？朱坤鹏来回在沈飞、唐之灵、小福宝3人之间巡视。荣世子一直都在马车上？
朱坤鹏想到了一路上他紧急发了2封信给荣世子，就好笑。荣世子也在车上，那荣亲王就不能和那小白脸有关系了。朱坤鹏想到姓沈这个姓，又仔细地打量沈飞一眼，他觉得这小白脸可能就是荣王妃。虽然想法有些大胆，但要是那小白脸是荣王妃，那就能解释得通了。朱坤鹏借着火光又看了一下沈飞的脖子，然后朱坤鹏迷惑了，这家伙竟然有喉结。朱坤鹏整个人都凌乱了，就连唐之灵在他身边解释什么他都没听清。唐之灵见朱坤鹏呆呆的，也不搭理他了。沈飞这时候拿出了红色解药，想给王府的护卫喝，可是众人都有些犹豫，主要是大敌当前，真的被王妃给药倒了，可怎么办呢？沈公子，这药能不能不喝呀？听脸君，你放心，别看这颜色有些怪，但喝了完全一点事都没有。沈公子，让下官一个人尝试吧。令策，我保证你喝了不吃亏，还能多子多福呢。令策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一仰脖子喝了下去。沈飞满意了，又看向王府的护卫，你们也是，不要怕，我不会害人的。武丹、武阳、江二，快过来。3人倒是没有犹豫，全都一仰脖喝了下去。令策喝下解药之后，发现一点事儿没有，反倒身上还是暖和和的，让他感觉到了神奇。他是习武之人，从前也是有陈年旧伤的，可是喝了那红色的药剂，竟然有了缓解。好了，出来10个人随我前去打探敌人消息，剩下的人保护王爷和世子。是。于是令策带着10人快速地冲向了山林里。朱坤鹏见众护卫都喝了那红色的药体，来到了唐之灵身边。荣亲王，那东西是啥呀？你喝了吗？我不用。那我应该也不用。哎，你或许还真需要呢。沈飞，给朱世子来点。朱坤鹏是明白了，果然这个小白脸是荣王妃。来，喝吧。你的声音怎么变了？你真是荣王妃？沈飞自然不会告诉他，他有变声器。是我啊，来凑凑热闹。朱坤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还是你们2口子会玩啊。他承认京城第1纨绔的名头给荣亲王了。此时小福宝出了空间之后，并没有立即发送信号，他也怕误伤。小福宝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这一次是谁的手笔？他料想有人想对荣亲王不轨，但以为也是小打小闹，一些小毛贼罢了。可是现在大禹朝境内竟然出现了敌国的探子，他们是从哪个口子进来的？是单州还是凉州？单州是老四在呢，龙右节度使应该不敢的，否则老四一封奏报就能奏到皇上那里。看来河西节度使问题不小，就是不知道他本人叛变，还是手底下的人搞的鬼。沈飞此时正在给朱坤鹏看他逼真的人皮面具。你要是想要，我可以按照你的脸型给你做一个。至于我现在有的存货，是没有合适你的了，你的脸太大了。却有点生气，怎么回事？虽然荣王妃说的是实话，但真的很伤人啊。你的王妃一直出口伤人的吗？不是啊，她从来都是实话实说呢。朱坤鹏哼了一声，真的是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很快令策就带人回来了，他快步地来到小福宝身边。世子，林子里都是人，属下发现那人里有吐蕃人，而是对方这次的人手不少，属下估计晚上藏在密林中的得有数千人。小福宝已经猜测到了，从这个地点算起来，外族人只能是吐蕃了，突厥人可绕不过来。我已经猜到呢。令策，你迅速给京城送消息，让皇上撤了河西节度使范崇安的职，调查范崇安，其家眷全都严密监视起来。另外，让金昌镇守的将军奴志明接管河西。是世子。此外，中卫、银川等地都要严密排查，看看是否已经有敌军潜入，还有查清队伍中是否有奸细，看看是否有人通风报信，否则敌人怎么能做如此安排？让皇上在京城好好的查一查。我就不信呢，没有人里外勾结，有人就敢劫杀荣亲王，还能提前埋伏。此外，京城的刑部尚书陈昭和兵部尚书陈景
都擦一擦。我倒要看看藏在暗中的人是谁。是，师尊。朱坤鹏在一旁目瞪口呆。令策回来之后，完全无视唐之灵，直接向小福宝汇报，本来就让朱坤鹏奇怪了，现在听到了小福宝这么安排，还直接命令皇上，一出手就是拿下河西节度使，调查2个尚书，这口气是不是有点大呀？而且令将军还完全的服从了，就这么服从了。朱坤鹏现在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不会转了。沈飞在一旁也是探究的看着小福宝，摸着下巴喃喃自语：仔仔这口气怎么好像他才是皇上呢？小福宝现在已经无暇顾及沈飞是怎么看他，或是会不会暴露。吐蕃和突厥不一样，大禹朝挨着吐蕃的边境面积庞大，剑南、陇西、河西、北庭4处的节度使竟然都没发现已经有吐蕃小股军队潜入了境内，这事极其严重，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的事。大禹朝内部的官员一定有人勾结了外族，否则这次不会被人包饺子，差点全军覆没。小福宝想到这里就非常后怕，亭州和单州还有皇子坐镇，节度使和2处的王爷也能够互相牵制，剩下2处得好好查查了。小福宝的大脑飞速运转，同时也飞快地想着对策。世子，山林中的人怎么办？那些人不知道要晕迷多久啊！若是不及时处理，恐怕会对世子不利。剩下的人全都斩杀了，一个活口都不留。世子，属下带人这时离开，世子的安危。不是，暗中还藏了人，我这就释放信号，你带一队人马前去斩杀。是。令策带回来的人已经可以留作口供，审问他们就好了，剩下的人还是尽快处理了好。小福宝看了看天色，然后从袖口中释放了一个信号。放完了信号，他快速地拿出纸笔，开始给皇上写信。他有些密事要交代。朱坤鹏见此，自动地离得远了一些。朱坤鹏回到了自家的队伍，他本能地觉得有些事他不能听。广安侯先走了，还是给朱坤鹏留了5个人保护他的。唐之灵早就知道小福宝的身份，他也没有奇怪，就看着小福宝安排。唐之灵，你有没有发现啊，仔仔很有工作经验的样子。工作经验？是啊，当皇上的经验。沈飞眯着双眼看着小福宝奋笔疾书，那毛笔用的可老熟练了。沈飞早就怀疑了，仔仔很依赖皇上，别以为他不知道这小子逃学进宫。还有太子和皇上对小福宝的重视，还有那个刺头益州王竟然也对小福宝这么好，还心甘情愿地给他当马骑。小福宝不断操心楚家皇室的孩子的样子，这些都让沈飞怀疑小福宝前世也是皇室之人。可是他没往先皇身上想过，或者说他下意识没意识到仔仔会是那个人。但如今种种迹象表明，小福宝就是先皇楚成彦。这么一想，从前一切怪异之处就解释得通了。不过皇上他们都知道，唐之灵知不知道呢？沈飞想起了2年前他们家里爆发的家庭危机，2父子闹别扭的情景，看来唐之灵是早就知道了真相。哎，当皇上的经验怎么会呀？哈哈，唐之灵，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什么呀？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吗？真不知道？你确定？沈飞，现在大敌当前，咱们得想想后面该怎么做呀。从前定好的路线，我看是不能走了。沈飞见唐之灵不想谈论小福宝，也不揪着不放。不过唐之灵都接受了小福宝的真实身份，他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不过是没喝孟婆汤罢了。小福宝都是他生的，是他的儿子。想到儿子，沈飞的表情又古怪起来。要是按照这个辈分算，那他岂不成了皇上的奶奶？沈飞非常开心地接受了这个设定。突然之间，沈飞就豁然开朗。走吧，既然仔仔在忙，咱们就先看看被带过来的傻大个儿。行，咱们好好的审一审他。沈飞来到了宗正达跟前，用脚踢了他一下。是谁敢欺本王子？不过这次他说的不是汉话，沈飞和唐之灵2人都没听明白。唐之灵蹲下来给了他2巴掌，直接让他清醒过来。你是谁？竟敢打我？等他发现自己被绑着，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想起来了，他们闻到了一阵香气之后，人就昏迷了。宗正达心里真的害怕了，他被俘了，落到了汉人手里，
不知道舅舅能不能来救他。是我呀，就是你要活捉的荣亲王。宗正达看了唐之灵一眼，又看了一眼女扮男装的沈飞。该死的，他认错人了。想到沈飞昨日扛着那奇怪的东西，宗正达不敢小觑沈飞。你们真是太阴险，竟然暗中下毒，太无耻了！哼，怎么你都能提前埋伏我们了，我还不能反击了？你，哎，还别说，你这个人的汉语讲的还真是不错，哼，真好啊！哼，那是我娘从小教我的。你意识到自己说多了，宗正达赶紧闭上嘴巴。沈飞趁此机会快速在空间里拿出怀表，在宗正达眼前晃悠几下。宗正达中了毒气，意志力本就薄弱，神智也没那么清醒，因此沈飞还是很好催眠的。你娘是谁？楚家然。姓楚的？有没有这么巧啊？沈飞仔细地打量了一眼这个男人，发现和自家人没一点像的地方。那你叫什么？你又是谁？我叫宗正达，是吐蕃的四皇子。沈飞看着宗正达，这人年纪也就20出头，还很年轻，但身份竟然是吐蕃的四皇子。唐之灵也是吓了一跳，吐蕃的四皇子竟然就带着这么点人跑进了大禹朝的腹地，这人是没头脑呢，还是真的这么自信？难道他有什么倚仗不成？你们这一次为什么要劫杀荣亲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给你们提供的线索？沈飞一连3个问题问出来，让宗正达下意识的排斥，他的眉头紧紧的皱在一起，不断的摇晃脑袋。他怎么了？问到了他心中的秘密，他下意识的防御起来了。这时候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声音一下子就把宗正达给惊醒了。他睁开迷茫的双眼看着沈飞两人。沈飞知道这次的催眠失败了，现在是问什么都问不出了。我这是怎么了？沈飞没管宗正达的问题，想到他母亲，他不客气的上前薅了几根头发下来。你怀疑他的身份？闲着也是闲着，做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我的猜想。哼哼。你想干什么？他听说中原有一种邪术，就是用头发做法，还有那种拿着针扎小人的，总之就是恐怖的很。把我的头发还给我！老实点。你要用我的头发做什么？唐之灵见这个男人这么聒噪，脱下了男人的鞋子，把袜子塞到了他嘴里。宗正达发不出声音，同时一股臭味袭来，直冲天灵盖，差点没把他送走了。沈飞和唐之灵已经无暇搭理宗正达，他们都是好奇的看着远处来的这支军队。一行人穿着大禹朝士兵的服饰，最开始唐之灵还以为是杨策率领禁军回来了呢，现在看不是，为首的男人他不认识。小福宝见人到了，也从车厢中下来，他已经写好了信，只等着送往京城了。属下郭泰参见世子。来了就好，剩下的路上就由你保护我们去停州。是世子。很快，在令策带领的那30人解决了敌军之后，一行人再次上了马车。马车上，沈飞和唐之灵两人把小福宝围在中间，齐齐地看向他。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沈飞没心情追问小福宝，他急于分享刚才得到的秘密。小福宝，咱们抓到的人是吐蕃的四皇子宗正达。小福宝懵了，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娘亲就知道那人的身份了。娘，你怎么知道的？你给他催眠了吧？他还交代了什么？他就说了，他叫宗正达，他娘叫楚家然。这个楚家然你认识吗？他也姓楚呢。小福宝听到这人的名字，眼眸微冷。这孩子竟然还活着，人还藏到了吐蕃，还生下了皇子，还真是命大呀。他是谁呀？你知道就说吧。那是先太子的女儿。不是说先太子一脉的人都被你杀了吗？小福宝柳眉倒竖，瞪了唐之灵一眼。这家伙怎么说话也不注意场合。小福宝小心地打量沈飞的神色，就想知道他是什么反应。小福宝见沈飞没有反应，心中松了一口气。也就是说，那个楚家然是你的侄女？小福宝立即咳嗽起来，小身子也是一耸一耸的。仔仔，你没事吧？娘，你知道我从前是谁啦？小福宝的心跳快跳到了嗓子眼儿，问的也是小心翼翼。知道啦。我的仔仔就是了不起，
这工作经验太牛了吧！他儿子上辈子是皇帝，那他这辈子就算是皇帝的奶奶了。小福宝有些怔愣，他完全没想到沈飞是这个态度。李儿，你不怪我？小福宝其实是想问沈飞介不介意，毕竟这关系论起来有点别扭。怪你干什么？上辈子的事又不是这辈子的你能决定的。你看看我还不是一样借尸还魂占了别人的身体。沈飞想到了，他不是原来的孙梦夏，认真算起来还不是小福宝的亲娘呢。哎，算起来我好像也不是你的亲娘哎。你是我娘，最好的娘。皇宫内，皇上把荣王府的几个孩子接到了宫中，他和皇后两人又因为一起照顾孩子，勾起了一些从前的回忆。皇上不仅留宿在皇后的宫中，这俩人的关系倒是温情许多。随后的几天，皇上要么就是没翻牌子，要不然就是直接来到皇后的宫中。今早皇后早上是嘴角含笑的把皇上送走的。娘娘可还需要再补眠？不需，给本宫梳洗打扮，等后宫嫔妃请安过后，咱们去太后宫里看看几个孩子。皇后现在是越发喜欢寻儿，见不到她还怪想的。是娘娘。皇后娘娘，不好了！大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皇后娘娘，国公府的4公子金马腿断了。什么？皇后不敢相信，这个侄子皇后是很看重的。赵修伟是赵家这一代最好的儿郎，他曾经建议哥哥改立4郎当世子。皇后娘娘，不仅如此，4公子的马还踩伤了文浩少爷，文浩少爷生死不知啊！快去请太医！赵修伟和赵文浩是赵家最出息的，两人虽然是叔侄，但是年龄上差距不大。城外一处高楼上，楚玉红看到赵家下人手忙脚乱地把人搬上马车。大哥，你笑什么？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呵呵，没什么。哎，福宝哥哥不在，我都想他了。他若是在，我可不敢动手。东宫，嬷嬷，你说什么？太子妃，4公子坠马，又被马拖行数10米，伤了腿。不可能，魏迪的骑射功夫虽然不高，但还不至于骑不了马。4公子的马还踩伤了文浩少爷，少爷现在还没清醒。啊，嬷嬷，快去找太子，我要出宫回家。啊，是娘娘，老奴这就去找太子去。此时皇上也已经听到了消息，他皱紧眉头。冯宝，派太医去赵国公府看看吧。皇上，皇后已经派了太医过去。皇上点了点头，他很好奇这厮是谁动的手，能一举伤了国公府2个最有前途的孩子，这手段确实狠辣。皇上，这是广安侯世子朱坤鹏给荣世子的信，刚到王府的。小福宝不就在队伍中吗？朱坤鹏没见到人？皇上把信接了过来，打开之后看到上面的内容，轻哼道：什么乱七八糟的！皇上气愤地把信扔到了地上，纸张散落在地上。冯宝正巧也看到了上面的内容。小六怎么可能有断袖？他孩子都生了6个了。皇上，老奴猜测朱世子是把王妃当成了男人。哎，哎呀，那个小白脸没准还真可能是那个沈氏啊！哎呀，小六这2口子，这笑话就没有断了的时候。荣亲王夫妻的感情颇深呐，依老奴看，荣亲王是个痴情的。皇上想到唐之陵后院就沈飞一个，还有小福宝对唐之陵的全方位封锁，露出了古怪的笑容。他呀，这辈子是不敢对不起沈氏了。皇上想到小福宝，终于意识到不对了。既然小福宝和沈飞都一起去了，为什么朱坤鹏还舍近求远的把信送到长安城呢？除非朱坤鹏在队伍中没有看到小福宝。那小福宝在哪里？朱坤鹏为什么没发现他？皇上现在慌了。凤宝，你快去查查，亭州和凉州那边荣亲王队伍有没有送信回来。
是陛下。赵国公府，太子和太子妃都来了。赵修伟正在被太医接骨，内室中不断传出了喊叫声，还有2个太医在医治赵文浩。此时的堂屋内却是死一般的安静，众人谁都没有开口，只有赵文浩母亲的哭泣声。赵修远听得烦躁，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现在知道哭，你早干什么去了？夫君，这文浩生死不知，你就不伤心？哼，我倒是忘了，夫君除了文浩还有文斌呢，可怜的文浩啊！哼，这关文斌什么事？你不要胡搅蛮缠。够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吵？赵国公见太子没有任何不悦的神情，才松了一口气。赵修远被呵斥，也不继续管妻子。他知道父亲有意想要换世子，毕竟四弟要比他有才智，而且太子妃妹妹和四弟的感情要更深。他长2人好些岁，和太子妃的感情不深。爹，这次小厮起码把文浩踩上，就是为了世子之位。我知道爹想要换了我，可是小厮真的太狠了，那是他侄子，亲侄子呀，他竟然也下得了手。可怜我的文浩伤得那么重，现在还生死不知。住口！胡说些什么呢你？赵修远可不想忍了，想到他在外面听到的流言，心里已经信了10成10。爹，我说的难道不对吗？你早就想换了我。这小子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长子不成器，他确实是在犹豫，是选小四呢，还是选孙子文浩？2个人他都在考察，还没有下定决心。不管是谁，都不能是长子了。他们赵家一世荣华，未来太子继位又可以延续100年富贵，国公爷要选个明白人。可是长子显然是不合适的，朝中弹劾他已经不是1次2次了。赵国公想到老对手找不到他的过失，就拿长子出来溜溜的事，就糟心不已。赵国公看着这个大儿子，觉得他还不如广安侯世子呢。广安侯世子可没玩出过人命，手上没沾过鲜血。可是自家长子要不是他帮着遮掩，那些人早就去告他了。由他带领着赵家没落是迟早的事。一时间赵国公竟然有些颓败。赵国公的沉默让赵修远更加确定了。爹，你果然是这么想的。我真是太傻了。大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出害四弟的凶手，看看是谁在马上动了手脚，查出真凶。哼，还什么凶手？这就是小四的计谋，直接伤了我儿，他不就有机会了？大哥，你不要这么武断好不好？四哥就算想当世子，也不会对文浩动手，他自己不是也伤了腿吗？哼，那是他纵马踩伤我儿后遭到的报应，否则又怎会从马上掉落，伤了腿？太子坐在一边，皱着眉头思索着整件事。这件事确实透露着古怪。表哥，那伤人的马呢？检查了没有？太子，那马已经被我杀了。太子的脑瓜子嗡嗡的，还真是帮倒忙啊！太子一时间也觉得舅舅的想法没错，这世子换了就换了吧。这时候救治赵文浩的太医也走了出来。宋太医，我儿子怎么样了？小少爷已经救过来了，不过他伤了脏腑，要好好的调养才好啊。小少爷的身子恐怕劳累不得呀。是，刘太医说的是，感谢2位太医把我孙儿救回来呀。宋太医严肃着一张脸，他有句实话没说，那孩子以后就成了药罐子了，也就只有富裕的国公府能养得起，要是在普通人家，恐怕要活不了几年了。听说这孩子很是聪慧，恐怕这辈子都和科考无缘了，除非有荣王妃那种神药。宋太医想到这里，没有把话说出来，他不能害了荣王妃。赵家人送走太医之后，太子妃和太子也离开了赵府。太子刚回到皇宫，就被皇上派来的太监给叫走了。太子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父皇，是有何要事？这是小福宝送来的消息，你看看吧。太子快走几步。福宝弟弟终于送消息来了。等他看到信上的内容，简直不可置信。父皇，福宝弟弟竟然遇到了吐蕃的小股军队，还抓了吐蕃4皇子。
是啊，吐蕃的军队竟然悄无声息地进了我国境内，还能知道荣亲王这一行人的行踪，提前埋伏，显然是有人在背后透露了消息。父皇，这次的事太过蹊跷了。皇上又把小福宝的安排递给太子。你再看看这个。太子看到了上面的内容，惊得不得了。父皇，2位尚书都有问题。还不确定，但不排除他们通敌。不仅如此，那2个节度使的问题也很大。这次的问题很严重啊，2位尚书那边要小心查证。父皇，不如就按照福宝弟弟交代的办吧。太子觉得父皇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按照皇爷爷的方法，还能有什么错的？皇上也是认可小福宝的方案的，就是觉得这样会显得他很无能。父皇，若是河西节度使真的有问题，他知道吐蕃王子被俘，会不会铤而走险？那样福宝弟弟不就危险了吗？你说的对呀。冯宝，进来。冯宝低着头走了进来，等候皇上吩咐。去，把中书舍人曾蕃叫来。是，陛下。冯宝知道皇上这是要草拟圣旨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事，让皇上没有经过廷议就决定下来。皇上的动作很快，几封圣旨下去了之后，让朝臣们都摸不着头脑。这好好的，为什么几个地方军的将军竟然换防了？小福宝这一行队伍快马加鞭，终于是顺利抵达了亭州。要说是顺利，也是因为有沈飞的大杀器在，他们这支队伍才能毫发无损。因为在路上他们又经历了3次刺杀，当然都是被轻松的解决了。现在的队伍后面拉的都是这次路上抓的俘虏。到了亭州城门口的时候，守卫知道是京城的荣亲王到了，也都纷纷打开城门。广安侯等人已经几天前就来到了亭州，提前过来给战场送粮。朱坤鹏并没有骑马，他的胳膊受伤了，现在一只胳膊是吊着的。他拉开帘子往外看，就是想见到自家老爹，他有好多话想和老爹说。朱坤鹏这些天真是过得心惊胆战的，他急需要在老爹那里寻求安慰，并告诉老爹他的猜测。城门大开，队伍缓慢地进城。唐之灵，咱们进城了，要去哪里？还有空间里的粮食要不要拿出来？粮食先不着急，等咱们见到了广安侯之后再决定吧。至于住处，我觉得得先找个客栈住着吧。住什么客？不住客栈，咱们这么多人呢，直接去亭州王府。小福宝原本教训的口吻，在看到沈飞之后，立即又乖顺起来。李斯这次军需官的主官筹集的粮草到了哪一步？还缺少多少？这些你也要参与。这一次来就是让你锻炼的。唐之灵和沈飞互相看了一眼，或许这趟差事就是小福宝安排的。还有，咱们这一路上遇到那刺杀，那些人都要好好的审一审。我和梁谦就负责这事儿，你跟在广安侯身边，帮他调度粮草。好吧，就听你的。唐之灵这队人马进了亭州，就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知州府衙，大人，大人！刘全，何事这么大惊小怪呀？啊！大人，属下听到城门那边传来消息，荣亲王带着军队进城了。哟，怎么这么快啊？怎么提前一点消息都没有？大人，咱们要不要出去迎接呀？你说是荣亲王带着军队？大人，听守城的人禀报，那些人大概有2000多人。2000多人？一个地方的军队驻扎也就2000多人，这还是明面上的数字，实际上能有1000人就不错了。荣亲王带这么多人进城是想干什么？快，给亭州王送个消息，让他知道他弟弟来了。是，大人。那咱们要不要出去迎接呀？去啊，当然要去，现在就去。亭州王府，玉成，走吧，随父王去接人。父王，六叔比预期的时间早了2天呀。可能是广安侯传的信息有误吧，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唉，父王，广安侯收粮并不顺利，地方县衙的粮库没粮食，那些富商又攥着手中的粮食不出手，你说六叔来了能想到办法吗？广安侯的打算很好，紧急调走地方粮库的粮食，然后再从幽州那边运粮过来。可是到了地方才发现这个主意不可行，一些县衙的粮仓并没有粮食，还有的都是生了虫子的陈粮。总之现在的形势并不乐观。
广安侯府在亭州有产业，也有一些粮食，那批粮食已经被广安侯送去了南疆战场，缓解了断粮的危机。但这些粮食也只够再坚持半个月的时间。现在两军还在焦灼的状态，根本不是半个月就能结束的。楚敬章只在宫宴上见过一眼唐之陵，印象中那就是个小弱鸡。哼，他来了能有什么办法？他草包的名声可是都传到了亭州了。楚敬章对于唐之陵最小却是几个兄弟中唯一被封为亲王的人很有意见，毕竟谁还不是龙子龙孙呢？至少他身上血统纯正，不像老六还是半个鲜卑人。走吧，亭州不大，估计他们都快到衙门了。父王，咱们不请六叔来王府住吗？没听广安侯说吗？那小子带了100多个护卫出门，那么多人都来咱们王府，要吃多少粮食啊？也是啊，人确实是不少。哼，到时候把人丢给刘知府，让他去操心去。嘿嘿嘿，还是父王的主意好。哈哈，不在其政，不谋其位。自从老大把我的私兵都充公之后，我就决定不让老大占我半点便宜。哼！楚敬章和世子楚玉成才走到大门外，刚想上马车，就看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没错，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全是人。楚敬章皱起眉头，这些人是什么人？怎么进城的？难道是敌军打进来了？王府的护卫一下子就戒备起来，全都亮起了武器。人群靠近，从马车上下来3个人，2个男人，1个小孩。小福宝才下马车，看着楚敬章那像是怀了孕的大肚子，就皱起眉头。楚敬章看着小福宝，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父王，那个小孩好像黄爷爷。楚敬章自然是看到了，他现在也是双眼瞪大。等看到唐之陵之后，楚敬章真的承认了，老六是会生孩子的。那小孩应该就是荣王府的世子小福宝。哼，这老六还真会生，这么像的还能生出来。把刀都收起来，是荣亲王到了。楚敬章整理了一下袍子，向唐之陵走了过来。六弟，二哥，六弟，你们怎么直接过来？想必刘知府已经前去接你们了。啊，我们一路上并没有见到刘知府，到了亭州就是二哥的地盘，弟弟我就来投靠二哥了。楚敬宗在心里咒骂，该死，这家伙还真是打着这个主意。六弟出门这人手还真不少啊，这些人都赶上地方的守军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么多人，我们王府可放不下。想到老六出行，皇上给了这么多人，楚敬章这心里竟然有点酸。老大那人太不地道了，唐之陵哪里知道地方驻扎的军队啊？是吗？地方驻军这么少吗？小福宝一时之间竟然觉得有些糟心，他并不想浪费时间。走吧，进去再说。国太，军队的人带去守备府，找全自明，让他安排一下。是，世子。宁策，你去把那些俘虏全都送去府衙大牢，严加看管起来。是，世子。楚敬章这才正眼看了一下小福宝。六弟，你王府的世子还真是了得呀！小世子小年纪，竟然如此娴熟的发号施令。我看荣王府做主的都成了小世子了。啊，还有那个谁，对，就是那个将军。我要是没记错，那是令将军，可是先皇老爷子的黑甲军首领的，现在居然去了你们荣王府。哎呀，六弟的福气，二哥我呀还真羡慕不来。楚敬章说了一通阴阳怪气的话，明着夸唐之陵本事，实则是暗讽唐之陵被小世子给架空了。小福宝现在是着急收拾外敌，自然是不愿意听楚敬章的屁话，更何况他还要找他了解亭州的情况，亭州刺史做得怎么样，还需要楚敬章来交代呢。他的身份该知道的好些人也都知道了，不差老二一人。在门口磨叽啥？显着你的嘴皮子利索呢。楚敬章有点傻眼了，这小子竟然不把他这个二伯放在眼里。哎，六弟，你就是这么教育儿子的，如此的没大没小。楚敬章这一声虽然稚嫩，但这语调这口气怎么这么熟悉？小福宝原本圆溜溜的眼睛此时是半眯着，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看着楚敬章。楚敬章腿一软跪了下去，这神态和那位一模一样，从前被支配的感觉又回来了。你是我是，别磨叽，快进来，我有要事要问你。好，这就来。是了，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令册随时跟在左右，就是皇上都没得到令册，老六那小子就更不能指使得动了。他早该想到的，要不是这位在，他暗中藏的私兵怎么会被发现？但凭老大那个棒槌可查不到一点。现在楚敬章的脑子清明不少，从前想不通的事，这次全想通了。于是楚敬章立即抱着肚子呼哧带喘地追了上去。世子楚玉成看到父亲撺着小碎步，小心地跟在小福宝身边，诧异得不得了。两人就这么你是我是对起了暗号，到底是什么呀？唐之灵和沈飞互相看了一眼，他们也没想到小福宝一来汀州就报了马甲。荣亲王，咱们直接进去还是去找我爹呀？朱坤鹏是发现了秘密，就带着广安侯府的下人躲得远远的，一点消息都不想多听，就怕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儿，被人灭了口。哎呀，咱们去吃一顿，再去找你爹怎么样？好好，吃完了再走。嘿嘿。哎，荣亲王，荣亲王！看着沈飞和唐之灵三人，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哪个才是荣亲王。本王就是荣亲王。下官汀州同知刘伟拜见荣亲王。荣亲王，下官已经准备好了酒菜，不知能否赏光呀？答应啊，快答应啊！沈飞和唐之灵几人毫不犹豫地和刘知府等众位官员走了，就把小福宝扔给了汀州王。王爷，广安侯前些时日去武乡、河东、吉首、重阳等地收集粮食，岂料好几处的地方官员贪墨，府衙内的官粮全无啊！这广安侯让属下彻底彻查几个县令，不知道王爷的意思是？那就查呗，刘知府秉公办理就好。刘知府听到唐之灵这么说，嘴角不易察觉的勾起。是，下官领命。王通判伸出的筷子一顿，眉头轻蹙，但什么也没说。沈飞拿了一根鸡腿，啃得嘴两边都是油，但是眼珠却是四处乱看。他在桌下轻轻地踢了唐之灵一脚，给他使了一个眼色。唐之灵也吃得差不多了，终于是想起了正事儿。刘知府，不知道现在汀州的粮价是多少？刘知府见荣亲王终于问起了正事儿，愁苦道：王爷，汀州可不比江南富饶之地呀，这瓜果类倒是盛产，这葡萄、甜瓜、红枣倒是格外的美味，这五谷类呢倒是弱了一些，这小麦呢、玉米、大豆也有耕种，玉米还是前几年从京都传过来的呢。玉米在汀州算是高产了，但玉米的味道没有大米的味道好，因此在汀州大米这种细粮已经达到了320文一斗了。沈飞听得眼睛一亮，心中只有2个字：发了，发了！他真的发了。唐之灵也吓了一跳。你说什么？大米竟然要320文一斗？他在长安城收的可是30文一斗，是精米呢，在汀州竟然要320文一斗，这是涨了10倍呀！哎呀，王爷有所不知啊，汀州这边种植不了水稻，因此大米才会显得珍贵。这大米无论是从南边还是东北运过来，人力物力成本巨大呀，因此精米的价格才居高不下呀。玉米、大豆等粗粮的价格也就80文每斗左右。另外王爷采购军需粮草不必全是细粮，粗粮足矣呀。沈飞看着碗里白白的大米，这个刘知府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让那些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战士吃玉米和大豆，他倒是自己吃香的喝辣的。他可是知道豆饭吃多了容易跑肚拉稀不说，还容易烧心，对胃也不好。还有玉米，虽然可以充饥，但是成熟的玉米很硬，在后世想要吃玉米饭，都是要用电饭煲提前泡一夜，第二天吃起来才会软糯。可是军营里的士兵显然没有这个条件，他们没有电饭锅，也没有这个时间。打仗吃饭速度就是要快。沈飞想到这里，眉头又皱在一起。这个刘知府不是好人呢。唐之灵没有反驳刘知府，因为他有大米，很多很多，也不是粗粮，只要找机会转卖给广安侯就好了。刘知府说的对。刘知府见到唐之灵这么好忽悠，也非常开心，于是又说了一些恭维唐之灵的话。汀州王府书房外被严密地把守起来，汀州王吩咐任何人不准靠近，也不准被打扰。小福宝进了书房之后，四处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满意的点了点头。老二这些年还是喜欢看书，这习惯保持得很好。坐下之后，看到挺着个圆肚子的楚敬章，开口问道：几个月呢？
楚敬章满脸问号。什么几个月了？我说你怀了几个月呢？看这孕相，快要临盆了吧？楚敬章满脸尴尬，嗫嚅辩解。刚一开口，觉得称呼不对，立即转变。我是男子，怎会怀孕呢？是他，就是他，这嘴还是这么毒。你也知道你是男的，那你把自己吃成这副鬼样子，嫌命长呢？还是说李廷州又有钱呢？没钱，我没钱。看小福宝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言之凿凿道：是真的没钱。来，把这个先吃呢。楚敬章满脑的问号，这是啥？能吃吗？我还能害你不成？快吃了！楚敬章在心里暗暗嘀咕，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几个儿子除了老大和老三，你还喜欢谁啊？哪个不是被你打发得远远的？楚敬章虽然心里犯嘀咕，但还是伸出了胖手接了过去，然后吃了下去。之前见的壮小子是玉成那孩子吧？长得不错。玉成这孩子像我，壮实得很。你这么多年，就还只有玉成一个？有玉成一个就够了。楚敬章这人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后院只有王妃一个女人，他是个小气的人，觉得养女人太费钱了。你后院还有王妃一人？楚敬章想起从前先皇总想往他后院送人的事，他总是想各种理由给拒绝了。现在他有点紧张，难道老爹变成了小爹，还想继续管着他的后院？小福宝一看廷州王那样，就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哼，牛不喝水，他还能强按头不成？算了，你自己的后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咱们说点正经事。好。北庭节度使关海卓此人，你了解多少？楚敬章刚坐下去的屁股又抬起来。我和关海卓不熟，我和他啥事儿都没有，我也不了解他。楚敬章是个王爷，他可不敢承认和北庭节度使相交，这说出去妥妥就是个大把柄。小福宝斜睨了他一眼。老实点，你实话实说，关海卓有没有可能通敌？这次我们来廷州的路上，吐蕃四王子率领的5000精锐提前埋伏我们，这其中一定有人通敌，走漏了消息。5000精锐进入我朝境内？是，其中只有少数人换上了汉人的衣服，剩余的人竟然连衣服都没有换，嚣张得很呢。秦州和丘宁这一带只有这个地方适合埋伏，他们是在此处做的埋伏？我们是从这段路过来的，路过丘宁，在大饶山这遇到的埋伏。既然敌方有几千精锐，又提前埋伏，你们怎么看着毫发无损的样子？不对，那位朱世子好像受伤了，但其他人好像都没事啊，还有那些敌军呢。他那胳膊是看热闹摔的，不是敌人伤的。呵，这人还怪有意思的嘞。至于我们怎么灭敌的，你不用多问，以后会知道的。根据你的判断，你觉得北庭节度使有没有参与其中？不会是他，关海卓父兄全都死于吐蕃人手中，他和吐蕃有着血海深仇，不会是他。另外，北庭此处常年要对抗西突厥和吐蕃，3年前西突厥犯边就是关海卓把人赶回去的。这次北晋王能全力和吐蕃对敌，也是因为有关海卓率领军队防着西突厥进攻。小福宝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他也猜测是河西节度使范崇安的嫌疑大一些，这才立即建议皇上先换了范崇安，换上卢志明接手。至于范崇安是否通敌，那就交给大理寺和刑部查了。楚敬章见小福宝只是点头不说话，又继续帮北庭节度使说话。您别不信，关海卓那军队里有我从前的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又连忙补充道：就是我从前偷偷养的那些私兵，他们偶尔也会给我送点消息。真的就是偶尔，我已经歇了那心思，真的，养私兵也是想自保。我知道，过去都过去呢，不用再提呢。小福宝没说，他早就知道，也知道老二节衣缩食的养人，他就等着哪日朝廷有需要了，全都没收了。就是没想到他在位的时候没用上，死后倒是用上了。算起来他是坑了廷州王的，坑人这一点小福宝做的也是驾轻就熟。楚敬章听到这话松了一口气。
四王子宗正达这人一定要看住了。这次和北境王对上的人正是段干元基，而段干元基又是四王子的舅舅，听说他对这个外甥很好的。宗正达这人你了解多少？他在吐蕃的地位怎么样？四王子在吐蕃的名声仅次于太子宗正纯，宗正达因为舅舅是段干元基，权势很大。受宠就好了，还真怕他是个无足轻重的玩意儿呢。段干元基的妹妹段干家染听说也很受宠的。段干元基很疼这个外甥，宗正达长得很像他，外面都传外甥像舅，果然如此。这次四王子被俘，对北境王来说是个喘息的机会，咱们手中有俘虏就可以谈判，谈判结果不重要，咱们要的是喘息的机会，同时终止战斗也能断了敌军的气势。此外，咱们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粮草和军需。小福宝满意的看着楚敬章，说真的，和老二老三那几个聊天都能聊到点子上，这几个一点就通，说话一点都不费劲儿。想到唐之灵，小福宝慌忙的摇晃了一下脑袋，想把他摇出脑外。那个人也怨不得他不学无术，好好活着就行。楚敬章见小福宝摇头，还以为自己说的不对。我分析的哪里不对？没有，你说的对。不过四王子啊，恐怕不是宗正杨默的宗。什么？怎么会？怎么不可能？宗正达的母亲不姓段干，她姓楚。姓楚？可是和咱们皇室有关。她叫楚家染。难道他是先太子的后人？或许吧，也许是当年跑走的漏网之鱼。不过这都不重要，我怀疑宗正达是段干元基的宗。若真是如此，那这个消息咱们目前还要藏着点儿。没错，拆穿也要谈判过后，战争结束之后，否则宗正杨默可不会为了这个假儿子出力。若是先太子的后人还活着，咱们大禹朝的官员也要好好的排查一下，尤其是戍边的将军，临近吐蕃境内的都要排查。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让敌人浑水摸鱼，反而处置了真正忠心之人。小福宝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二儿子还是不错的，脑袋也是聪明的，就是出身太低了，当年根本没考虑过他。哎，都是他娘连累了他呀。不过大禹朝的军队不能大动，得慢慢排查，尤其是戍边的将军要严谨。突厥人虽然现在没出手，恐怕也是想看咱们和吐蕃斗个两败俱伤，来坐收渔翁之利。这是自然，老二，你很不错。那些人都等着他们大禹朝和吐蕃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来分食中原的腹地。小福宝也是没想到，他在位的时候没打几场仗，重新投胎回来却没个消停。张老哥，刘老弟怎么这时候来了？张老哥，是这样的，是学院的事，现在啊，好些学生想来入学，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好事呀，王妃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的。张老哥，不是这样，这些学生不全是要启蒙的孩童，还有什么？还有好些大人，那些人中有的年纪比我还大。怎么会啊？年纪那么大还来干什么？不知道咱们收的是启蒙的学生吗？我也是解释了，那些人是一些学子，有的已经有秀才和举人的功名了，来咱们学院也只是想学算学，好些人还是外地的学子呢。张光真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想到了秋闱和春闱，王妃整出的那套题在长安城已经火了，这些学子现在学习也是怕在算学上失分。张老哥，我从前就是个管家，只是略懂几个字罢了，学院的事真管不过来，不如张老哥代劳。我给刘老弟推荐一个人，那人比我还合适呢。是谁？府中的谭先生，王爷去了南疆，谭卓估计闲得都要长毛了，你去找他去。对，还有谭先生，谭先生有功名在身，比张老哥有学问。当初来王府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妃才高看他一眼的。谭先生确实更合适。谢谢张老哥。这个老刘是会扎刀的。皇宫内，慈宁宫。此时慈宁宫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因为孩子们的到来变得十分热闹。
太后多年不养孩子了，突然被皇上塞过来5个小娃娃，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不太适应，谁料现在却觉得宫里有了小孩子还是很不错的。小叶子做好了一个花环，哒哒的跑到了太后身边。奶奶，给你戴。奶奶戴不了的。小叶子扬起脖子看了看，又转身跑走了。太后啊，这些花都是您平日喜欢的，这怎好让小郡主都摘了去啊？不过是一些死物罢了，没了也就没了。太后看着跑走的小叶子，感叹道：“哎，这丫头是个活泼的。”是啊，那小叶子郡主每日都笑呵呵的，又不怕生，也是好玩的紧。是啊，是个胆子大的，不受拘束。花花还在房间里啊？哦，是，这花花郡主啊，没有小叶子活泼，是个沉静的孩子。荣王妃生的这俩孩子，还真是一个容貌像他，一个性格像他，也是个会生的。此时，花花和小老二2人也在悄悄地商量事情。哎呀，我今天就得和太后求个恩典，我必须要出宫了，我的稻苗必须要种下去了，再耽搁就晚了。哦，就是咱们太小了，说话大人都不重视，现在真有点想师妹了。他要是在，咱们就不会这么被动。走吧，再去问问太后，她要是还不同意，咱们就再想别的法子。哦，也行，我已经把风车的图纸送出宫外了，不知道谭先生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2个执着于出宫干大事的人，因为被困在宫里，也是变得束手束脚。太后在外面晒了一会儿，就回到了内室中。这时候听到宫女禀报，就开口道：“让他们进来。”花花和恒儿2人走了进来，规矩的给太后行礼。参见皇祖母。花花，你来是有什么事啊？皇祖母，孙女和弟弟2人想要出宫一趟。这已经是花花第3次提出要出宫了，前2次太后都婉拒了。哦，又是出宫。花花，你是有什么非走不可的事吗？皇祖母，我想去城外的庄子看看，我的实验田也要种了，那些稻苗已经等不得了，再不耕种就晚了。试验田？你还弄了试验田？用的是我父王的职田，还有工部官人的职田。太后没想到这事儿还牵扯上了朝堂，这么小的一个姑娘懂得还真多呀。这时候一个小太监进来禀报道：“太后娘娘，皇上口谕，传花花郡主到勤政殿。”恒儿和花花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露出喜意。哈哈，好啦，花花，你就过去吧。皇祖母，恒儿想要和姐姐一起去。准啦。恒儿和花花2人才出来，就见到了被送回来的寻儿和叶儿2人。二哥，你们要去哪？没去哪，到了你午睡的时候，你快回去睡觉，我也要回去休息呢。哦，那好吧。花花和恒儿2人眼中划过惊喜，甩掉了。寻儿刚想走，就被叶儿掐了一下。别知道，咱俩偷偷的走。好，咱们跟着去。二哥一定去偷偷吃好吃的呢。叶儿翻了一个大白眼儿，就知道吃。勤政殿内，皇上，如今已经快要进入5月，可是据臣所知，京郊的植田还有没有耕种的？那些田地都是上好的田地，如今竟然荒废了，工部屯田司难辞其咎。李尚书作为工部的长官，必要为此事负责。工部尚书李泰也着急着呢，可是荣亲王去了南疆，荣王妃也跟着跑了，这让李泰可蒙圈了。况且他当初听了一个小孩子的法子，又不敢在大朝会上说出来，只打算私下和皇上解释解释。谁料这甘伟竟然如此不依不饶，追到了勤政殿来了。皇上，臣的植田作为试验田，也是因为那些水稻的种子难得，因此才选了几块位置好的植田。另外，若是植田今年颗粒无收，臣愿意用家中田产把粮食给补上。李泰说不后悔是假的，他现在见到空着的田地也是焦急得很。可是荣亲王人不在，他能怎么办？现在把小郡主叫来，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皇上，臣以为是李尚书此举不妥，不是他拿出了自家的粮食补上就可以的，
倘若开了这个先例，朝臣们都如此效仿，大禹朝岂不是乱套了？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事完全是李尚书纵容包庇之过。甘伟，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如此做，都是为了大禹朝着想，为陛下着想。我拿出自己的织田当试验田，本是一片好心，竟遭你如此污蔑。如今我已承诺，若是实验失败，粮食欠收，我李泰补上所有损失。甘大人还想如何？皇上，臣对陛下一片赤诚，请陛下为臣做主啊！皇上坐在龙椅上揉着太阳穴。这段日子他本就繁忙，2位实权尚书扣在家中养病，让他的压力很大。他还要暗中调查到底朝中何人与吐蕃勾结，忙的是焦头烂额了。今天甘伟竟然还拿这个小事说事，如此不依不饶。不知道甘伟是真的想要揪住李泰的错处，还是在转移视线，混淆视听。皇上深深地看了一眼甘伟，然后才开口道：李爱卿请起，此事朕已知晓。当初既然是荣亲王所求，那就是他的责任，和李爱卿无关。试验田既然是荣王府牵头，那就继续交给荣王府负责此事。至于荣亲王私自调用官员植田，等他回京之后再做惩罚。皇上也没办法，6部动荡，李泰必须要保住了。皇上圣明。甘伟一听皇上这么说，就知道他冒进了。这时候不是他攻坚李泰最好的时机。此事本来也是可大可小的，荣亲王是皇上的弟弟，想必以后也是高高抬起，轻轻放下。甘伟就算不甘愿，也只能道：皇上圣明。这时候小太监禀报道：皇上，荣王府小郡主和2少爷到了。皇上这才想起来，他还叫了花花来了。既然事情有了定论，皇上就不打算让孩子进来了。把他们送回去吧。启禀皇上，臣想见见小郡主。李泰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小郡主或许比荣亲王靠谱。他这段时间想找机会见，还见不到呢，如今怎么会放过？皇上见李泰那坚定的眼神，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淡淡的道：让他们进来。于是花花和恒儿2人一起进了勤政殿，2人规规矩矩的给皇上行礼。花花拜见皇伯父，拜见皇伯父。起来吧。花花刚想说出自己的请求，就听到大殿的门又被推开了。众人也听到了动静，全都向门口看去，就发现又滚进来2个一模一样的小孩。叶儿，都怪你！皇伯父，皇伯父，熊儿好想你啊！皇上看到挂在自己腿上的小孩，很无奈，直接把熊儿抱了起来。乖小些，皇伯父还有事要忙，你先自己玩。好，熊儿是个乖宝宝，听话。乖。皇上想起了今天的正题，开口道：花花，听说试验田当初是你提议的，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皇伯父，我正要来跟你禀报此事。我想出宫看看秧苗的情况，在宫中的行动不便，我想请求出宫回荣王府居住。谁道秧苗不能再耽搁了，必须马上开始种到田地中去。不行。见小丫头要急了，立即又补充道：但是朕可以给你一道旨意，只要你想出宫的时候，不必每次都求恩典，只要带人就能出宫。皇上，既然花花郡主知道试验田下一步的操作，臣也定当全力配合花花郡主，完成试验田剩下的事儿。好，李爱卿负责此事。另外，冯宝啊，把你大徒弟王九送到花花身边，以后让他跟着花花郡主。是，谢谢皇伯父。平州，唐志玲和沈飞2人甩掉了朱坤鹏，让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宅子，把粮食偷偷的弄出来一些。牡丹，你找个脸生的，去把信给广安侯送去。是，王爷。武丹离开之后，沈飞凑了过来。唐志玲，你说咱们卖给广安侯260文1斗，是不是不太地道？怎么不地道了？咱们可是便宜了60文呢，太便宜了，广安侯那老狐狸该起疑了。你说的也对，不过咱们的粮食地点得多选几处，在周围的县城也多弄几个。我空间里的粮食出售了，咱们还可以选点平州的特产带回长安去。主意不错呀，沈飞，
这样又能赚一笔。其实没有朱坤鹏在，咱俩行动更方便。是，要不然把他给他老爹送回去。可行。此时见到老爹的朱坤鹏非常激动。爹，我有事和你说。广安侯最近可是上火了，他暗中接到了消息，朝中从前的敌人暗暗出手，浑水摸鱼，就是想要看他的热闹。那些富户乡绅有粮食也不卖给他，要不是有人授意，他也不会如此为难。这次粮食征收不及时，那他可是要被问罪的。这几天他嘴里都起泡了。何事啊？还值得你如此大呼小叫的？朱坤鹏快速地跑了过来，在广安侯耳边耳语几句。你说的可是真的？爹，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和从前的那位熟悉，你没事的时候好好观察看看呗。广安侯有了儿子的提醒，也想起了几年前的事。那时候那荣世子也才会走路吧，就去了大朝会，帮着太子把场子给镇住了。当初就有人说小福宝是先皇附体，他当初觉得先皇是不忍江山断送，鬼魂回来帮忙的。随后几年小福宝并没有异常之处，他也就渐渐淡忘了此事。毕竟这事儿本身就很奇幻，很难让人接受。可是单纯是鬼魂附身，不会停留几年的时间。广安侯怔愣的样子让朱坤鹏以为他不相信。爹，我说的是真的，小福宝那气势就像他是皇上一样，说出的话也是轻易的拿掉朝中2个尚书，而且他对大禹朝的官员都是门清，这些都不是一个6岁的孩子会知道的。还有啊，京城不都说他和先皇长得一模一样吗？我觉得他就是先皇。哎呀，你可快住嘴吧！爹，不是，你不信我说的。爹，你可以等等京城的消息，看看2位尚书动没动，还有河西节度使那边的消息，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广安侯就是知道了京城的消息，心中才会震惊。我信，就是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你千万可不要说出去，明白吧？爹，我又不傻，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了。以后对荣亲王客气一点，不要没大没小的。哎，爹，那你说荣亲王和荣世子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皇家的事你少管，不该打听的和不该听的都少做，明白没有？爹，我都知道，我后来的路上都和他们离得远远的。广安侯这才满意了，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他儿子的胳膊是吊着的。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受伤了？爹，你不提我都忘了，我和你说啊。于是朱坤鹏就把路上的事和广安侯说了一遍。就是这样，我们后来换了路线，早了2天入城，路上抓到了好些俘虏呢。那你这胳膊是怎么伤的？这说一堆话也没说到点子上，我留下的人没有保护好你？爹，我这不是敌人伤的，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广安侯长叹了一口气。爹，你都没看到荣王妃的药老好使了，敌人一闻就倒了，我们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唉，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别跟着荣亲王和荣王妃了，那俩人啊不大靠谱，而且仇人有点多。朱坤鹏虽然没有大才，但是是他的嫡子，广安侯还是很疼他的。这胳膊伤得严重啊？不疼，吃了王妃给的药丸，好得可快了。侯爷，属下有要事禀报。进来。一名护卫拿了一封信进来。侯爷，有人送了一封信过来。广安侯接了过来，打开一看，瞳孔微缩。送信的人呢？人走了。啊，那你先下去吧。是，侯爷。朱坤鹏走了过来。爹，信上说了什么？有人送来了消息，说有粮食卖给咱们。爹，这是好事呀，咱们不就缺粮食吗？这个时候，这时机未免也太巧了些，恐怕有诈呀。爹，咱们拿钱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只要咱们检查好了，不被骗就行了呗。对，你说的也对呀，那地点也在汀州，想必对方想做手脚也要顾及一二。是呀，爹，我觉得还是好人多。信上不是说卖给咱们260文一斗吗？我听刘知府说，秦州粮价都已经320文一斗了，这么算，咱们还占便宜了呢。
此时，沈飞和唐之玲两人坐在空间里数着银票，钱正好，3万担粮食，一共是62400两。那你再算算，咱们赚了多少？沈飞点头之后，又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这时代的计算单位和后世不一样，沈飞还要换算一下才行。咱们是30文一斗收的，卖出去是260文一斗，每担是赚了1840文，3万担是5520万文，算成银子是55200两。唐之玲，咱们这一趟一点也不亏。唐之玲觉得好笑，又看了空间一眼，操场上的粮食只是少了一个角。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唐之玲和沈飞两人快速的出了空间。或许是仔仔回来了。不会，他这2天都和白馒头待在一起，早就把咱俩忘了。沈飞想到亭州王跑肚拉稀了2天，也是觉得好笑。唐之玲，我觉得怪有意思的。咱们来了亭州没有水土不服，但是那个白馒头却拉肚子了，真是奇怪啊。这白馒头啊，可是比几年前更胖，没见到那小子一直守着人家的吗？你呀，这是吃仔仔的醋啦。没有，你不要胡说啊。武丹见他敲了好久的门，王爷和王妃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是在房间里哈哈大笑，于是声音也跟着提高了。王爷王妃，属下有事禀报。进来吧。武丹进来之后快速的禀报道：王爷王妃，北境王派的人到了王府。派谁来的？江干。哦哟，是老熟人呀。人在哪里啊？人在前厅等候着呢。唐之玲，走，咱们过去看看。行。亭州王府的密室内，跑肚拉稀的楚敬章并没有躺在床上养病，一直陪在身边的小福宝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更没让他休息。楚敬章因为吃了药丸腹泻了2天，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意思。虽然总是拉肚子，但却觉得如厕之后整个人都是轻松的。他此时正揉着肚子听小福宝说话。这是一门新型武器，叫火枪。这些都是零件，里暗中找工匠，秘密的把零件全都打造出来。尺寸就按照我图纸上的做。楚敬章双腿夹紧，扭了一下屁股。我怎么看不懂啊？这是什么？你先去如厕，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说。好，我去就来。说完，嗖的一下冲了出去。粗细。他不管楚敬章了，继续看着枪械构造图。片刻之后，一身轻松的楚敬章又走了进来。小福宝，我拉肚子的症状什么时候能好啊？该停的时候自然就停了。李过呢？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不要说些没用的。楚敬章幽怨地看了一眼小福宝。感情屁股冒火，窜稀要窜出火星子的人不是你了。给你2日的时间，找个秘密的地方，把工匠都找好，开始研究火枪。这东西我根本看不懂，造这东西有用吗？你还真是个猪脑子啊！又骂我。这东西我相信不仅我看不懂，就是工匠也不懂。你有成品吗？可以给我看看。小福宝怎么会把玩具枪拿出来？先不说那东西被他拆了，装不回去了，更重要的是，就是他不能让别人知道成品长什么样，怎么安装。这武器的威力太大了，就算是亲儿子，他也不能让他知道整体构造，否则岂不是会威胁京都长安？总之，你不用管，按照我图纸照就好。楚敬章心里更幽怨了，这小爹是防着他呢。于是他拿巧道：亭州平瘠，擅长造兵器的匠人都在官府那边呢，我怎么能找到手艺如此精巧的匠人啊？什么？你这是要和我耍花枪？怎么会？我不敢，主要是真没有人，也没有地方啊。不如你回长安城再做，老大一定能做出来。楚敬章一看需要用到铁，就不想帮忙，这都是钱呢，工匠要钱，吃喝拉撒要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这是出力不讨好，半点好处都没有。怎么没有地方？你在曲村不是有个庄子？那地方3处环山，非常隐蔽，藏个几百人不在话下。您老还知道那个地方，真是聪明。心虚呢，都开始胡言乱语呢。这个聪明有半点关系吗？反正你的士兵都没呢，那处锻造武器的地方空着也浪费呢。以后就交给朝廷管吧，可以继续锻造武器。楚敬章心里发苦，
又被没收了一处财产。得把过去的匠人都招回来，就做我图纸上的零件。记住，这事啊要保密，不能被地方关知的。那能不能和老大开口，多少给我一点贴补啥的呀？小福宝想到，也不能可着老二一个人耗。放心，我会帮你说的。那还好。两人又继续商量了之后的事，才走出了密室。谁料刚出来就听到了北境王派的人到了王府，于是两人也不耽误，立即去寻人了。此时江干和沈飞正说着战场的事儿。大小姐，王爷没事都是小伤，但是咱们的士兵伤亡严重。江队长，我这次和你一起去战场。小福宝走到门外，就听到了沈飞说的这话。梁七，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仔仔，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我去了能帮忙的。那也不好，我不想离去。小福宝不会去战场，他还有事要安排。另外安西那边也要派人盯着，防止那边漏了口子，这样北境王就会被人包饺子了。现在他听到沈飞要去战场，怎么会同意？仔仔，那些士兵太可怜了，我去了可以帮他们，真的。小福宝心中自然明白，就是会担心。放心吧，我和你娘一起去，我还能保护她呢。哼，我娘不保护你就不错了。沈飞一听这样就知道有门儿。就这么说定了，我和你爹这一次和江队长一起走。跟着一起来的楚敬章看到了这一切，心中诧异。他真是没想到小福宝会有两副面孔。楚敬章从前还在想，小爹在六弟和六弟妹面前是什么样子的。他毕竟从前是皇上，脾气还大，现在想必也没有变化，依旧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六弟和六弟妹对小爹也一定是毕恭毕敬的。可现如今情况有变啊，和他想的不一样啊。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小爹的真实身份？是了，一定是这样的，否则说不通啊。楚敬章给自己找好了理由，也就不别扭了。见沈飞两人还这么年轻，就劝道：六弟妹，战场不是过家家，吐蕃人和那突厥人一样，都残忍得很，安全起见还是不要去了。我倒是想见见他们的残忍。来都来了，必须尽点绵薄之力呀。既然六弟妹这么说，我也就不再劝了。六弟妹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就说，我廷州王府愿意帮忙的。沈飞想到空间中的药物，还是要再准备一些材料，于是立即道：那感情好啊，我初来廷州，人生地不熟的，正想有人帮忙呢。二哥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给您列个单子，劳烦您帮我寻来。楚敬章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他真的是客气客气啊，而且还要列单子，这得是多少东西啊！六弟妹，我们廷州不比长安城，贫瘠得很，可能弟妹要的东西廷州不见得有啊。这白馒头还真是小气啊，他还没说要什么呢，他就推脱起来了。本来还想给钱的沈飞决定先不告诉他，让他多难过一会儿。二哥，不会，我要的都是常见的东西，廷州一定有的。我这2天在外面的商铺都见过呢。楚敬章很想说，你都见过了，为什么不自己买？还什么人生地不熟，骗鬼吧！他可听说这小两口不仅逛了廷州城，就是下面的县城都去了呢。事情就这么定呢，我娘把单子念好之后，你尽快准备出来。楚敬章内心苦啊，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苍茫的草原上，一队人马正在快速奔驰着，一路上哒哒的马蹄声传得很远。沈飞也是咬牙坚持，其他的还好，就是屁股有点疼。还能坚持吗？没事。还有半日，咱们也就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沈飞轻轻地了一声，风声很大，这一句都被吹得老远。江干在最前面，他的耳朵灵敏，他似乎听到了更多的马蹄声。他立即做了个手势，其他士兵也明白是什么意思，连忙勒紧缰绳。唐之灵注意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我去前面问问。快去吧，看看前面是怎么回事。想到什么，又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望远镜。这个你拿着，看看是怎么回事。好，我去看看。唐之灵夹紧马腹向前过去。
江队长，怎么了？姑爷，咱们恐怕是遇上敌人了。这还是在大禹朝的境内，难道吐蕃人又有人潜进来了？这大禹朝是筛子吗？怎么敌人说来就来？说不好，也有可能是匪寇。边境地区也藏了好些土匪，这边地广人稀，也是匪寇盘踞的地点。不是地广人稀吗？土匪在这里靠什么活？姑爷，那些土匪都是抢劫过路商人的。他们会不会抢咱们的军粮？他们还没有猖狂到那个地步，不敢明面上和朝廷作对。况且此时王爷正和吐蕃抗敌，匪寇这时候多半会藏起来。唐之陵大概了解了，他拿起望远镜向远处看了过去。江队长，来了一群人，不知是不是匪寇？姑爷，你拿的是什么？能看到远处的来人？你看看吧。江干接过来之后，照着唐之陵的动作，把望远镜放在眼前。姑爷，这东西真神奇，竟然能看这么远。江队长，这些人能对付得了吗？姑爷放心。唐之陵听到江干这么说，也不再坚持，因为沈飞说过，他的弹药要留着点用，才20几号人，着实是不值得浪费。一盏茶的时间，一群人马冲了过来，这些人都穿着汉人的衣服，脸上蒙着面。喂，你们是什么人？为首的男人向队伍中看了一眼，一眼就看到了想要找的人。把身上值钱的都拿出来！大胆，竟敢打劫朝廷之人，真是嫌命长了！动手！他带来的那20多人立即就动了起来，双方人马很快就打在了一起。唐之陵，你发现没有？这些人不像是普通的匪寇。是不像，功夫很高。唐之陵知道自己的斤两，对敌的时候他就在沈飞旁边，随时准备好进到空间里。这次出来虽然令策没有过来，但是王府此次前来的护卫中，小福宝挑了厉害的20来人来保护沈飞，加上江干带来的30多精兵，人数已经不少了，而对方只有20多人，显然不是对手。1刻钟过去之后，对方已经死了一大半。撤！江干这时候发话道：全都抓了，一个都不许逃了！很快，活着的敌人就全都被抓住，捆绑了起来。队伍调整好之后，又重新出发。2个时辰之后，天色慢慢的黑了下来。大小姐，姑爷，只要穿过这小山包，咱们就快到了。江队长，这山包看着能藏人的样子，先派一队人马前去查看吧。我这就派人打探一番，正好咱们也先歇一歇。好。很快，众人停下来休息。沈飞也从马上下来，来到了几个俘虏面前，把贼人的首领给带走了。到了偏僻的地方，沈飞给他来了个催眠套餐。你叫什么？男人迷迷糊糊的。我是林海。沈飞一听这名字，好像是中原人呢。谁派你来的？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表哥派我来的，目的是救4王子。你表哥是谁？王涛。王涛，这名字有些耳熟啊。这人你见过，就是王通判。王通判是敌国探子。是呀，藏得还真深呢。沈飞又继续问了几个问题，林海也是吐露个干净。林海清醒之后，一脸仇视地看着沈飞和唐之陵2人。你们不要白费功夫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你是敌国探子。什么探子？我们就是普通的匪寇。哦，你表哥不是王通判吗？沈飞见贼人一脸懵逼的样子，呵呵地笑了出来。姑奶奶，我想知道的还没有问不出来的。沈飞没了逗弄林海的心思，又用破布把他的嘴堵上了，然后把人带了回去。唐之陵想到小福宝还在亭州，而亭州还有吐蕃的探子，也是心中焦急。沈飞，咱们得给小福宝送消息回去。这是很重要，以防消息走漏，还是让武丹或者武阳亲自回去吧。行，我这就安排。唐之陵离开之后，沈飞看着远处的山包堡。出城之后，这里的地形都是平坦的，可是也会有洼地和丘陵，这些位置都是极容易藏人的。既然有人来劫人，那就说明消息泄露，有人盯上了他们的行踪。此时天色快黑了，若是没有及时赶到，路上或许还真容易出现意外。大小姐，你要干什么去？江队长，我觉得若是有人埋伏，一定会选前面的路段，我还是先把人解决了。大小姐，你不要冲动，
你的安全最重要，不要冒险。放心，我也不会过去的。我上马就是为了让自己高一点儿。沈飞扛着气枪向前跑了一小段，开始找最合适的位置。江干看着沈飞扛着个棍子，比比划划的，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很快，前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江队长，前方没有发现异样。很好，你们下去吧。江干骑马来到了沈飞身边。大小姐，前方没有埋伏，咱们可以过去了。沈飞好似没有听到江干的话一样，弹起枪，啪啪2声，直接向前方开了2枪，分别打在了2个位置，一处山包，一处草木最茂盛的洼地。大小姐，这是什么？沈飞很相信他的直觉，这是他来大禹巢这么久最保命的手段。直觉遇到了危险，最先躲到空间里。突然，原本黑黢黢的前方竟然出现了几点亮光。大小姐，前方有人。看来人还不少啊。江干的脸色很不好，刚才明明派人去探查了，竟然没有发现。来人，快去，把王虎、陆行和张铁给我叫过来。此时，张铁等人见有人向他们走了过来，急忙向四王子2人冲了过去。陆行拿出短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杨蛇安的胸口。藏在暗处真正的四王子也老实了，不敢再呼救了。这尼玛不是自己人呐，这是要杀了他呀！他现在莫名的觉得脸上的面具就是他的保护色。张铁、王虎，咱们撤，快走！这时候，原本休息的护卫也发现了异常。快把人抓住！3人能杀人也是因为巧取，因此很快就被抓到了。四王子已死，被害人杀死了。陆行喊的话是番邦的语言，能听懂的人很少，但是吐蕃四王子可是听了个清楚。他知道这人是想要嫁祸，或是想告诉舅舅不用来救他。宗正达的心沉了沉，他也还是没想到有一天最不想他活着的人是自己本国人。陆行喊完之后，还以为远处的人群会渐渐走过来，可是远处也只是闪了闪几处亮光，然后就渐渐地暗淡了下去，竟然没动静了。江干也是奇怪，现在众人都已经做出了防御的动作，把真的宗正达、沈飞和唐之灵围了起来，就是害怕那群人蜂拥而上。大小姐，真的没动静了，是怎么回事？咱们要不要再派人去查一查？先不用，让药效再发挥一点作用。大小姐，刚才那声响是迷药？差不多吧。等人都倒了，咱们抓几个重要的人，剩下的就全都杀了。江干木呆呆的点头，什么时候打仗变得这么容易了？完全不用上前打斗，只需等着敌人昏倒。大小姐竟有如此厉害的药，一定能帮到王爷。那是，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亭州城王府花园内，跑快一点，跑快点！不行了，我不行了！这才将跑了1圈，李就没体力呢。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李叔，你吃的时候怎么不注意？把自己吃得这么胖？我不想减肥了。楚敬章真的觉得很痛苦，太累了。他现在迫切的希望皇上赶紧下一道圣旨，把小福宝给叫回去。他真的不想继续和小福宝待在一块了，真是1分1秒都是煎熬。一成，我看你这个王府世子要失宠了呀！你看你父王多疼你堂弟，这2天一直都带着你堂弟呢。楚玉成没有在意刘洪胜说了什么，他也觉得父亲太胖了，但是他又管不了父王。现在小福宝来了，让父王减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楚玉成见到一向老成持重的父亲，现在竟然像个小孩一样坐在地上耍赖，就觉得好玩。玉成，你难道就不吃醋？我爹要是对我堂弟比我好，我准保闹得他没心思办公，嘿嘿。是呀，玉成，你父王怎么好像很怕你堂弟一样？太奇怪了，我刚才可是看到你堂弟还踢人呢。这一点也不奇怪，我堂弟和皇爷也长得一模一样，我父王怕他很正常。哦，是这样啊，一模一样，还真是难得。谁说不是呢？我堂弟的大禹巢简直可以横着走。小福宝还想教训楚敬章，就见有几个护卫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弯下腰在他耳边耳语几句。好，我知道呢，这就过去。北庭王府书房内，世子，王爷和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伏击。荣亲王可有事？我们王爷和王妃都是好好的，没受伤。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件要事要禀报。何事？王妃抓到了敌国的探子，
审问过后，知道了他们在亭州安排了一些人，还有一人是朝廷官员。什么？竟然还有官员？这消息准不准呀？会不会是那贼人诬陷？官员是谁？亭州通判王涛。王通判这人很好，不会是他。若是你说是刘知府，我都不会怀疑。刘知府这人屁股底下不太干净，虽然不是大贪官，但也喜欢给自己谋福利，并且还喜欢打压下属。我听说他正借着广安侯在县城收粮的事做文章，想要把不听话的县令搞下去呢。小福宝听楚敬章这么说，心中有些疑虑。五粮审问的时候用了催眠？是，王妃用了催眠的法子。那就不会有错呢。王通判这人得立即抓起来。世子，除此之外，王妃还问出了他们在亭州城的落脚点。武阳把探子的藏身地都说了一遍，还交代了一些探子伪装的身份。当然，这些人都是普通的商人。王府的蔡叔供应商冷谷商铺也是敌人的窝点。楚敬章听到武阳这么说，冷汗都下来了。他现在相信了，小弟妹不是胡说的，这些敌国探子都已经盯上他们的府上了。快，这些探子赶紧抓起来！哪儿，李子是遭人算计呢？楚敬章的脸色也很难看，想到他的大肚子，还有走几步就疲累的身体，他也觉得有人针对他。不行，得立即逮捕王通判和那伙贼人呢。先不要冲动，武阳，你去把宁侧叫来。是，世子。武阳离开之后，小福宝看向楚敬章，把王府能活动的人都偷偷召集起来，今晚就实行抓捕。今晚抓捕会不会太晚了？白日抓捕太显眼，要秘密进行才是，以免城内的百姓人心惶惶。是，我这就去调集人手。蒙店城主帐内，女婿，是你一个人来的？菲儿和小福宝都在亭州吗？爹，我在这儿呢。哎，你这孩子脸咋还变了呢？爹，我这是面具。你这孩子也不轻一点，看看这脸都拉扯得红了。北静王拿出帕子想给沈妃擦一擦，然后发现帕子上面都是血，他尴尬的道：帕子脏了，不合适。爹，你受伤了？小伤口罢了，不碍事。沈妃看着北静王这张脸，就想到了现代的老爸，两人容貌很像，对他又好。爹，我会帮助你的。好，菲儿帮我。沈妃一看北静王那一副逗小孩玩的样子，也没有解释，有些事偷偷做就好了。爹，这人是吐蕃四王子宗正达。沈妃来到宗正达身边，想要把他脸上的人皮面具拉下来，谁料对方却是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当然是把面具拿下来了。不要，我要戴着安全。宗正达已经不敢暴露真面目了，就害怕被人给杀了。北静王，我就是四王子，你去给我舅舅送信，和他谈条件，他一定会答应的。北静王来到宗正达身边，示意士兵制住他。宗正达反抗无效，面具被拉了下来，露出了真面目。你和你舅舅还真是像。沈妃想到被他遗忘在空间里的头发，哎呀，太忙了，都把这茬给忘了。他可记得这小子的娘姓楚呢。他来到了宗正达身边，又薅了几根头发。哎呦，为什么薅我的头发？好玩啊！这妇女人一定目的不纯。你们见到我了，能不能把面具给我戴上？我怀疑有人不想我回到吐蕃。宗正达这时候不敢拿瞧，真的是真诚无比。此时他看沈妃的眼神，除了恐惧之外，竟然还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面具很贵的，白给你用一路了，已经便宜你了。四王子放心，有我在，你安全的很。吐蕃四王子不是普通士兵，自然贵重。大禹朝也不是要和吐蕃不死不休，战场上有敌对很正常。但是若是四王子死在大禹朝，那吐蕃的兵力恐怕又要加强。可是大禹朝还需要休养生息，不适合持久战。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三胞胎干了什么？皇上，下官也是没办法了。荣王府的二少爷带着人去了御马监，专门干了什么？你说呀！
专门去捅马屁股。捅马屁股？是的。御马监的马全是父皇喜欢的宝马，平日没有父皇的命令，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看。太子想到每年秋季皇家围猎，距离现在可是没几个月了。太子扭头悄悄地看了一眼皇上，不敢继续替三胞胎说话。走吧，带我过去看看。皇上现在就有点后悔，不该给恒儿邀牌的。当初要不是恒儿可怜巴巴地说困在宫中无聊，他都不会答应让他们随意出入皇宫。二哥，这些大马肚子中都有宝宝了吗？哦，现在全都有了。太好啦，哈哈！他们生出来的小马全都跟福宝哥哥的雪儿一模一样吗？我保证他们和雪儿一模一样，就是一个毛色都不会差。太好了，到时候大哥回来，他只有一个雪儿，我有好多只，嘿嘿嘿嘿。黄伯父的追风和大雪也都不错，这俩马的血统也很好。二哥，那你能变出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马吗？皇上在外面看着三胞胎，把主意都打到了他的宝马上，心中更是对几个孩子的想法嗤之以鼻。还一模一样？你们是三胞胎不假，但是也是有区别的，这些马还能一样？皇上刚想制止，就听恒儿道：也不是不行，就是御马监没有多余的母马了，得再找其他的母马才行。皇上这时候非常庆幸，他的追风和踏雪都是公的，才没被这几个孩子给荼毒。寻儿一见是皇上，立即跑了过来。黄伯父，我们马上就要有小雪儿啦，好多个。这时候御马监的人见到皇上来了，齐齐跪了下去。参见皇上，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大人都跪下了，只剩下3个小豆丁眼巴巴地看着皇上。皇上很无奈，他很想教训一下三胞胎，主要是马匹金贵，弄死了太可惜了。可是这是弟弟家的孩子，还都不到3岁，他能怎么教育？父皇，或许弟弟们说的是真的呢。别忘了六皇婶的神奇之处，他的孩子都有些特殊。皇上想起小福宝的来历，这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他低头看着矮墩墩的三小只，一个笑眯了眼，一脸开心地看着他，一个反应慢了点，但也是扬着小下巴，一脸如沐地望着他。另外一个虽然沉默着，但是眼神非常笃定。3个小孩子性格还真是不一样。你们3个和我走吧。刘松，御马监的马都好生照料着，然后派遣兽医来仔细盯着，若是发现怀了小马，立即禀报朕。是陛下。这事保密，朕不想今日的言论传到外面去。陛下放心，臣保证一丝消息都传不出去。勤政殿，皇上把3个孩子送回太后宫中，然后才带着太子回了勤政殿。太子啊，你发现没有，恒儿和花花都有些神奇之处啊。父皇，六叔家那颗神奇的蛋你也见过吧？那个透明的罩子，小福宝还躺过呢，朕还记得。父皇，我觉得是六皇婶的身份特殊，她随时都能拿出奇特的东西，她生的孩子懂一些特殊的东西也就正常了。父皇，我觉得这是好事，不管是花花还是恒儿，都是我们楚家人，而且做的事都有利于朝廷，孩儿觉得要支持他们。太子，你以为朕会对他们不利吗？父皇，孩儿不是那个意思。朕不过是认为那一套理论太奇幻罢了。父皇或许可以给福宝弟弟去信，问一问他。哼，遇上荣王府自家的事儿，小福宝那心眼儿啊，都是偏的。平州城，黑夜中，几方人马从王府出发，快速地向各个窝点奔去，实行了抓捕行动。由于是突然袭击，还真是给了这些探子一个措手不及。通判府，老爷，平州好像是进了贼人了。怎么了？如此惊慌？老爷，现在城内乱起来了，好像是吐蕃人打进来了。胡说什么呢？王涛可没有接到半点风声。吐蕃那边若是有什么消息，不会不提前通知他。老爷，我真的没胡说，咱们府外来了不少人。锁好大门，让家丁都出来，防止贼人闯入。是，老爷。老桑，你先带着你弟妹从暗道中离开。父亲，你不和我们一起离开吗？此时外面的情况还不明了，
不过我的安危不用担心，我是朝廷官员，若是贼人进来了，刘守备会带兵帮助通判府的。若那边真是吐蕃人，我又可以亮出真实的身份，也不会有任何危险。爹，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家的身份暴露了？不会，绝无可能。爹，表叔这次行动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真的很不正常啊。放心，那些人都是硬骨头，况且他们的家人都在，为了家人的安危，任何严刑拷打，他们也不会供出我的身份的。那好，我先带弟妹们躲起来。平州城在边境也会受到吐蕃和突厥的侵扰，所以通判府就挖了密道，若是有危险的时候，王涛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这时候通判府的门外，小福宝带了一队人马，已经把府外围了个严严实实。把门给我撞开！是，世子。很快就有几个人扛着一块巨大的木头把大门给撞开了。王涛带着府中的家丁和护卫守在门内。是何人敢在我通判府撒野？哎呀，王通判，好大的官威呀！王通判听到这稚嫩的声音，还有那矮墩墩的小身影，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这人是侏儒还是小孩了。你们是何人？我乃廷州通判，你们竟敢在我府上造次！抓的就是你，动手！是，世子。于是身后的那些大内护卫齐齐地冲了上去。王通判的眼眸一缩，这些人的功夫竟然如此了得。很快，通判府这些家丁和仆人全都被抓了起来。王通判也被抓到了小福宝跟前，他跪在地上，视线正好和小福宝持平。等看到小福宝的容貌，想起了傍晚儿子和他说的话，他也承认了这个小孩和先帝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脸孔稚嫩。他是先皇钦点的传卢，当年是有机会面见天颜的。你王涛，元成22连，科举第4名。你怎么会知道？王通判乍一见小福宝的时候，真的被这容貌给吓了一跳。他看到他真的只是小孩子，那就是容貌相似，没必要担心。于是他也没想到暴露身份或是发送信号。没想到李还和先太子的后人有牵扯，怪不得外放南廷州为官。哼，还真是小瞧那李的囊子野心呢。王通判的脸色惨白，他没想到这小孩就连他背后的主子都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得轻易污蔑朝廷命官。王通判在挣扎的时候把信号放了出去，他这是想给廷州的探子送消息，让他们尽快过来府上营救。原本这一招他是不打算用的，只是这小孩太邪门，好似什么都知道。小福宝看到天空的信号笑了出来，正好让我也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王通判心里涌起了一股不好的念头，他觉得这小孩是有备而来，只是他是什么时候暴露的，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难道是表弟那边出了马脚？一时间王通判心乱如麻，他现在反倒希望儿子们能跑得远一点。通判府就在城内，与知府县衙和同知府都不远，他们也都看到了天空中的信号，虽然不知道是传给谁的，但这个方向都是朝廷官员的府邸。于是刘知府和李同知立即带着官兵来到了通判府，见到王通判被捆着，立即大声质问：你们是何人呢？竟敢私自扣押朝廷命官？刘知府，王通判叛国，你是想包庇他？叛国？知府大人，你要给下官做主啊！下官没有叛国，也不是探子呀。这位将军，我和王通判不熟，一点也不熟的。该死的，他怎么忘了刘知府这人胆小怕事，一点担当都没有。请问阁下是哪个衙门的？可有凭证？吝策也没有墨迹，直接拿出了大内的腰牌给他们俩看。这下子李同知和刘知府也都不敢言语了。王涛一直在耐心的等待，可是1刻钟过去了，营救的人还没出现，他就知道那些人可能是舍弃他了，或者也被盯上了。他现在就祈祷大儿子能跑出去。很快护卫就来禀报道：世子，没有查到王涛的3个儿子和1个女儿。去搜，每一个地方都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地道和暗室之内的地方。是。翌日，北静王已经让人写好了谈判书，派使者给段干元寄送过去，顺便把这个玉佩也带去。是，王爷。唐之陵进来喊了一声：岳父。哼，
你小子是菲儿不喊我爹，你就不松口是吧？我都听他的。北静王也不想揪着这事儿不放，想到了大外孙也来了。小福宝在汀州都好吧？现在菲儿都开口叫我爹了，想必小福宝也不会不认我这个外公。唐之灵见北静王笑得这么开心，也猜到了他的想法，可他觉得小福宝这辈子绝对不会这么喊人的，岳父的愿望一定会落空的。两人又聊了一会儿，讲的都是从京城到汀州的事，还有汀州的情况。女婿，你说菲儿真有那药？是的，岳父，那药啊，只要打进敌人的营地，不需片刻，保准呢，敌军就全都毁灭了。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药，还谈什么判呀？开打就完了。走，咱们去找菲儿去，商量一下作战方法。好。于是北静王兴冲冲地带着唐之灵去找人了。敌军营帐内，你说什么？四王子死了？是的，将军，汉人杀了四王子，还把您派去的那支队伍的人全杀了。你说的可是真的？将军，属下不敢撒谎，那些人真的太恐怖了，他们就是大魔头啊！他们不仅杀了咱们的人，还把人头全都砍了下来，要拿着那些人头换军功呢。汉人，这该死的两脚羊，竟敢如此！江景行，我和你不死不休！段干元基想到自己的亲儿子不仅死了，还把他这么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就恼恨不已。他当年送那个女人到宗正杨默身边，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可是现在最重要的人都死了，他的计划也将落空。来人呐，立即拔营，攻进蒙甸城。是，将军。很快号角就吹响了，吐蕃军队开始向蒙甸城出发。城内的士兵也很快就动了起来，箭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射杀敌军。黑压压的敌军一步一步向城门靠近，投石机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将军一声号令。段干元基双眼通红，恶狠狠地看着前方。众将士听令，今日势必拿下蒙甸城，城内的人杀无赦。沈飞听到外面那震天的声响，就知道敌军攻城了。他把2把气枪都拿了出来，快步地跑了出去。刚一出门，就看到了唐之灵。你怎么回来了？岳父本来和我一起来见你的，但是现在却和将领讨论对敌之策了。走，快带我去营帐。好。唐之灵和沈飞到了营帐外面，就听到了激烈的讨论声。王爷，我们西军可以从南城门出去，跑到敌军身后攻击。王爷，本将也愿意带领士兵出城迎击。北静王沉思着，并没有快速给出答复。王爷，俺们不能一直龟缩在城内啊！这敌军已经用了投石机了，若是不出城迎敌，这城门很快就守不住了。是呀，王爷，士兵的士气也要重燃。宋将军，那你率领一队人马从南城门出去，前去迎敌。是，王爷。慢着，谁都不要出城。荣王妃是个啥意思啊？菲儿，你说说你的想法。不用咱们的人出城，若是被误伤了，我可不负责。沈飞把气枪拿出来。我有毒药，若是咱们的人混进去，也将会被毒倒。众人看着沈飞手中的黑棍子，都不知道是什么。将军们可能还不信，就让我给你们看看他的厉害。好，菲儿，咱们就去看看。很快，众人就到了城墙上。王爷，敌人的攻击太猛烈了，恐怕我军要出城迎敌了。沈飞看了看城外，好些敌军也是一片尸体。沈飞不再犹豫，还是拿出了神经毒气。只有削弱敌军的势力，这场战争才能结束。唐之灵，咱们开始吧。交给我吧。你射击近处，远处交给我。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俺也不知道，陪小孩先玩玩吧。齐参将怪尴尬的，他忘了宋将军是个大嗓门啊。沈飞率先开了一枪，顿时发出了砰的一声。随后唐之灵这边也开出一枪，射击到了前方的队伍。段干元基骑在马上，看着前方的一切。他早就发现了蒙甸城上士兵没了，变成了2个小人儿，在那边不知道干些什么。将军，汉人在干什么？好像不打算对敌了。难道他们要投降了？哼，不必管他们，尽快把城门撞破，投石机不要停。是，将军。
沈飞在城楼上不断的变换位置，就是找各个射击点。敌军的人数太广，他一定要让毒气分布均匀了。断竿元基听到巨响之后也是吓了一跳，但是他没有任何异样，就只是声响嘛。倒不必惊慌，不过是汉人的障眼法，哗众取宠罢了。谁料他喊完这一句就从马上掉了下去，他身边的士兵也纷纷倒了下去。城楼上，江干拿出望远镜，激动的大喊：王爷，断竿元基倒下去了！你怎么看得到的？王爷，这是姑爷给的，叫望远镜，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北境王接了过去，照着江干的动作，把望远镜放在眼前，然后大惊：这东西真神奇！断竿老贼躺在地上，不断的蹬腿。菲儿，远处的人是打不到吗？爹，你放心，远处的那些危害才大呢。近处的是迷药，远处的是神经毒气，那种伤害是不可逆的。爹，远处的敌人和近处的敌人分开关押，到弹劾的时候放回去的人就选远处那些人。北境王没想到乖女儿已经想得这么远了，两国一定会谈判的。可是有什么说道？沈飞来到北境王身边，小声的在他耳边耳语几句。好，菲儿的主意不错。等3个时辰之后，咱们的人再下去打扫战场，把敌人的武器全都收上来，还有那些马匹，能抓多少是多少。是，王爷。爹，敌人只有这几万人吗？其他地方还有吗？哈哈，只要把断竿元基与河夏资2个主力军拿下，其他的军队不足为惧。从现在开始，攻守一方易主了。哈哈哈，儋州、张境等城池也会快速夺回来的。监牢内，断竿元基也被关到了监牢里。不过好消息是，他看到了他的好大儿宗正达。你们进去，给我薅几个头发下来，控制住他。是，大小姐。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舅舅的头发？或许那人不是你舅舅呢。你胡说什么？那就是我舅舅。哼，还真不一定。不过不管什么结果，我会告诉你的哟。小达，他在说什么？哦，舅舅，他说你不一定是我舅舅。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我之前也被薅头发了，现在也没事。舅舅不用太担心。断竿元基却是浑身僵硬，这女人知道什么？他看沈飞的眼神都带着阴狠。沈飞得到了头发就离开了监牢，他会来这一趟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罢了。沈飞，我回来了。沈飞原本正在等实验结果，于是也闪身出了空间。城内怎么样？城内出现了好些难民，好些人已经饿得就剩皮包骨了。唐志玲，你说我把粮食拿出来怎么样？啊，你愿意？当然啊，我又不是只认钱的人。沈飞，你真好，你是最最善良的人。两人说做就做，立即安排了人手给蒙店县衙捐了2000担粮食。最后沈飞两人也没有厚此薄彼，儋州、张境等地都是给衙门捐了2000担粮食。草原上，沈飞和唐志玲两人在前方策马奔腾。沈飞现在的骑术已经很好了。唐志玲，你感受到了吗？感受什么？自由的味道啊！没错，自由。两人就这么一直跑，在广阔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着。唐志玲，那边有个山，咱们过去看看。好啊。两人就这么向前冲去。护卫，咱们快去拦住王爷王妃，那边不是大禹朝的地盘了，到了吐蕃境内了。武丹见状也有点着急，他们这一行人出来跑马，若是到了吐蕃境内被那边人抓住了，可对两国谈判不利啊。王爷和王妃若是被抓了，那对方岂不是也有人质了？王爷王妃慢点，不要再往前去了。可是距离太远了，武丹的话都被风吹走了，就是没有吹进沈飞两人的耳朵里。两人已经来到了山脚下，看着高高的山，也是感慨大自然的神奇。唐志玲，你发现没有，这里的山都和京城的不一样，这么高的山一棵大树都没有，只有一些小树苗子。是不一样啊。走，咱们过去那边坐坐。好。两人就这么慢慢的往半山腰处爬。来到巨石前，沈飞从空间拿出了2个坐垫放在两处。你坐那边，我坐这儿。唐志玲也不反对，点点头就坐了上去。
谁料就听到了咔嚓一声。唐之灵，你太胖了，你把石头都压碎了。沈飞的嘲笑给唐之灵弄了一个大红脸。唐之灵不太好意思，他拿起石头看了看。不对呀，沈飞，这石头怎么是黑色的？沈飞凑了过来，看到这黑石头，双眼冒光。唐之灵，咱们好像发现了大宝贝。唐之灵觉得这东西有点眼熟，但是一时之间没想起来。沈飞不等唐之灵反应，立即从空间里拿出铲子开始往下挖。你找什么呢？这什么宝贝啊？你认识啊？沈飞挖了几铲子，看到里面也是黑黑的石块。唐之灵，这座山是铁矿山。沈飞，你确定？沈飞连忙把几块铁矿石收到了空间里。有80%的把握吧，我还需要在实验室化验一下。沈飞用铲子快速把挖过的地方又埋了起来，尽量做成没被人发现的样子。走吧，咱们得尽快把这消息告诉岳父。对，告诉我爹，派人来开矿。两人喜滋滋的下山之后，就遇到了找来的武丹和驻军。王爷，此处已到了吐蕃境内，咱们快点离开吧。这山不是咱们的。不是，这是吐蕃的。沈飞不大高兴，这不是白兴奋了吗？回去告诉岳父，谈判的时候这几座山呢，一定要过来。对，你说的对。王爷，咱们人手不足，若是遇上吐蕃小股军队就麻烦了，咱们快点撤吧。好，咱们走吧。爹，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爹，你看看，认识不？菲儿，这铁矿石是哪里找到的？爹，我发现了一座铁矿山，我估计那山下都是矿石。当时我还怀疑呢，那么高的山为什么不长高大的灌木？现在终于知道了。你是在哪儿发现的？就是出了苍峡城，往边境的西面有几座很高的山，那里就是。你是说瑞纳山？反正在西边，我不知道名字。我听驻军说那边到了吐蕃境内。从今往后就是我们大禹朝境内了。他瞟了一眼写到一半的折子，就是向兵部催武器和装备的。这要是在南疆就有铁矿，那造武器可是容易得很。爹，要是谈判的时候吐蕃不给怎么办？他们若是不同意，那就只能强攻了。嘿嘿。爹，我看啊，不如咱们胃口大一点，除了那座山以外，远处的几个地方也要了。瑞纳山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是铁矿山，不能让他们发现瑞纳山的秘密呀。好，爹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和使团说的。沈飞见到北京王这么说，也就不操心了。他能做的已经做了，想到军中粮草玉米不方便吃的问题，他又从怀里摸了摸，然后拿出了几个方子。爹，这都是做吃食的几个方子。这个玉米除了磨成面做干粮，还可以做成面条，到时候吃起来也很方便。北京王没有客气，把沈飞递过来的方子都收了起来。他知道大闺女的小脑袋瓜总有些奇思妙想。爹，除了玉米，那土豆和红薯都可以做成面条的，我方子中都有。红薯粉晒干之后能放好长时间的。沈飞又和北京王交代了几句，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亭州城，王爷不好了，世子被人伤了。成儿伤了哪里？快说啊！世子胸前中了一刀，现在人事不省。人现在在哪？在王妃的院子里。小福宝不敢耽搁，快步向后院跑去。楚京章回过神来，急忙也追了过去。小福宝来到主院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动不动的楚玉成。小福宝快速的来到床前。人怎么样了？你离成儿远点，都是你害死了他。小福宝没想到人已经死了，他的小脸惨白。这些日子若不是你霸占着王爷，王爷也不会没时间管成儿，否则他也不会遭此横祸。小福宝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他害死了他的孙子。他确实是经常找老二和老二待在一起。怎么说呢，上辈子小福宝和几个孩子的缘分都有些浅薄，重新投胎回来还带着上一世的记忆，他也就想和从前的孩子们多待一待。小福宝有些怔愣，他或许不应该总揪着上辈子的事，既然重新活了，没必要弥补上一辈子的遗憾。王妃，怎么回事？楚京章快速来到小福宝身边，想扶他起来。怎么坐在地上？快起来！摔疼了吧？
成儿呢？伤得严重吗？楚警长，这是你侄子，不是你儿子。王妃，你少说几句，和小孩子撒什么气？楚警长，你儿子死了，你还有闲心管其他人？你还有心吗？楚敬章傻眼了，腿僵硬地站在地上，竟然挪动不了半分。他的儿子死了，唯一的儿子没了。快把这个药给他吃了。这是什么药？如此奇怪，病人已经没了气息，吃了也没用的。哼，不用你假好心。够了，安姨家不要胡搅蛮缠。安王妃一愣，她的名讳这小孩是怎么知道的？小福宝不管他，来到床前，掰开楚玉成的嘴，把药丸子塞了进去。这刀怎么不拔出呢？世子胸前的刀伤在要害，若是轻易拔刀，会造成血流不止。另外，世子气息全无，这拔刀与否，似乎……小福宝可不管大夫怎么说，扒开楚玉成的嘴巴，见到药丸化开之后，又从小布包中拿出2颗，塞到了他的嘴里。大夫抽了抽嘴角，这是治病。他不相信吃了那绿色的药丸子人就能活。大夫，人一定要救回来，否则……哼！若是世子还有气息，可以拔刀一试。可现在世子已无气息了。不会，我儿不会死。大夫，你可有什么法子？快救救我儿啊！成儿，我的成儿，你怎么能丢下你啊？安四，赶紧闭嘴！脑儿，快去给苍霞城送信，让我娘赶紧来亭州。快呀，用飞鸽传信，让我娘连夜赶回来。他有神药，快！小福宝虽然给楚玉成吃了绿色药丸，但药丸都是经过稀释的，毕竟没有药剂管用。楚敬章听见神药也不犹豫了，立即转身出去，派人给苍霞城送信。小福宝把小手伸到了楚玉成的鼻息处，感受到了微弱的呼吸声。大夫，他有气了，你快看看！大夫闻言也走了过来，发现人真的有呼吸了。活了，这人竟然活了，神奇，真是太神奇了。那就拔刀吧。阿四，你再去城中多找几个大夫回来。好，我这就派人去找。沈飞傍晚的时候接到了消息，唐志玲，咱们得快点回亭州。怎么了？发生了何事？楚玉成胸口中了一刀，仍危在旦夕。仔呢？他有没有事？信上没说，估计应该没事，但咱们也得立即赶回亭州，亭州可能发生大事了。好，咱们立即动身。沈飞和北境王辞别之后，就带着一队人马快马加鞭，连夜出城了。病人在哪里？娘，你来呢？仔，娘在这儿呢。沈飞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小福宝的低落。仔，怎么了？娘，你要救活他，好不好？昨夜小福宝已经问清楚了，楚玉成是被王通判的儿子伤的。放心，一切有娘呢。小福宝轻轻地嗯了一声。六弟妹，你总算来了，你快救救我家成儿吧。我这里有2种药，可以给玉成喝了。沈飞来到了内室，拿出了绿色和蓝色2种药剂，分别打开给楚玉成灌了下去。弟妹，这药吃了，我家成儿就会好吗？这伤口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娘，大夫拔刀之后就把伤口包扎起来呢。没有缝合吗？沈飞皱眉。刚刚走进来的大夫也听到了沈飞的问话，皱起眉头，心里腹诽道：又不是衣服，还缝合呢？他们都觉得世子已经救不活了，更不敢提意见。沈飞见状就知道大夫不知道缝合之术。好，我知道了。病人先这样，都不要动。沈飞得进空间一下，找一些药品。此外，他赶了一夜的路，风尘仆仆的，不适合碰伤口。二嫂，能否找个地方让我梳洗一番？好，六弟妹，随我来。沈飞和安王妃齐齐离开之后，唐志玲才向楚敬章打听情况。楚敬章简短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谁也没料到那小子竟然心思如此狠辣，成儿和他是好友，他竟然下得去手。况且成儿对他父亲的事一无所知，他若是逃跑，成儿也不会抓他。可是他竟然想要害死成儿。唐志玲看着蔫头耷脑的小福宝，就知道他为什么一副受伤的样子了。那小子应该是自责了。放心，成儿会没事的。沈飞做好了准备，穿上了无菌服，走出房门。你是六弟妹？沈飞点头，率先走在前面。
安王妃往房间里仔细地看了一眼，六弟妹的这身装扮是哪里来的？她最先把实验室的器材拿了出来，插上了备用电源，然后给楚玉成做了一个胸部彩超。发现了出血点之后，沈飞知道内脏也需要缝合，好在出血点不大，只是里面已经有了血液堆积。把仪器都收进空间之后，沈飞才叫了大夫一起进来帮忙。辅医徐大夫被选中了，他是最早给楚玉成看伤的，单论医术方面确实比沈飞高，只是有些思想没有后世的熏陶。沈飞先给楚玉成打了一针麻醉，这让一直昏迷中还皱着眉的楚玉成完全放松下来。任王妃，这药是什么呀？麻药，可以让病人感受不到痛楚。哦，就是麻沸散啊。差不多。徐大夫看着沈飞的针管，好奇的不得了。他决定以后也要研究这东西，直接打进身体里，真的比熬药喝下去管用多了。徐大夫现在看着沈飞的工具，真是每一样东西都好奇。他虽然也会治疗外伤，可是工具没有如此全，而且好些工具既小巧又精致，还非常顺手。徐大夫，当初玉成的刀伤没有伤到心脏吧？没有，绝对没有，否则人早就没气儿了。哦，纱布包上之后就是这些的出血量吗？我已经给世子开了止血的汤药了。沈飞颔首，拿出手术刀，在原来的伤口处又划开一个小口子，检查了脏腑里面的器官，找到了彩超中的那块出血点。不好，这里出血了。沈飞拿出了仪器，把堆积的血液吸了出去，消毒之后找到了出血点，又笨拙地开始缝合。沈飞知道原理，但实际操作机会不多。徐大夫看不过去了，他虽然从前没想过人的皮肉也可以缝合，但是他自认手法比荣王妃强一些，至少他的手灵活。荣王妃，让在下来缝吧。好，徐大夫你来。于是沈飞就把位置让了出来，换成他来打下手。两人一起合作，把受伤的脏腑给缝合起来。消完毒之后，又把最外面的伤口也都缝合起来。徐大夫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荣王妃，今日真是受教了，在下茅塞顿开呀。多谢徐大夫，后面的汤药调养还是要有劳徐大夫呢。世子只要不发高烧，人能醒过来，性命就能无忧。沈飞也承认这一点，他的两管药剂对身体的修护是极大的。楚玉成本就年轻，恢复能力可是比老年人好多了，药效发挥的也好。两人在房间里已经1个多时辰了，外面的人早就等得着急了，只是也不敢打扰。沈飞和徐大夫出来之后，楚敬章和安王妃就迎了上来。六弟妹，我儿怎么样了？只要人醒过来，性命就无忧了。六弟妹，我能进去看看成儿吗？你们先在旁边看一会儿就好。沈飞打算快速去空间洗个澡，然后再看看师傅留下来的大型修护箱能不能拿出来。有了修护箱的加持，楚玉成的伤不是大问题。沈飞快速清洗之后，就来到了实验室的3楼。你很少来3楼的呀？这是师傅的地盘，从前我们是不能轻易进来的。3楼就是修护箱多了一些，其他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吧？那怎么能一样啊？师傅的科研项目更神奇，我哪里搞得懂啊？就是这修护箱的隐藏功能，我完全不懂，只知道它基础的修护作用。你打算把玉成送进来？唐志玲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他不想沈飞冒险，虽然那人是他的侄子，但对他来说，谁都没有沈飞重要。空间这里不能暴露啊。我不会带其他人进来的，我在想着把这个大号的修护箱带出去。这样太显眼了。说白了，唐志玲不信任楚敬章这个人。沈飞见到唐志玲这样，也知道他想的简单了。好，那就不带出去，先看看玉成能不能醒过来。好。沈飞从3楼离开之后，又去2楼打开了师兄的实验室，拿了点滴瓶和药出来。两人再次来到了楚玉成的房间，开始给楚玉成打点滴。沈飞的技术不太行，扎了好几次才把针头扎进血管中。安王妃在旁边心疼的不得了，楚敬章也是看得呲牙咧嘴。要说六弟妹不成吧，但是人家懂得多，拿出来的东西也新奇，说的也是头头是道。可是说他成吧，总透露着几分古怪，这手法怎么看都像是个半吊子。夫妻俩这心呐，好似被六弟妹紧紧攥在了一起，松了紧，紧了松，忽上忽下的。沈飞给楚玉成打了点滴之后，自己也松了口气。他没想到扎针找血管这么难，
他往日见师兄做的时候，那真是很容易的。3天后，楚玉成终于是醒了过来，这让亭州王府的人都欢欣鼓舞。小福宝在人醒来之后，心里的负担也卸了下去，同时他也在想这件事情的始末。从前小福宝是不会想外人的生死的，他前世当了一辈子的皇帝，生杀予夺贯穿在骨子里。可是他现在多了一份触动，先太子已经死去多年，为什么还有人为了他们的后代卖命？若是说他们对先太子是多么的忠心，他是不信的。那么只有一个结果，朝中有官员会为了先太子的后人卖命，那就是这些官员被人要挟了，或者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那里，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豁出去全家老小的性命来反抗朝廷。想到王通判说的话，你以为我们真的想当反贼吗？可笑，他楚城前自己斗败了，又与我们何干？可是他们拿捏了我爹的把柄，若是我不答应做内应，楚家然就告发我们王家。到那时，我们王家一样会被问罪，无论怎么都是死，那还不如卖了大禹朝，苟活一时是一时了。小福宝闭了闭眼睛，拿起毛笔开始给皇上写了一封密折。长安城一处偏僻的房舍内，废物，全都是废物。公子息怒，大赦天下，楚敬德还真是好算计。苏墨尘觉得最近运气差极了，本来是稳赢的局面，谁料竟然被他表弟弄得一团糟。明明这么好的机会，5000精兵去围剿100多人，被人跑了不说，5000精兵还都身首异处，他自己又被人给俘虏了，哼，真是好笑啊。苏墨尘觉得宗正达就是个饭桶，天知道他为了这计划费了多少的功夫，刑部和兵部他花了多大力气才获得的消息。可是现在呢，吐蕃还要割地给大禹，这一场仗算下来，大禹不仅没亏，反倒是赚了。宗正达这个废物，就那脑子还想当太子，痴心妄想。孔武站在一边，眼观鼻，鼻观心，一句话也不敢说。算了，陈家那边还没消息吗？公子，现在陈家似乎想要和咱们划清界限，手下见不到人。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公子，现在因为皇上的赦令，从前肯帮咱们的人，恐怕以后也不会轻易出手了。苏墨尘当然知道这个道理，这也是他气恼的原因。原本他手上有那些朝臣的把柄，就可以暗中让他们帮着做事，可是如今曾经的人手或许都成了死棋。苏墨尘闭了闭眼睛。陈清善那边有什么消息？那个沈玉他搞定了吗？公子，沈玉的戒备心很强，虽然陈清善有意和他交好，但两人的关系也只是比其他同窗稍好些。那些毒给沈玉下了吗？陈清善已经下了，只是现在还没有症状。还真是个命硬的。公子，要不要属下亲自去解决了他？先不急，让陈清善把沈玉的习惯都仔细记清楚，然后仔仔细细的报给我。是，公子。亭州城，一行车队缓缓地出了亭州城，这队人马正是还京的沈飞等人。这次回京，沈飞等人没有等着广安侯和杨策等人，现在两国谈判进入了白热化。大禹想要瑞纳山，吐蕃不同意。吐蕃太子乔庄亲自来谈，就是因为知道瑞纳山是铁矿山，他们在山的另一侧已经在偷偷开采了。他们攻打大禹也是不想让瑞纳山被大禹朝发现，另外也是为了扩充地盘。只是他们没想到大禹朝也发现了瑞纳山是铁矿山的秘密，因此价码就要重新谈。不过大禹朝还是有优势的，毕竟吐蕃士兵好些都在大禹朝手中，又有4王子和2个大将军在，最后夺得瑞纳山只是迟早的问题。回去的路上，沈飞和唐志玲两人就自在多了，路上还大肆采购一番。空间的粮食已经去了一半，空出了不少地方，因此一路上两人采购了不少各地的土特产，为的就是回京城再赚一波快钱。小福宝见两人乐此不疲的样子，也没有反对。他已经知道沈飞给各地捐粮食的事情，他还是很自豪的，他的娘是个善良的好娘。一路上走走停停，20多天了还没到长安城。皇上早就接到小福宝返京的消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回来，
真是急坏了。风宝，城门口有人盯着吧？回皇上，早就已经派人等着了，人一接到，马上带人进宫。好了，你先下去吧。冯宝离开之后，太子才开口：父皇不必着急，想必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哼，想必是那沈氏被新起的误解迷了眼，才耽误了时间。太子很懂皇上的小心思，知道皇上对沈妃不满的小情绪都是因为小福宝，他不再揪着这个话题，想到了御马监的马，开口道：父皇，儿臣的人去了御马监，发现那些母马确实都已经有孕了。你说的是真的？父皇，孩儿已经让兽医证实过了。好啊，真是太好了，看来恒儿那法子还是管用的。皇上很激动，想到大禹朝的骑兵营也能出精锐，就有点兴奋。这么多年来，大禹朝的马匹都是要商人偷偷和边境的人做交易，几次下来才能换出几匹良驹。不过想要知道生出马匹的质量，还要几个月后才行。行，这事儿你亲自盯着吧，不要出一点差错。若是出来的马匹质量上乘，以后军营那边的母马也可以沿用恒儿的法子。是，父皇。此事要秘密进行。好，孩儿会注意的。皇宫内勤政殿，唐之陵和小福宝两人一起来到了大殿上。唐之陵给皇上行礼，小福宝则是悠哉悠哉地站着不动。六弟不必多礼，来这边坐。皇上是单独见的小福宝两个人，因此他们三人的态度也是既随意又从容。于是皇上就问了一些南疆战场和停州的事，小福宝也没有隐瞒，虽然之前也写过折子了，面对面说还是不一样的。有小福宝在，唐之陵就成了陪衬，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听两人说话。直到皇上问起了蒙店城那一战，才轮到唐之陵发挥，他也把能说的说了一遍。六弟，你不错啊，若不是你们发现了瑞纳山的秘密，咱们大禹朝也不会又多了一个铁矿山呢。什么？铁矿山属于咱们了？吐蕃答应了？容不得他们不答应啊！宗正杨默还是很喜欢他的四儿子的，就算太子宗正纯从中阻挠，也是于事无补啊。塔东州、层子州、浙延州这三处要下来了吗？这三个地方是小福宝点名要的，这三处曾经也是汉人的地盘，不过是在前朝的时候被夺去了。这三个州以后也归还了我朝。小福宝满意了，皇上想到还回去的那些人不是很甘心。段干元基这人还是很厉害的，否则也不会钳制住了北境王的大军。这人回了吐蕃，恐怕也是放虎归山呀。不会，段干老贼回了吐蕃，也是难逃一死。哦，怎么说？段干元基是宗正达的亲爹，可不是舅舅。皇上没想到还有这么狗血的事儿。宗正达这人也和咱们楚家有些关系，他娘正是李堂姐楚家冉。楚家冉，先太子的后人？是呀，藏的还怪深的。那这一路上的袭击是不是他搞出来的？或许吧，不过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现在谈判结束之后，就安排在吐蕃的探子把宗正达的身份暴露出去，让宗正杨默处理他们。好，咱们正好来个借刀杀人。三人聊了1个多时辰之后，终于是结束了。陛下，臣弟想回去了，见见家中的几个孩子。哎呀，六弟不必着急，几个孩子都在皇宫中。啊，在皇宫中？皇上，那几个孩子很是顽皮，没做什么坏事吧？哎，六弟谦虚了，几个孩子很乖巧的。皇上这么说，就连小福宝都看了皇上好几眼，他所了解的三胞胎可不会这么听话。六弟，不妨和我去慈宁宫看一下几个孩子。不用呢，把他们接过来吧。小福宝还是很排斥去慈宁宫看太后的。皇上一愣，很快就反应过来，古怪地看了小福宝一眼。唐之陵不明所以。去慈宁宫的话，顺便还能看看太后娘娘。都说了，我不去。唐之陵和皇上两人被小福宝嚷嚷的这一嗓子给吓了一跳。好，不去就不去，我把孩子叫过来。
沈飞在家苦等了几个时辰，还不见孩子们回来，以至于他都等得睡着了。终于在天黑的时候，隐约听到了院子里小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才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娘，你在哪儿？听到这声音，沈飞知道是他的孩子们回来了。沈飞立即从床上起来，也立即向外面飞奔而去。出来就看到了6个孩子。娘，你是不是不喜欢寻儿了？出门玩都不带着寻儿。是啊，娘，你就喜欢哥哥，你和爹爹只喜欢哥哥，出门都带着哥哥一起。哼！那当然，娘亲是最喜欢我的，嘿嘿。沈飞没想到这才回来，还没来得及跟孩子们亲亲呢，就被讨伐了。是呀，大姐说的对，娘是坏娘。花花和恒儿好笑地看着沈飞，看他怎么对付这2个魔人精。娘保证以后出门都带着你们，好不好？娘，我听方姑姑说呢，大哥才几个月大的时候，你就带他去戏楼听戏，去茶楼喝茶，去酒楼吃饭，还带他去赛马场。小福宝听到小叶子这么说，心中更得意了。他是有记忆的，自然记得从前娘俩一起的日子。娘亲最在乎的孩子，非他莫属。娘，你太偏心了，你一次都没带我出去过。糟糕，这丫头怎么知道的？沈飞莫名的很心虚。那时候他带着小福宝，主要也是没有信得过的人，才走到哪里都是背着或者是抱着。哎呀，小叶子，娘保证以后也带你去，好不好？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咱们拉钩。玄儿不明白姐姐怎么哭几声就管用，她也干好起来。娘，我也要出去玩了。哎呀，好，也带你去，你就别假哭了。还有我。当然还有我们最小的叶儿啊，娘怎么会忘了你呢？也带你去。叶儿的身子一僵，但是很快就放松下来，笑了出来。好。孩子们讨伐了沈飞，并得到了一些好处之后，就又接纳了沈飞。王府早就准备好了饭菜，沈飞等着孩子们都还没吃饭呢。走吧，咱们去开饭吧。娘，我们在皇宫里已经吃了。是啊，娘，我们还看了歌舞呢，爹还看那些姐姐跳舞来着。娘，我也看到了，我住在皇伯父旁边，看得可清楚了。沈飞，绝对没有那回事儿。唐之玲瞪了那俩小孩一眼，寻儿这小子不认识他，那绝对是装的。可他这么小，心眼有这么多吗？娘，寻儿是个乖宝宝，没有骗人。这小子绝对是在挑衅。沈飞原本没有多在乎这事儿，可是孩子们再三叮嘱，一定是有事儿。他来到唐之玲身边，在他的腰上拧了一块肉。怎么，歌舞好看吗？唐之玲感觉腰部吃痛，这妮子竟然这么用力。还凑合，主要是宴会太无聊了，才多看了几眼。其实跳的也就那样，容貌更比不上你。真的，你不信你问小福宝。小福宝本来不想管唐之玲的死活的，但他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他这些弟妹的小心思，这是在挑拨他们3人的关系呢。哎，没想到啊，这几个小不点儿心眼儿还真不少啊。娘，那些庸脂俗粉怎么能和你比呢？哼，你们在宫中赴宴，竟然没有一个人派人通知我一声，让我在家里苦等你们用膳，该罚。娘，宫里的东西不好吃，我都没有吃饱，我陪你再吃点。是呀，你不在我也没心情吃啊，现在才是咱们一家的团圆宴呢。走吧，全都跟我来。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用了一餐，主要是沈飞和唐之玲在吃，其他人看着。几个孩子太小了，肚子可不能撑坏了。唐之玲就有点遭罪，被沈飞惩罚吃了不少东西。晚上，沈飞给唐之玲揉着肚子，好奇地问道：“你说寻儿为了气你，都不认你？”那小子太贵了，我以为他是几个月真把我忘了。通过刚才的事儿啊，我发现那小子是故意的。真不愧是我的儿子，这脑子像我。
沈飞带着孩子们最先去看的就是西城区的店铺，这里是最早开办的。娘，你看，你的店铺都是哥哥的名字。哼，你呀，这理儿还挑上了。那时候开店的时候，不是还没有你们的吗？小叶子一想，也对。那好，以后新开的店铺就按照我的名字起。好，听你的。等你大了呀，别说是用你的名字了，就是给你个铺子也没有问题啊。我不要铺子，不好玩。铺子，我要，给我。娘，铺子我也要。叶儿，你要铺子干什么呀？嘿嘿嘿嘿，我想要钱。你这么小就知道铺子赚钱了？二哥会，他有很多钱。娘，二哥很有钱。恒儿瞪了两个叛徒一眼，觉得以后得防着这俩小屁孩。他尬笑地看着沈飞：“恒儿，你哪里来的钱啊？这大街上人来人往，谈钱干什么？”沈飞点头，看到了从前经常去的茶楼，开口道：“走吧，咱们去茶楼喝茶，也休息休息。”喏，院校，你瞧，那就是你没有见过的表姐荣王妃。哦，哪呢？人在哪儿啊？那边呢，靠窗的就是，一个大人带了5个孩子那处。这荣王妃都生了那么多孩子，这看着还挺显小的。萧韵秀听到两人这么说，也顺着视线看了过去。她仔细地端详沈飞的容貌，发现并不出色，至少在外貌上是比不上他的。想到曾经给荣王府下帖子，竟然一点回信都没有，萧韵秀就攥紧了手中的帕子。或许她这个表姐是打心里看不上她吧。韵秀，咱们要不要去打声招呼啊？你们毕竟是表姐妹呢。干姐姐说的对，遇上了不去打个招呼不好。语罢，萧韵秀直接站起身向沈飞这桌子走去。沈飞正带着几个孩子在吃茶，听着他们在宫里的趣事，就感觉旁边有一道身影。你是？姐姐。你管谁叫姐姐呢？我是萧韵秀，父亲是萧学林，萧婉玉是我姑姑。哦，你来有事吗？表姐，咱们都是亲戚，几月前那时候我才来京城，还和表姐无缘相见，碰巧今天遇见了，真是有缘。长安城就是这么大点的地方，遇见了也是很容易的。不过萧姑娘这声表姐叫错了，我不是你的表姐。表姐说的是哪里话？你身上也有着萧家的血，怎么能不认？荣王妃，怕不是你自持身份高，那就不认外祖家的人了吧？我身份确实高。你有什么好嚣张的？这位姑娘叫嚣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是哪个府里的姑娘呢。哼，我姓姚，你总该知道了吧？姓姚的多了，我还真不知道。你竟然不知道？我姑婆就是北京王府的老王妃，也就是你的祖母。哦，我说我姑婆是你祖母，你就这么冷淡？姚姑娘，你的脑子没病吧？你姓姚，我知道了，你还想怎么的？姚春墨想和沈飞攀关系，但是又不想放低架子，想要沈飞主动给他台阶，认了他这门亲戚。但沈飞就是不给梯子，这让姚春墨非常气恼。你算你狠！萧韵秀见姚春墨像个炮仗一样，沈飞都没松口，他便知道这关系不好攀。表姐，今天是我们唐突了，我替我的朋友向你道歉。萧韵秀行了一礼之后，又看向几个孩子。表姐，今天来的匆忙，也没有给孩子们准备见面礼，改日妹妹我亲自上门把礼补上。沈飞还没拒绝，花花直接开口了：不必了，我们王府什么都有，不需要你的礼。萧韵秀一转头就看到了一个4、5岁的小姑娘，穿着嫩绿色的衣服，此时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表姐，这是你的女儿吧？叫什么呀？真可爱。小叶子早就讨厌这个女人打扰他们吃东西了。你这个坏女人想干什么？缠着我娘不说，还要去我家？难道你看上了我父王？表姐，若是不方便，我不去就是了。可是孩子们也太口无遮拦了些。如今年纪小还好，若是大了还这般。我的孩子我自会教育。不过他说的也没错，咱们非亲非故的，你为何定要去我的府上？
总要有个缘由吧。萧韵秀没想到沈飞也是个直肠子，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就这么大咧咧地说了出来。表姐，是我冒昧了。说完就好像受伤了一样，脚步匆匆地离开了2楼。哼，怪不得你没朋友呢，你这么刻薄，有朋友才怪呢。姚春墨说完之后就去追萧韵秀去了。甘方蕊在2个朋友去找沈飞的时候就没有动，他不想坏了名声。现在见2人离开，才缓缓起身向楼下追去。沈飞注意到甘方蕊，但是不记得她是谁了。江儿，派个人去盯着那姑娘，看看是哪个府上的。是，大小姐。还有那个姓姚的姑娘，也查一查是怎么回事。是。走吧，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回去吧。先不急，你答应给我的铺子在哪里？可以去看看吗？铺子你找刘管事要吧，有事你找他就好。嘿嘿，好。众人回去的路上，街道上的行人不少，因此马车的速度并不快。此时好些学子在街上，沈飞坐在马车上还能听到议论声。资远兄，来了京城我才知道，能让众学子都想做的算学有多难。是啊，江南等地都没听到一点消息，幸亏咱们早来了，还有半年多时间，正好趁这机会在福宝书院突击补习一下。资远兄说的是啊，听说福宝书院的补习班很抢手，名额有限，幸亏咱们报名早。我已经给同窗去信了，让他提前进京，准备明年的会试，正巧利用现在这几个月的时间补一补。对，我也要给我表哥去信，京城的算学难度如此高，明年考题一定会难，这机会要抓住了。沈飞倒是没注意什么考题难不难的，他家也没考生，但他貌似听到了福宝书院。他们说的补习班是什么？花花是知道这事儿的，他把目光投向了恒儿。沈飞顺着视线看向了恒儿。恒儿，你知道吗？福宝书院什么时候有了补习班？书院那么大，就几个班的小孩子，我觉得浪费呢。后来谭先生说，有些准备科考的学子来书院打听算学，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做主把书院分开呢，一半是启蒙班，一半是算学补习班。沈飞看着恒儿越说越兴奋的样子，也想起了后世大街小巷的补习班。那来书院的学生多吗？多，怎么不多呢？那些学子每天只上1节课，其他时间还可以做自己的事，又不耽误他们在本来的书院学习。走，咱们先不回府，去福宝书院看看。沈飞带着孩子们来到书院后，确实发现大变样了。书院明显是比从前热闹多了，就是学生都比从前多了。恒儿，你们几个是不是也要继续来书院念书？娘，寻儿是个乖宝宝，愿意来书院。寻儿真是个好孩子。恒儿也没反对，来书院还不在沈飞的眼皮子底下，他想做什么也方便。行吧，我们明天就来上课。沈飞很满意孩子们的乖巧。走吧，进去看看。沈飞一进来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嗨，这书院变化有点大呀。现在书院有那山长，就是谭先生。他是个有学问的，来当福宝书院的山长也合适。沈飞带着孩子们来书院，立即就有人报给了谭卓。又是那个学子沈玉，告诉他我不在。先生，不是沈公子，是王妃和小少爷们来了。该罚！这王妃来了，怎么不早说？不等万芳有反应，谭卓已经脚下生风飘了出去。万芳看到谭先生的步伐，摇了摇头。是谁前几日感慨自己老了，腿总疼的？沈飞才来到院前，谭卓就走了出来。谭某参见荣王妃。谭先生不必多礼，谭山长把书院管得很好。王妃，里面请。正想和谭卓走进内院，就听到了一声喊声：“阿姐！”沈玉，你来了。阿姐，见到你真的太好了。沈玉，你长高了呢。阿姐，咱们都好久没见了，我当然会长高。人长高了，身子也结实了，不错不错。阿姐，我前几次来书院，听说你去了南疆，什么时候回来的？沈飞没有回答南疆战场之事，而是好奇的道：“你什么时候喜欢来书院了？我记得那时候去书院找你，你都不来呢。”阿姐，从前是我不懂事，还有心结在。
可是我如今就只有阿姐一个亲人了，也想和阿姐多亲近一些。沈飞看着眼前的大男孩，也是很感慨，这人太久不见面，竟然会变这么多。不过他也不排斥沈玉的亲近。好，以后你空闲了可以来王府中玩。好的，阿姐。沈玉和沈飞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就提出了告辞。阿姐，你既然和谭先生有事，我就改日再来和谭先生请教。哦，你和谭先生都这么熟了？沈公子确实来了几次，和在下请教了学问上的问题。谭先生学识渊博，点拨了弟弟几次，弟弟觉得受益匪浅，因此在下课之后会来请教谭先生。谭先生大才，教你也绰绰有余，你要多谢谭先生。学生谢先生教导。先生，谭卓警铃大作，他可不想要这样的弟子。沈公子客气了，在下也只是和沈公子探讨几句罢了，这声先生是愧不敢当呀。沈玉眸子微转，没想到谭先生这么敏锐。先生大才，随意点拨在下几句，就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先生就不要谦虚了。谭卓只是微笑着，不再言语。阿姐，那我先走了，改日国子监放假，弟弟再去叨扰。好，学业要紧，你快回去吧。沈玉这次没有停留，而是转身快步离开。沈飞看着沈玉的背影，陷入了沉思。这次的沈玉让他有了陌生感。谭先生，沈玉，你觉察了他的异常之处吗？王妃，沈公子可是有何不妥之处啊？没有，就是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变了许多。沈公子的学识确实不错，有几次他来请教的问题，谭某觉得他是知道答案的。沈飞的眸子一闪，沈玉这是想干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沈飞随谭卓进了院内之后，并详细的问了一下沈玉前几次来的事。谭卓不明白王妃为什么会问，但是也没有隐瞒，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一遍。好，谭先生，我知道了。王妃，是否是沈公子有何不妥啊？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会让查一查。另外，沈玉来了书院，你也派人盯着点，以防出了岔子。是，王妃。沈飞想到了益州王的几个孩子，叮嘱道：尤其要注意，不要让益州王的几个孩子和沈玉有了接触。谭卓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妃，那沈玉和玉红、玉溪几人可是有何恩怨呀？谭卓是书院的山长，又是王府的老人了，可以信任。于是沈飞就把沈玉的身世和谭卓说了一遍，又说了两家的恩怨。谭卓听到沈玉的身世，心里也是同情的。王妃放心，我记住了，学院这边交给我。先生的能力我是放心的。随后谭卓又和沈飞说了一下书院的安排。沈飞听了之后连连称赞，先生不仅才华横溢，又有惊天伟地之才，书院交给先生，我是100个放心的。以后咱们的书院成了名满天下的书院，那可都是谭先生的功劳啊。沈飞嘴甜属性不改，一顶一顶的高帽给谭卓戴上，让谭卓内心欢喜。谭卓的年纪都能当沈飞的爹了，听个小姑娘巴巴的夸他，心里的欢喜劲儿就别提了，同时又充满了干劲儿。谭卓觉得王妃真的比王爷可爱多了，看在王妃的面子上，投靠荣王府的选择是对的。沈飞参观了书院，又带着孩子们回了荣王府。谁料回到王府的时候，就被通知了江竹月已经在花厅等候多时了。沈飞把孩子们打发下去之后，就单独来见江竹月了。长姐，你可是让我好等呀。沈飞才走过来，就看到了江竹月的大肚子。哎，你别起来了，快坐好。江竹月1年前成亲了，新郎官正是陆少安。长姐，我知道你回京了，就来见你了。可你倒好，竟然不在家。没想到你会来，否则一定会在府中等你的。你这有7个月了吧？7个半月了。你这个时候啊，应该少出门，好好的在府中养着才是啊。这不是知道你回来了吗？还有就是想问问爹怎么样，受没受伤，严不严重？他很好，受的都是小伤，不用担心。那就好，爹年纪不小了，一直在战场上，我也是担心。
想到沈飞偷偷跑去战场，又觉得很兴奋。对了，张姐，战场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到了吗？沈飞把能说的和江竹月说了一遍，两人就这么坐在一起聊天，很是温馨。沈飞对于江竹月的亲近还是很喜欢的，他们毕竟有血缘关系，这么些年相处下来也有了感情。呀，张姐，不早了，我先回去啦。好，我就不留你了，你快回家吧。等以后你想见我了，就派人给我送个帖子，我去你府上看你。张姐，我记住了。啊，张姐，萧家有个女的，你要注意些，好像叫萧韵秀，这人总是去家里，说是看望嫡母，但是我觉得她没安好心。她见嫡母没有孩子，没少在她面前讨巧卖乖。若是这些，我就懒得管她了。可是我听我娘说，萧韵秀竟然还私下打听长姐的事儿。所幸长姐不常去北境王府，她打听也打听不到什么消息。哼，那女人自己被退婚，嫁不出去了，就开始到处钻营，真是讨厌。张姐，你一定要注意她，我觉得她别有居心。好，我会注意的。你呢，也不要太操心了，多注意些身子。好，张姐，我知道啦。傍晚，沈飞一家正在吃晚饭，就接到了北京王府的消息。大小姐，姑爷，太王妃病危了，萧王妃请你们过府去看看。沈飞没想到老王妃这时候病危，不过府中的男丁确实都太小，还是小娃娃。大小姐，太王妃说想在临死前见一见你。沈飞其实不想去，他对那老太婆没感情。好，我们现在就和你去。沈飞见唐之玲答应，也没反对。他知道唐之玲是为了他好，毕竟现在长安城都知道她是北境王府的大小姐，祖母病危了还不去看看，那就说不过去了，对她的名声更不好。好，徐管家，我们现在就走吧。沈飞交代了一下府中的事，就想带着唐之玲离开。谁料小叶子这时候站出来了。娘，我也想去外祖家，我还没去过呢。不行，你们几个好好的待在家里。花花，看着点姐姐和弟弟。娘，我是姐姐，花花要听我的。唐之玲，你好好的说说你闺女。爹，我想一起去。若是想去就去吧。那大姐能去，我也能去。去？想去哪儿啊？去外祖家。小叶子可不怕沈飞，知道他是纸老虎。我要和爹爹在一起，你们走了好几个月，我很想爹爹的。沈飞，就让小叶子跟着吧，他听话又懂事的，不会闹人的。见沈飞不松口，又保证道：我保证，小叶子交给我管，我去哪儿啊都带着他。好吧，那就只带小叶子。薰儿，你们几个在家乖乖听话。放心吧，你快走吧。沈飞三人来到北京王府的时候，王府内已经来了好些人，都是老王妃的亲人旧故。姚家来的人最多，其次是一些姻亲。飞儿，你祖母正想看你呢。沈飞听到萧王妃这么喊他，还有些恍惚。萧王妃长得像他老妈，他现代的老妈也是这么喊他的。飞儿，沈飞回神，看向萧王妃的眼睛，这里面没有温度，只是言语温和。太王妃怎么样了？大夫怎么说的？唉，这母亲的病已经有几年了，只能坚持这么久，也都是王爷找的名医的效果。这现如今啊，恐怕真的到头了。沈飞点了点头，还没说话，就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你就是荣王妃？”“我是荣王妃，请问您是？”“哼，我是姚家的老夫人，也是你祖母的大嫂。按照辈分算，我是你的舅奶。”沈飞可不认，他只是笑盈盈地看着这老太太，没有开口。“哎，荣王妃，你这什么态度啊？我祖母和你说话，你为什么不搭理她？连个称呼都没有。”“姚姑娘，你也知道我是荣王妃呀，那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在一品王妃面前一直这么大呼小叫的？”“哎，你……”他忍了半天，没有说出什么反驳的话，因为他想和沈飞攀上关系，一直以表妹自称。但是沈飞一直拒他千里之外的样子让他很恼火。姚老夫人仔细地看着沈飞的脸，摇了摇头。荣王妃还真是伶牙俐齿，
这真是长了我们姚家姑娘的容貌，但不认我们姚家人呢。老夫人哪里话，我本来就和姚家没有关系，老夫人不要乱说。况且人都是长着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张嘴，世界上相似的人多了去了。姚老夫人见此，知道沈飞不想认他们这门亲戚，脸上有些挂不住。她已经点破了沈飞和姚家的关系，但被狠狠地打脸了，心中更是气恼。是老身越矩了，荣王妃身份高贵，怎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攀得上？是，我的身份不是谁都可以高攀的。这荣王妃着实太嚣张了，看她那样，竟然谁都不放在眼里。想到什么，姚老夫人又目光灼灼地看着沈飞。是啊，荣王妃身份高贵，我们这些外人自是比不上的。我们姚家身份低微，不敢高攀。可是我那老妹妹可是荣王妃的亲祖母，这算亲密吧？荣王妃有能医治病人的神药，可否拿出来救救太王妃，不让她早早离世？说完，不等沈飞反应，竟然想要给沈飞跪下。荣王妃，求求你发发善心，拿出神药，救救你的亲祖母，救救太王妃吧！她已经病了3年多，正日受病痛折磨，我看了都心疼啊！这老太婆还真狠毒，竟然来了道德绑架这一招。沈飞急忙伸手把姚老夫人拉了起来，让老太太想要跪下去的愿望落空了。姚老夫人，本王妃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神药，您老是不是记错了？哎，荣王妃，别看我年纪大了，但还没老糊涂。我亲耳听太王妃说的，当初景行命悬一线，是你送的药才让他好了过来。你若是真有那神药，就再给你祖母试试。她现在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再也等不了了。你是江家的孩子，可不能这么狠心呐！姚老夫人，您也知道您年纪大了呀，兴许您还真是老糊涂了呢。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我就更没有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生常态，今日您老人家直接向我讨要神药，我若是没有，你就会说我不孝。姚老夫人，我沈妃好像没有得罪您吧？荣王妃误会了。哪里是误会啊，今日姚老夫人的话，哪一句不是把我往不慈不孝的上面摊啊？其实我也很好奇，我和姚家没有任何过节吧？我这个人从小没有喝过北静王府一口水一口汤，更没有见到姚家的大门从哪边开。我自幼就在北地吃苦劳役，虽然查清我是北静王的亲生女儿，可王府的好日子可是一天都没有想过的，更没有感受到任何人的亲情。怎么到如今您老反而倒是来怨我了？太王妃病重，你们姚家心焦，我也能理解。可是今日姚老夫人一副我见死不救的姿态，着实过分了点吧？我又不是大夫，也不会医术，还什么神药？我又不是神仙。沈飞这一大段话掷地有声，让其他妇人听到也是连连点头。他们其实也理解，王府是富贵，可是荣王妃一天没享受到，哪有什么感情，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现如今太王妃病重，荣王妃这个孙女来了也就够了，这事儿放在他们身上也做不到多亲。至于神药，他们也就是听听，又不是神仙，怎么能有神药？就算有那神药，谁不留给自己，还拿出来帮个名义上的祖母？他们可都是知道，北静王府的老王妃也是嫌弃这个丢了的亲孙女名声不好的，当初都没主动相认。唐之玲这时候抱着小叶子来到了沈飞身边。姚老夫人，不存在的事情，请不要随意散播。姚老夫人想要反驳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是荣亲王，今日老身越矩了。姚春墨看着高大俊秀的唐之玲，还有那威严的亲王府，竟然让他移不开眼。你不知羞，竟然盯着我爹瞧！我告诉你，我爹已经有我娘了，你看也白看。我没看，我没有骗人，你看呢，我瞧得真真的。
我父王是不会有妾室的，你死心吧。姚春墨的脸都红了，又尴尬又羞愧，他往老夫人身后躲了躲。孩子小不懂事儿，乱说的，姚姑娘不要介意啊。说完转头看向沈飞，我先去那边，一会儿再来找你。唐之玲原本就在男人堆那边的，见沈飞被姚老夫人质问才过来解围的，现在意识到他过来也不是好策略。好，你先过去。这次来北京王府是来探病的，因此男女眷没有分开。姚家那边还来了男丁，都来到了老王妃的院落，在这边等消息，或是送老王妃的最后一程。唐之玲抱着小叶子离开，小叶子看着不大高兴。爹，我没有胡说，那女的就是看你来着，你要相信我。爹知道小叶子最乖最聪明了，这是当着外人呢，爹不得不说你几句，原谅爹好不好？好。姚老夫人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她瞪了一眼孙女，也没有脸再在沈飞面前了，于是带着孙女退到了角落。荣王妃，我们太王妃想要见一见你。好。孩子，你走近一点儿。你想说什么？看出来了，你过得不错。我一直过得都很好。孩子，你过来一点儿，让奶奶好好的看看你。沈飞看着强撑着的老人，心中有片刻的动容。他向前走了几步，距离更近了一些。你能唤我一声祖母吗？沈飞只是看着眼前的老人，没有开口。我不喊我也没关系。南疆的事我也知道了，这次要谢谢你，又救了你父亲。不是，这一次就算我没有去，爹也会没事。老王妃听到沈飞这声爹，很是开心。你不用谦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沈飞见老王妃这么坚持，也不再反驳。你放心，我叫你来不是管你问药的。老王妃在屋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外面的吵闹声，虽然没有全听到，但是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现在很后悔几年前和娘家的嫂子说了药的事。沈飞没有开口，老王妃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就是药剂也不管用了。世界上也没有神药。老王妃不想讨论神药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也看清了沈飞执拗的性子，而且她的身体她自己知道，她的大限到了，她只想把最后的交代说出来，这样她就可以安心的离开了。孩子，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你不必管姚家人说了什么。至于姚家人，你从前怎么样对他们，以后就怎么对待他们。沈飞没想到老王妃会这么说，心里有些奇怪。姚家人不足为虑，不用管他们。我想说的是萧家人。萧家？他们怎么了？萧家是个会钻营的。沈飞快走几步，拿起桌上的茶水倒了一杯，又走到床边坐下后，把老王妃扶起来给她喂了下去。老王妃喝下水之后，人终于不再咳嗽，她趁机握住沈飞的手。你慢慢说，不要着急。老王妃的重心是靠在沈飞的身上的，由于手被握着，沈飞没有把这瘦弱的身子推开。老王妃也是没想到，临终前她能想要依靠的人，竟然只是她这个从前嫌弃的孙女。其实我知道你爹一直在怪我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娘。萧婉玉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个好姑娘，但萧家的人不是。我当年不喜欢萧家，连带着对她也有些意见。
但我并没有难为他。你爹的院子也都是他管着，我很少参与，只是没想到他会难产而死，你又被别人换了。沈飞点头，这事儿他知道。那时候北京王府是被唐国公算计了，府中还有他的探子呢，而且一藏就是10多年。老王妃一个妇孺，绝对不是唐国公的对手，就是北静王，那脑子也算计不过唐国公。后来萧婉玉死后，朱妃那丫头就被我抱回去，养着了1年左右。后来啊，萧家又提出嫁过来一个姑娘，你爹还年轻，还是要续弦的。萧家人又说，亲姨母照顾孩子不会有坏心。为了朱妃的安全，我决定先见见小二姑娘。见到小萧氏，看到她和她姐姐有些相似的容貌，我就答应了。你爹对你娘有感情，我想让小萧氏弥补你爹的遗憾，也不错。你姨母想必你也见过，也知道她是什么性子吧？了解一点。她不像你亲娘，两人虽然外貌相像，但性子千差万别。萧家如今又回到了京城，最近几个月，萧家姑娘来府上的次数明显多了，想必也是有所求。还有你三舅舅借着你父亲的威名，在外面也做了些事。再喝一点水，缓一缓。不要，你继续听我说，否则就来不及了。沈飞的心很沉重，手一下一下的给老王妃顺气。老王妃不咳嗽之后就继续道，萧氏没有孩子，府中没有一个孩子是她的。竹月已经大了，也嫁人了，我不担心。可是你其他的弟弟妹妹才4岁，还都太小了，他们的安危就要靠你了。沈飞能感受到老王妃说这话时手中的力道。孩子，祖母知道愧对你，可如今还是厚着脸皮求你了。你爹常年在外，我死后，他们真的只有你这个亲姐姐能照看一二了。沈飞下意识的皱眉，不是他没有爱心，只是养孩子确实不容易，不是吃饱穿暖就行的。他自己生的6个孩子还都是散养的状态。说实话，他到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才是对他们好。北京王府可是有8个呢，想到要把那8个接到家中，沈飞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想抽出被握着的手，但是被老王妃紧紧地握着，让他动弹不得。你想我怎么照顾他们？把他们接到府中养着？若是可以，最好不过。沈飞内心是崩溃的，糟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